有没有那个愿望？这个就要靠自己努力了啦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到本位。好，超过时间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学三大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慧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要讲这个《道德经》我们六祖坛经呢，在上个礼拜已经这个讲完了。那我们呢，已经把整个讲完了以后又寄很多DVD、CD， 还有 MP3 呢，已经也做好了。那先我们有寄200套，是准备呢给崔老点师送给外国道亲那我们再慢1个礼拜下个礼拜再拿。假如说有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 MP3。那4片现在把它缩成4片之前已经有做10片了本来再做出来是第5片，可是我们把它调整了以后就是浓缩成4片，1片等于 CD 22片所以拿4片呢就等于拿80几片了那个假如说有那个 MP3 机器的话就可以拿回去听那个很理想。然后我们呢就鼓励就是当传家宝假如说要想修道、想成佛、想了解真理是等于整套六祖坛经从头到尾，还有在那个时期一些禅宗那个修持方法我们也都有讲所以鼓励各位拿自己收藏或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好蛮多了那个我们后面已经蛮多。看我们这边这个意愿高的话，我们一直做下来。假如说我们放着都不拿的话，我们就不做，手拢会嫩去。各位先贤，那个手上有本那个佛学学的讲义那个老子大德经，那个是在5年前。在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讲也没有讲义那或许就想说把所有一些各家注解都拿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因为假如说是按照讲义来讲的话，那是最理想，因为慢慢那个是慢慢想，慢慢去集思广益会比较圆满。可是呢，一般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看讲的人就按照那个书来讲，按照讲义讲的话大家会想说，那我带回去看就好了，不用在那么老远的地方跑到这边来听。所以呢就不用讲义讲。可是各位要了解的更透彻的话就是把那个讲义稍微做个参考，所以就带回去放在家里，不用再带来了啦。这个我们这边是比较节俭啦，说家里已经有就不用再拿。可是后学都是鼓励都拿。为什么？亲朋好友来了我们可以送给他了。假如说只有1本的话各位先生要不要送？那很为难的送出去就没去嘞自己要看的没送出去好像又情上说不过去所以那是两难所以有多的话多多益善就是推广真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想看的时候没有资料是会那个很遗憾的啦。那想看又有这个资料可以看那就会很这个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或许就鼓励大家都拿回去
那我们这边呢，旁边也还有，那准备再印200本，哦，所以都不会缺啦，哦，不会缺那个，哦，那个讲义资料不会缺。各位之前有看过《道德经》吗？有。那还不错嘞，哦，我们都有事先这个研究过，哦，这个我们了解说，哦，那个老子呢，是生在西元前571年，西元前，哦571，然后再加2010，这样就是他呢到现在的年岁，然后孔老夫子是出生在西元前551年，到今年刚好2560，孔老夫子到现在2560，然后释迦牟尼佛生在西元前544年，比孔老夫子晚7年，那孔老夫子比老子又晚20年，差20年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他们的背景。那老子在差6祖有1200年，所以1200年以后6祖才出生啦。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时间真的差得蛮长，有1200年。那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得天独厚啦。那个历代这一些圣贤都把那个重要的都留存下来，尤其这个老子是最早。然后我们有看那个感应篇各位有看过感应篇吗？也是有都还很不错。那个老子就讲说，你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祸福都没有门我们自己招来的，自己自作然后自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善恶的因果都是定理。那呢讲很重要的就是世道则进，归道而退，这2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符合真理的，跟真理相合世道则进，我们就努力去行持。那非道则退假如说跟真理不相合，不管是什么人说了，我们都不要听。跟真理不相应的话，我们呢就不要去做。那我们呢这个了解说呢，这个老子这个在周灵王的时候曾经呢当个首长史，首长史呢就等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在管那个图书馆，所以他看的就等于所有的那个著作都送到那个图书馆去他呢能够看到很多的各个的思想，那个不一样的那一些思想，他都能够看到，能够研究。然后到呢这个看到整个这个社会不很理想的时候他就想退隐。那么退隐呢，这个西吃函谷关的时候被那个官令允许留下来，然后做书，就是道德5000年，我们才有这个道德5000年才可以研究，那个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呢，那个考古学家也把那个那个道德5000年也挖出来了，就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确实有这个道德5000年。那我们一般呢就是从这个道德5000年来探讨老子的思想。那老子呢，他非常崇尚那个无为，就是发挥我们淳朴的本性，他不崇尚有为不像呢那个孔老夫子就是要把整个大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呈现。老子呢，他是超俗，超过凡俗，凡尘的一切
这个众生能不能够做到呢？他倒比较呢，没有那么这个考虑在内，只把那个原理啊讲出来。那孔老夫子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够把那个大道能够呢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儒家应运而我们念的书啊都是儒家的这一些这个观点。可是我们现在念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现在儒家应运，那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那一些那个观点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融入生活？就是大学的那个三纲领8条目，各位知道吗？会不会？三纲领是什么？对，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明德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然后亲民呢，就是把它整个呈现，就是呢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把它呢呈现出来。然后呢，止于至善，就到达最完美的那个境界。所以他的那个8条目啊，我们了解说，真正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就在8条目里面。我们呢从那个后面第一个呢就是格物啊，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那个格物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个实际在生活之中。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能够格持物欲，我们心中就是清清净净，心中不要有事，心中不要有物，就是格物。所以这个格物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格物，把物全部都格了，心就清净，然后心清净就回到我们佛性回来。所以那个格物然后就自知，就使我们的良知良能整个呈现。所以那个自知不是我们落入后天身体去学的，而是从我们佛性发挥。在格物以后它就会呈现自知，让我们知道呢真理，都会感到心安。格物致知，然后呢知道已经呢是真理了，我们就会意就非常的诚，跟天地一样。然后诚意以后心就正，心正以后身就修，身修以后家就齐，家齐以后国就治，国治以后天下太平。很理想的啦。按照儒家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格物就自知，那个知就绝对是正知正见啦。自知以后我们的意就很诚，就天地之间整个那个诚都呈现出来。诚意了以后心就正，没有偏，也没有邪。心一正了以后身就修，修身这是很重要的啦。所以我们修身呢，就是要从格物着手。身修了以后家就齐，家人都看到了我们在行持非常的正确。家齐呢，这国治就平天下。这个儒家思想它也是蛮重要了，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可以把整个很理想的状态都表现出来。这个呢是儒家思想。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开始研究那个《道德经》那我们了解这个老子所讲的那个道因为它是非常的那个超然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解之前呢，稍微有一点这个了解各位以前呢研究《道德经》的时候是怎么样入手的？是看注解还是看原文？看原文看原文要了解说比较理想，因为有注解了以后很容易会被注解把我们牵引给咱看，然后我们看原文我们会先自己去思索那个老子他讲出来的原来的意思先思索以后，然后我们呢再来看注解。因为或许这个前不久到书店去买那个老子的书可是竟然会看不下去因为他已经呢在写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跟老子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看不落去各位有这种情形吗？没有没有那倒好了。为什么？没有那个成见，自己都没有成见，就不会说看不下去了因为或许有成见的，所以就看不下去或者在想说我们真的是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还真的还不容易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个搁着。不过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有一种择善固执选择那个善然后固执呢在3个方面择善固执，然后呢这个相对下来就会嫉恶如仇，对不对不同意所以或许是发现了自己有那一种倾向会择善固执，又会嫉恶如仇所以这个也是要改因为这样的话会有分别心，很大的分别心。那众生呢都是很可怜他为什么会恶？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道真理才会呈现不好的一面。那我们是应该要去救他不应该呢落井下石，对不对？可是在我们遇到真正现象的时候各位贤贤容不容易去做？真的很不容易要先降服自己的内心内心先降服了以后然后才思索是用什么方法来这个救度他，帮助他。那我们众生就是要了解到，一定要自助才会人助，才会天助。咱自己得爱自强不息咱别再懈怠。我们只要一懈怠了以后什么人都救不了了所以自己呢就是要精进的要努力那我们呢就直接契入本文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那个道就是道的本体道我们呢就是可以拿那个小本的来看就比较容易这个找到那个标题道可道非常道。可以手上都有吗？都看到了吗？看到第一个道就是讲道的本体。道的本体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头脑来这个思索，不能用我们嘴巴来议论所以很超越
超越所有的现象，超越所有凡尘的事情，所以道是一个呢很不容易解说。那可道第二个道那个可道就是可以讲了，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说。那可以说的话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就是会变化，所以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大概1/10吧9%都不相应可以讲的可以说的都一定会变化，怎么说呢？都随我们人在说，可以说的就不是道的本来了，就不是它的本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道的本体是很难去说很难讲的，老子也不能说这个不能讲就不讲，他是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去领悟体会，领悟体会那个才是重要。所以他把那个另外一面就是可道、非常道把它讲出来。那常道的就不可道了，就是不能讲。那个真正的道体就是不能讲。一落入可以讲的，那已经呢，就是不是道的本体了。是呢，已经是它的作用，道的作用。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所有修正者呢，也都讲，我们佛老师也讲说道本无言非言不显。假如说没有用语言的话，这个道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然后呢，言无以达，言呢讲得不明的话，道没有办法呈现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我们佛老师呢就有这样讲过，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要能够把整个轮廓呈现，让我们都能够体会，能够呢知道，能够确实进入，那个才是我们呢这个追求的正确的方向。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讲说道本无言，道也没有语言，就是不可以道，不可道不可说。可是呢也是一样道一定也要借着语言来说了因言而入道本无言非言不显然后因言而入，因为我们讲的，然后可以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呢，是一些说的语言。所以说的语言呢，它是相，是文字相，语言相，都是形象。然后呢，我们都不住相，然后就可以进入呢到我们那个不可以讲的那个道的本体。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的本体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我们有研究过这个六祖坛经呢，再来研究道德经的话，它有互相融通的地方就很容易领悟。容易领悟的话，我们容易进入状况。一进入状况了以后对我们帮助就很大。所以呢，这个道可道就非常道，这样了解吗？这个不回应是不了解呢，还是不苟同？那接下来的那个名可名非常名那个名我们要了解这个道本无名，道没有名称那个道是勉强而说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老者一直讲说这个勉强来讲叫做道用道来比喻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知道那个道的那个写的方法我们中国的文字真的是含义很深这个道开始不是有2点嘛2撇，那个就是一阴一阳那2点就是一阴一阳
然后一横，哦，一呀，哦，那个一就是呢道德哦那个代表字，我们要了解说知得一呀，万事毕，有听过吗？有。知道这个一呀，万物都毕业了，一呢就是道了。一阴一阳，然后呢，就是一，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底下就是一个自己，自己的身上加起来一阴一阳再一横再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手，手就是头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头是最重要，然后呢，再加一个走马鞭，最重要的是要去实行实践，这个道的那个文字那个学法就已经把这个整个都呈现出来，就一阴一阳，然后呢，知得一呀，万事毕，在自己身上，就是呢，像我们的头一样，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一定呢要实现，要去做，要实行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呢就是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名和名那个名无名之名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没有名称啦，有名称可以名了，那个就非常名，就不是永远不在的名称。所以我们知道呢，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有一个名称，都有名，可是呢，都是变化，在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名字各位浅显，我们前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下一生是这个名字吗？不是。所以这一生的名字就暂时给我们这一生用了。那个可名就非常名，不是常名，不是永远都这个名，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道的本身并不能够用这个文字来讲，这样了解意思吗？又把那个反面那个很殊胜的那一面又表现出来，所以老子说名可名呢，非常名，无名天地之时，无这个无就无极，无就是没有啦，没有到极点就生有，对不对？无极，然后生太极，太极呢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生八卦，相中相凑8864，整个天地形成，天地数。那我们了解这个无，天地的开始是无没有，所以无叫做呢天地之始，天地的开始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六祖坛的时候有讲过，说天地之所以会有，就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我们一念妄动就是起心动念，然后才形成天地，才有天地然后说我们不一念妄动的话，就没有天地，整个天地在我们如来藏，在性分之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朦胧了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正位就是在佛位的时候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已经业力业因形成，然后呢就这个转念了就现象了，那现象以后那个还是一念无明生三气那个还在原始状态，在无的当中，全部都没有。然后呢，因为有一念妄动的那个因素在，所以才形成我们天地开始。天地一开始了以后有天地了，然后呢就有万物，有万物以后就有众生，
众生以后啊，就有业果，就是我们造了业啊，要接受果报，就是这样哦。世界啊，众生跟业果三个啊，就绵延不绝，就一直连续啊。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虽然是只有一念妄动，可是我们到凡尘来啊，各位浅显，这个是不是只有一念妄动？是不是已经妄念了10000的念？不止哦，还不止10000念。本来是只有大概这个不多啦，大概欠这个凡尘大概1毛钱而已啦。我们是想来还啦，还清了以后啊，没有业障，就又恢复本位了。可是我们到凡尘来这个是有还1块钱1毛钱有还啦。可是后来这个为了生活啊，我们就越欠就越多了。每一生每一世啊，这个还一点点欠了很多，还一点点欠了很多，就这样欠到后来都不知道是已经欠了多少。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啊，在我们性分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业力？已经没办法去了解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体会。假如说呢，我们这个业力啊是不多或者是没有，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啊，都是快乐的，如在天堂一样，非常快乐，都没有那个苦的那个果报会找上我们身体来。那假如说我们遇到我们的遭遇啊是很坎坷是要劳劳碌碌是呢很多事情，那就是我们造了蛮多的业了，它已经呈现了在我们眼前。各位浅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业啊，多不多？这个真的是要考虑考虑它到底是多少因为都还不很了解，你是到底偌济，我是做偌济业都还不很清醒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凡尘我们呢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们在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是在造业。所以这样就没完没了了。我们要了解到，一定呢遭遇啊一定有因，我们的遭遇啊那个是果报，那果报一定有因那我们就是要去去推测那个原因，说我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果报为什么会有一定的有原因在那我们把原因找出来，找出原因以后我们把它呢消除，就是让原因消失掉各位浅显，我们造业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一直在讲吗？起心动念是念头，我们的念头就是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训练训练自己就是不起心动念，会不会？很不容易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很快不管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那个心念马上就起很快就起念了所以念就是业，各位要把它记得牢牢的，念就是业念头就是业念头愈多业愈多，没有念了就没有业无业就免受苦所以我们了解本来我们都是用先仙但是咱都用不掉这个上天要给我们很空闲的过生活，可是我们好像都不愿意。各位愿不愿意那个很空闲的生活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们都在那个觉
哦，在我们觉性之中，哦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那个无啊，哦，是天地哦的开始，哦，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啊，那我们要回到原来，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是一样，要从没有念头着手，哦，全部念头都没有，才可以回到本位啊。我们都是佛，哦，一回到佛的本位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那个整个就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南赡部洲呢可以住嘛，那个北济泸州、东胜神州、西纽贺州，咱都无法度去。然后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呢宝方世界，我们也都没有去啊，对不对？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我们回归本位了以后，都可以，只要我们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到无量的佛世界。那个啊，那个身啊，都非常的高了。我们以现在娑婆世界的身体啊来看那个啊，那个东方琉璃世界啊，那个身体呀，我们会这个吓死，因为太高了。我们会讲说，比地沟还广。各位有看过地沟吗？就是我们晒衣服的那个那个竹竿啊，它是非常的那个高，因为整个那个环境啊都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可想象。那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啊，在宇宙之间啊，是一个非常小的行星一粒细细啊。地球啊，那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宽广很大了，那进入那个佛世界，进入宇宙的这一些这个虚空里面我们会了解说，原来竟然是无量无边，佛世界无量无边，那我们呢就是要使我们心胸开阔宽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了，我们呢一般都会那个心胸呢太这个狭隘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天地的开始是从无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行动念，然后才形成有天地。那这个天地我们也了解说一直是在循环往复一直呢在这个轮转之中。一元有12会一会有10800年，各位都知道嘛129600年就是一个元会那这个元会一过去又有下一个元会那我们前面也很多元会后面也有很多元会，所以没有止境，没有停止的时阵，所以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现在来推测说弥勒祖什么时候下生？不是有钱人说56亿万年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人的寿命是84000岁因为那个《阿含经》呢有记载说，弥勒祖师下生的时候我们这个众生的寿命是84000岁。各位先生，84000岁是什么情形？我们现在才100岁所以在84000岁里面这个一撇都没有那我们各位先生，假如说现在的寿命是84000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都不可想象的，对不对？所以阿含经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因为人类最善良都已经呢把整个我们那个佛性呈现，所以有84000岁的寿命。那我们现在因为人心有的很坏，
所以越来就越少，甚至呢会到往后我们人类的寿命只有10岁了，可以想象吗？10岁那样嘞，才准备出世，才要来到凡世间搬烂了都死啊！因为众生的心就是太恶，太恶呢，地生长的东西都有毒，虽然也可以养生，可是吃进去也会害身，所以寿命都不长。女孩子竟然出生5个月就嫁人了，5个月就嫁人。那我们84000岁的时候那个女孩子500岁才出嫁。那我们现在想说，500岁才出嫁，不是老姑婆嘛？又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了解说，我们不知的那些天地是很多那我们呢，因为落入凡尘的时间太短，我们用追求呢不一样的那个目标，没有朝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追求，所以就越偏离偏离这个正道，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个生生死死就是很正常的那个现象。因为呢都会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不追求这个根源本来，越不追求本来根源，我们就越偏离正道，所作所为就越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在讲说无叫做天地的开始，天地开始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我们佛性就是像虚空一样，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虚空没有形象可是什么形象要在虚空呈现虚空都不会拒绝。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也是没有形象，可是呢所有的万象万事都从佛性呈现，佛性也不会拒绝。佛性会不会拒绝？都不会拒绝都让它呈现。可是我们现在就会变成认为说万象万事的呈现跟我佛性没有关系都会这样认为那我们了解说在真理里面不是这样都是我们如来藏，都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呢整个无那个天地都还没有天地都在我们的性门之中所以那个无叫做呢天地的开始，然后有叫做万物的母亲，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了就像我们起心动念有了各位浅显，起心动念看得到吗？自己知道吗？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自己知道有就是已经有了，有念有那个有就是万物的母亲，万物就是从有来没有是天地的开始，有呢就已经呢会衍生一切问题，一切事都从有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有叫做呢万物之母所以底下呢所以那个故就是所以常无那个常住的无我们呢要来观其妙。无就是呢关照我们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没有，我们要关照佛性本体的妙常无是常住的无来观呢这个妙。然后呢常有常住的有这个常住的有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它是常有的，功能作用是常在的，永远都在所以常有。然后呢欲观其角角呢就是窍
就是刚好那个巧妙，所以我们了解呢，常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来观其那个刚好的那个地方，这个呢比较这个深色了，我们就是了解到老祖在这个第一章开始呢观妙章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呐佛性本体啊非常的奥妙奥妙到我们不知不觉都不知道它的那个整个轮廓跟整个功能作用全部呢都是没有去探讨去了解所以呢这个老祖就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常无来观妙，常有呢来观妙。那么此两者啊，这两者呢就是有跟无啊，这个常有跟常无这个两者同出啊，它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根源出来，我们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就是能够了了分明，没有形象啊，就是无；了了分明就是有。它这个无跟有啊，它是同时出来，同出。那同出呢，而异名啊，就是名不一样。没有形象不能说有，已经有体悟不能说没有。所以一定呢名称呢不同。可是这个呢，常无跟常有啊，它是同时出来的，同出，然后而异名，然后同谓之玄，就是呢，无也很玄呐，有也很玄，都是很玄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第一章呢，它是很高的一个程度啊，它把那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就是那个常住的无跟常住的有，全部呢都把它描绘，都呢，不是呢一边的，我们落入一边的那个不是，它是有跟无啊合在一起，有这个有切实的那个佛性本体在有，可是没有形象无。所以有跟无啊，它同时存在，同时出来，可是出来以后啊，名称不同，这样了解意思吗？会感到很深吗？是要我们来知道我们那个佛性的整个那个轮廓。以及呢，整个天地啊，宇宙万象，来源它的本源根源，我们呢都是要了解，就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这个常有常无啊，就是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讲佛性本体，对我们来讲比较亲切，那我们讲说是天地的万象，天地万事啊，好像会觉得说。跟我没关系，感觉上会这样觉得说，比较离我远一点。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它是呢，同时存在，同一个同一个体，然后呢讲不同的角度而已，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同持异名，同谓之玄，一样呢，有也玄。无呢也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奥妙，都是从常有跟常无，这样出来的，众妙之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进入众妙之门，它出来，我们呢进去，我们进去这个众妙之门，各位有一点印象了吗？这个众妙之门啊，有没有一点印象？这个有跟无在凡尘啊是很明显，有形有相，跟没有形象，我们身上呢就可以体会，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我们身体有形象，它呢现在
无啊跟有合在一起，让我们在凡尘生活。那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是谁在做这个当家主张？谁在当家？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是谁在当家？谁在发号施令？很有意思哈、我们了解说呢，那个常无跟常有既然就是我们整个的本体了。那我们现在呢，呈现在凡尘，已经从众妙之门出来以后啊，我们有没有让这个呈现呢众妙的那一个那个主宰者啊来当家？我们都会被这个凡人的景象这个吸引，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感官啊有的感官呢，跟这个凡尘的景象啊就已经汇合，然后汇合了以后啊各位先生，是不是产生很多的我们那个处理的方式？因为我们在阐释的时候啊，并没有固定说它会变成怎么样，只是说那个原理状态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应用会比较理想？所以呢，讲那个根源从根源，然后出来了以后。我们有万象万事，在我们周遭围绕。那我们在处理万象万事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有这个主宰者？要不要有？一定呢要有一个主宰者。那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的主宰者已经呢怎么样？就是已经不是从那个常有常无啊，那个同出，不是这样。不是呢。它来主宰，而是呢变成了我们有那个常无就不管它了，就已经进入常有，常有以后啊，在身上呈现的又是我们的那个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我们呢就是加强眼耳鼻舌身意的它的那个前变。我们都把它加强，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已经呢，没有按照那个真理的那个方式来处理生活，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一种不符合真理的状态之下，已经偏离正道，偏离正道以后啊，自然所有一切都形成我们的业因。业造业啊，那个原因啊已经呈现。那造业的原因呈现了，我们就要接受果报。当我们呢去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迷惑的时候啊，各位先生，我们迷惑的时候，在接下来的行为会不会理想？一定就不理想了。就会越来越偏了。所以我们是要了解，我们从那个同出有跟无啊，常无常有，那个同出由它呢来主宰，来当家。所以呢，或者就讲说呢，我们鼓励我们的佛性主人出来当家，不要让我们的六根呢当家，因为六根当家呢，都会不知不觉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受了苦迷惑，迷惑呢又造业，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越受苦啊，就会越严重。那假如说我们了解了，从根源着手，是从常有常无的本体，然后来主宰。这个时候啊，跟真理跟道相符合，它整个都相符合的时候啊。各位学姐会不会造业？不会。绝对就不会造业了。所以不会造业就跟我们那个
在本位的时候啊，那个状态啊是一样。哦，所以虽然呢，我们是这个一念妄动啊，才落入凡尘，可是呢，我们啊在这个落入凡尘的当下，我们又马上回到本体。他回到本体的时候啊，守住本体，常无跟常有在一起，没有另外啊被造化引诱，没有造化引诱啊，我们没有起心动念，又回到本体回来了，所以啊，我们虽然说已经有三河大地，已经有我们身体，可是呢，毕竟啊还在真体之中。就整个全部呈现的啊，都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呢，那个住在佛的本位。这样各位浅浅听得懂吗？是比较有一点比较讲的原理啦，原始状态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落入凡尘，在凡尘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呢可以回到我们呐。这个原来来的地方，那整个已经呢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就已经呐，就是已经证悟，已经成就。那证悟成就以后啊，我们又可以度化所有众生了，因为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社会现象离我们现在讲的有多远？差的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象所追求的，可以都是物质的生活啦，就追求物质的那个快乐，那个感官的那个享受，大部分呢都是这样追求。那以这样的追求的那一种目标啊，我们就可以讲就一直在造业啊。我们看是一直在造业，可是他们本身呢会怎么看？他会认为是很正常的。在凡尘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生活，会很正常。所以那个验证出来的问题啊，就是会遭遇很多的一些不如意啊。那不如意在他看来那个变成也是一种家常便饭，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那以我们这个探讨心理心法来说，会说呢这样不行，这样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越来会离道越远。那离道越远呢，我们受苦啊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各位姐，我们生活在台湾啊，是不是很富裕？虽然说有的还就比较呢过得辛苦一点，可是比起非洲啊怎么样？好太多了，对不对？假如说我们是生长在非洲，一出生以后啊要这个挣扎三餐啊，就已经够我们费心费力的啦，就吃不饱啊，没办法，那吃都吃不饱了，还有办法修道吗？就会把它抛开了，对不对？全部呢都不去死守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种这么好、这么殊胜的环境之下，一定呢要尽量的朝这个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努力前进，而且又不是很困难。各位浅浅，修道很困难吗？很容易，对不对？或许都曾经做比喻说假如说已经有喝酒有抽烟，然后要他戒烟戒酒，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困难。有的这个戒烟越戒他就抽得越大。那个戒酒也是一样。后来我啉较少结果愈啉愈多，都会这个样子啊。那假如说他本身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你叫他戒烟戒酒，各位浅浅容不容易？非常容易，对不对？那修道也就这样了。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感染凡尘的污垢，尘垢都没有，那我们修起来非常简单，
很容易的。那假如说我们已经感染得很厉害，各位先生修起来简不简单？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像我们南部这个天气这么热，我们那个晒衣服不用什么用脑筋啊，不用，你皮也就打打收收，对不对？可是或许在基隆不洗就洗，所以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个小小的房间那个浴室内底然后放那个除湿机顶头用竹篙，然后拢三个摕入去吊吊的门甲关起来，除湿机甲开，创啥？吹好大，来甲除湿。你看咱遮拢唔用心嘛，打扫，我伫遐我都爱安尼好，安尼用到遮济功夫，佮都爱电力要钱的对，佮都爱过来点钟伊才会收。所以会在想，这个难跟易我们这边就很容易，我那边就很困难。现在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困难跟容易都是我们主观意识您认为它容易，就很容易。我甲厨师5-6点钟有收，甲咱家拢同款，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不要怕难，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可以达到。那修道也是一样的。假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那一些习惯我们要知道，那个要除掉那干那买命，听懂吗？那买命听，真要命，对，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当我们的那个习性我们平常都让这个感官去当家嘛，它就养成习惯性。那习惯性养成了以后我们要改变真的很困难。所以各位假如说这个有那个不好的习惯性要改掉，要事先跟他这个妥协啦。所以那个台北的道经就讲，说早上起床，晚上要睡觉。然后跟6根讲话，说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你这个不是主人，你当家太久了，你应该要退位你让这个主人出来当家，这样早晚跟他讲，讲到后来他那个习惯性就不那么刚强。有用真的有用，所以或许就讲说你看今天那个报纸登说那个百货公司不是什么庆嘛吓死人了，一天3亿收入大家那时间都唔免谈那就有拢用印的家己印的摕去用，吓死人。所以我们了解到为什么那个样子，水在当家。你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谁在当家？就是眼睛在当家。会我就抢不要了。真的是，就是眼睛当家。像我们一修道了以后，你要告诉自己，家里已经够用了。这个穿的已经你看现在谁在补衣服都是好好的就丢掉了好好的弄单衣裳都是没有补衣服的所以就不用那么努力去买我们都穿不完的一生之中都可以穿得够了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
那个另外都不用追求。尤其最好的生意最好就是化妆品。那化妆品或许是最反对，为什么？你晚上睡觉要洗掉嘞。那个又那么贵，磨一磨把它洗掉，好可惜哦，对不对？所以各位听课以后你要化妆的时候，你抹就咧想讲，这都要洗掉咧，洗假了咧，就不会想要了。这个素年啊，你洗好身体就上水，不用化妆。所以那个一化妆以后，各位先生，化妆了以后，我们看一看变成什么？不好说假如说他化得太浓了我们会说山妖水怪，像不像？那个都很贵的嘞，竟然把它画在脸上，然后再洗掉。或谁都讲，我们年岁大了大概面拢感官不一样。你看欧丽桑、欧巴桑吃老面拢感官，所以唔免化妆啦。不用，那拢多余的。我们把那个时间化妆的时间拿来研究心理心法，拿来呢做万年放下，一年不生，来跟自己的佛性打交道，最理想的那个化妆的时间各位先生久不久？真的是很久了或许是看人在化妆，那个花个1-2个小时是小事，对不对？化妆的时候1-2个小时是小事。我们来研究心理心法，1-2个小时是大事，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了解整个人生整个过程，整个怎么样状态，不是更理想吗？对不对？像我们这样这个1年这样一路走过来理不理想？我们从那个朦胧全部不知道的状态之下，然后走到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更深入深入呢到原始状态，真的摸到我们根源，可以回到我们佛的本位你看多么好，是要培养我们那个正确的相信自己就是佛。这样的话那个外来的那个幽冥鬼神魑魅魍魉，他就不会捉弄我们，就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身来了。你哪一个心神都不定那个最喜欢那个幽冥鬼神那个魑魅魍魉，看你心不定，紧甲你问入来，但你啥就害拢互伊咧做主啦。你家己拢互伊拍去贪我你就没有办法指导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心头爱了定，家己都是佛，自己就是佛了一定也要切实告诉自己本身就是佛，外面没有很亲切的，很实在的把那个整个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很笃定的把它呢这个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以后这个身体还给天地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已经没关系了。不像我们社会人士没有启发佛性的时候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两眼一闭的时候各位浅显知道什么状况吗？两眼一闭那个没有路可以走嘞。我们睁开眼睛是不是可以走路嘛？这两眼一闭以后要走在走，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家属就会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
那个就是他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现在我们修道了以后，知道呢，原来我们的性分，我们的真心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是这么宽广，而且又如如不动，这么殊胜。那我们都不认识，不知道，我们日用呢都不知，现在呢研究知道，说原来只要我启发佛性了以后，我佛性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虚空呢就不是完空，而是真空。妙有有没有形象，整个都是我的真心佛性。这个时候身体就可以还给天地，没关系。那没有启发的时候这个空就是完空，完空是空中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社会人士是不是把这个空当成完空？对不对？空中什么都没有没有启发佛性空中什么都没有，就是完。所以他就很重视他的身体，生死就很在意。所以我们那个台湾俚语死了以后叫做过身、贵心这个身没有了，转换一个身假如说我们还有行善，那还有人的身，不错了。那假如说作恶那就变成畜生道了，你变成畜生了。那我们可以去想象，变成畜生了以后他知不知道真理？纵然是最灵敏的狗、猫，他知不知道他的佛性？都已经都不知不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做得不好，一转到畜生道，那个就要很久、很苦的时间去煎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尘的因果定理，绝对不可以那个去贪人家的钱财，或者都讲一只鸡几百块，200刚好要修，不是300了嘛，上100了。所以你看我们给人家倒个10万块，要出生几世的鸡来还？要几生几世？不要说几生几世，我们光一世的鸡是不是已经全部都脑袋瓜空空了？一恢复人的身体的时候什么理都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我们现在可以主宰有身体自己有能力，可以努力修，可以使自己的佛性尽量的向外延伸，很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是真心佛性。跟老祖讲的无天地的开始没有天地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进入真正的到那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可以进入进入呢到那个无然后呢要显象要山河大地我们又可以有常有所以常无跟常有就在我们呢自己性分里面它同时出来，奥不奥妙？很奥妙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呢。我们那个佛性它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平常在经典里面看，它就讲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虚空是讲佛性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万象都从我们的佛性发挥出来，佛性都不会拒绝。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性这个修养真好。像我们现在六根当家，佛性它也没抗议，有没有抗议？是不是修养很好？只要你要当家六根要当家，佛性就退位了，它就退到你见不到的地方，因为它出来你会讨厌，
哦，你正在用六根的时候啊，他出来干涉，哦，说嘿唔好啦，嘿违背良心啦，你卖管，你卖吵，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没有遇到这个现象啊，拍谁啊？有啦，都有拄到，哦，都会经过。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有形有相啊，毕竟比较引诱，哦，那个诱惑力比较大。那个无形无相哦，那个佛性啊，哦，它出来建议的时候啊，那真的力道都很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感到心不安的时候啊，那个事情啊绝对不要做，那个不合真理。你感到心安你就呢放心去做，因为那个符合真理。所以我们那个良知良能啊，都时时刻刻会呈现的。各位有没有啊？良心在不在啊？不是一个已经那个过世了，一个还没出生。我们都会找借口啊，说这个良心一个已经过世了，一个还没出生，刚好中间空档，它都可以为非作歹，所以我们都很会找借口，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因果定理啊，自受还是要自受，自己要去接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行持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不能违背真理，然后我们都符合，跟真理相符合，帮助众生，又呢不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我们会接受福报啊；不记在心上会记录我们性分，生值得本，种足我们的德本，那个德本一够以后啊，你的领悟，你的修持就会很通顺。那假如说我们障碍很多各位浅显，我们经典拿起来看这个眼睛就很生涩，就一直想睡觉，有没有这个现象？那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在主啊，在给我们阻碍了，卖看了，因为你看了以后你去研究啊，它这个债就不好讨了。你全部都是在凡尘的话，他总会遇到你，这个债一定会讨得到的，所以他就会阻挡，所以很多人都这样，一翻开经典就很想睡觉，这个把经典合起来，精神来了，所以就很明显的那个业力呀，在拉扯。那我们在凡尘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造业，造业一定要去接受果报，所以在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不造业。要修持呢就在起心动念，念就是业，起心动念啊，这个又造业了，又不要。只要我们保持那个觉啊，那个念头一定很快的减少。不然我们会很多念头，念头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也不用去跟它敌对，因为它是功能作用嘛。我们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了。它要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要了了分明。你起什么念？各位浅显知道自己的念头内容吗？知道啊，那很理想呢。因为都知道就可以去阻挡它，就可以把它呢这个消除掉。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一念接一念，一直延续延续呢不断。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在生活之中呢，全部都保持那个觉性都在，都是觉，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没有无明，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的无明时间是比较长，那个明
觉的时间是比较短。那我们有修道有研究啊，它会慢慢改变。本来那个不觉的时间很长，现在那个不觉的时间缩短了，然后觉的时间延长了。可有没有努力呀？有空闲的时候记得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缘什么缘不管你想什么都是缘，都把它放下。不管什么好坏，全部放下。全部都放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最觉、最灵敏的时候。只要呢我们培养如朴3年，绝对有功效呈现。那个时候般若妙智慧就会有了。有般若妙智慧有时候我们在应对那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轻重缓急会分得很清楚。然后会应付得很圆满。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按那些你哪怎样？你找不到原因那个就是般若。般若妙智慧，它那个是从佛性本体发挥，不是从我们落入佛天有身体以后去学的。学了不会有般若这是佛性本体才会有。所以一定呢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做万念放下很舒服尤其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一做了就睡着了。可有没有做这个万念放下睡觉的时候马上睡着？明天早上醒过来很舒服，对不对？那个头脑很清醒。那假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明天起来的时候那个头很痛。所以有没有把它试验看看？有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自己本身有试验过那个知道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在那个噪音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一做了会怎么样？已经知道它的结果。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这个样子。噪音的时候就知道结果。那我们哪敢去造恶因就绝对不敢，对不对？所以因果是定理绝对的。那我们呢就是要勉励自己，自己努力。所以这个观妙章呢这个老子讲最殊胜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常无跟常有合在一起，它同时出来不同的名称很玄玄之又玄，非常的奥妙很深远很奥妙。我们呢就是要去追求要去了解。我们追求了解以后我们可以进入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一进入以后就等于进入整个天地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我们只要进入我们佛性就进入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所以呢或者就跟各位勉励。然后我们呢这个接着讲这个第2章观角观角章。天下呢皆知美之为美所以呢这一篇呢这个我们了解说天下皆知就是呢大家都知道美之为美，知道那个好美，然后呢为都去做为美就是已经呢着重在那个名相，美之才为美，已经呢丧失那个本来不是本来本性去做的，是美之为美老子就讲失恶是已经就不善了，就是恶了因为美你才去做就是要那个名称爱人恶肉美之为美。那么皆知呢善之为善施不善。那么全部呢都知道那个善，然后去为善这样呢就已经又是呢不是从
佛性本体发挥啦。所以老子说呢，这样就已经呢不善，都已经呢不是很理想。可是我们以社会现象来说啦，社会现象呢，假如说美之为美跟呢善之为善啦，那已经也很不错了，对不对？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叫做每况愈下了。要到达老子的理想那一种从本性发挥啊，已经是很难啦所以以我们社会现象来说你美之为美，善之为善啊，已经很好了，是不是这样？确实呢我们在凡尘啊就已经落入到已经都着重在名，着重在相。注重名相，我们就已经呢丧失本来，就没有从自己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发挥，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老子的那个本来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各个都回到很淳朴的那个本性，很淳朴的本性你从本性发挥，从本性发挥出来的。那个才叫做真的是善，真的是美，所以真善美啊，全部呢都在我们内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内心保持那个真善美很重要。我们不管这个外面的那个批评，不管外面的那个不管是这个称赞或是呢讽刺都不要管它。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那个真善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得起自己，就是看得起自己，知道呢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这样的已经呢就很理想了，那凡尘的所有那一些变化都不要在意，已经呢不落入那个凡尘的名相。所以老子就讲说，我们都是美之为美善之为善，这样已经呢不好了因为美你就是要这个怎么样隐藏善也是一样不让人知所以老子的那个观念就是见德如偷要建立道德好像小偷一样，都不给人知道所以比较是适宜从本性发挥。那么故呢有无相生所以这个从上面延伸下来所以才用的故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有跟无它互相呢这个生花我们呢这个着重名相以后我们一着重名相以后我们呢所作所为已经离开佛性本体，离开佛性本体以后那个所做的就不很理想了所以老子就讲说有跟无它互相产生我们在凡尘之中也都是这样有跟无它相生，互相会产生像我们现在在凡尘，那100年前我们没有，100年后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有跟无相生现在有它100年后又没有了有跟无互相产生，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凡尘产生的这个现象是我们要了我们的业，然后才呈现所以我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黑绳子会给扭咱的手，扭咱的脚它一拉了，我们就手动了脚动那个就是业力业力整个呈现所以我们到凡尘来是从无然后有了，从有又归无所以有跟无它互相会产生。那我们从这个有无相生的这个道理里面我们就是了解说
不要造业啊！你造了业虽然会归入100年后没有我了，因为有业会不会再来？会被业再推来，对不对？又是那个无跟有又相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从这个真理里面我们了解说我不造，我不造业，没有业可以把我推到现象来。那既然没有业把我推到现象，是不是有自在？我们呢那个佛性就可以自由自在。那个时候呢导师可以发心那个发愿来度化众生，所以那个来是愿力而来，跟我们现在业推来是不一样的，一不一样？不一样。被业力推来，我们是不得不来。那我们愿成愿而来，那个是不管是我们遭遇什么现象，都是非常快乐的，对不对？纵然进入地狱去教化众生，也是很快乐，对不对？那我们假如说是被业推到地狱去那怎么样？很受苦的，对不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文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看我们解读你只要这个做一些那个不合道理的事是不是一定会进入地狱？所以你一定进入地狱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定进去的。所以解读可以了解吗？那个文字是不是很有意思？你要进入地狱，你就去为非作歹你就去做歹事，你就落地狱。那个文字是这样吗？那个讲说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发愿说地狱的众生很苦，他要到地狱去救度地狱的众生。那个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就是要全部了解到它的内容。一定要了解了，不然我们会讲说烦恼即是菩提各位有没有听过？知道它的意思吗？烦恼即是菩提，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起心动念的根源。那个能够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能够起心动念。那假如说我们是进入烦恼的内容，那个烦恼会不会是菩提？绝对不会那个烦恼变成恶，它会促成我们造业。烦恼的内容我们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去应对以后各位姐姐，是不是会有行为出来？行为出来，从烦恼的出来的行为善不善？是不是一定造业？所以那个不是菩提所以我们看文字了解一定要知道像那个永嘉大师那个观恶缘是功德我们会观的吗？人家在这个修眉是不是都是讲恶缘？我们要不要去观？那个我们要了解观恶缘是功德。那个永嘉大师是针对着指着我们彼此讲骂我们来关照他在骂我们的那个恶缘，你去观，这个就是功德，是这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没有被别人指着鼻子骂？我们有没有观？还是骂回去了？把他骂回去了，对不对？不受不接受那个恶意。所以我们要了解文字一出来以后要知道它的意思要完全了解。所以有很多说会背那个佛经佛的经典会背有时候我们背得太熟了，就会倒背如流
各位浅显会产生什么现象？会背佛经啊，又会倒背，倒背如流，会产生什么现象？骄傲，会产生骄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大家拢袂晓，我会晓，我会晓背佛经，个会晓倒背，个如流，骄不骄傲？骄傲会做什么？我们倒是蛮肯定的，骄傲就要当候鸟。所以我们就不会了，就不会骄傲，就是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很多呢都是不知不觉呈现的。我们很努力呀，去修持，然后有一些成效的时候啊，我们一样也会不知不觉骄傲。所以当各位一了解到心理心法、明心见性然后对这个不熟悉、不了解会有什么心态？确实就是骄傲。所以我们要事先这个打预防针。要想说我们在凡尘既然都落入现象的，没有骄傲的本钱。被业推来了，黑喜极苦，很苦的，没有骄傲。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修正，都已经明心见性，那我们要想，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明心见性，都还没有得救，那我也没有骄傲的本钱，要把他们呢全部都度化，让他们都成佛，才可以骄傲。他们都还是众生还不可以骄傲，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凡尘对呢，都有一些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深入的去了解观察，完全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理念，完全都不一样，真的是整个都会改变。而且当我们切实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浅显，身体也会改变。身体本来假如说毛病很多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些毛病会不见的。也会这个影响到我们情绪，情绪都会很高昂。很高昂的时候表现出家人看到很高兴，就会影响到家人。整个呢。那个叫和乐融融，变不变化？就慢慢的都会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我们到凡尘来时间都很短，不过100年而已啦，一定要好好运用，好好利用，利用了这个短短的这个100年，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那个光明使它整个呈现。那都有一些脾气毛病一些坏的习惯全部把它改掉。这样呢，我们做了后我们有目标，然后呢，实际呈现那个效果呈现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对不对？所以生活就非常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呢要朝这个方向走。有跟无相生，然后呢难易相成，这个难易互相形成，困难的事情跟很容易的事情，把它摆在一起我们就会了解说，没有难，就没有显出那个容易，没有容易也不会显出困难，所以难跟易是互相这个显现让我们知道显现让我们去成就难易。那我们呢就要了解说，在修道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说那个很困难尤其呢要改掉我们习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畏难就不做了那永远都没有成就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呢就呢立定目标
难的啊那一些呢事啊，我们从容易的地方入手。每天的生活啊，我们都要过，对不对？我们整天呐，24个小时愁眉苦脸一样也过了。我们整天呢，欢欢喜喜也一样过24个小时。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快快乐乐来过这24个小时。然后呢，要改掉呢很不容易改的那个习惯性呢，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呢，这个只要一有空闲啊，我们就可以入手，很容易去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很不容易改变的那个习惯性啊，会在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它就默默的被我们改过了，默默的不见了，就没去啊。现在呢不好的习惯性啊，因为我们一有空闲啊，就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这个时候啊，那个所有的坏习惯是不是也是万年之中的一眼，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把它放下，放下，放下了，整个呢放下，就楼底没去啊。所以了解说很多是我们自己呀，自己画地为牢，咱拢会想讲啊，我的个性都生爱，很多都会把自己呀定在一个定位啦，就不愿意去改它。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凡尘事啊都没有固定的，都是变化，都在变化，就是因为凡尘事都没有固定会变化，我们修道才有用。假如说凡事都是固定不变化的，我们修道就没有用了啦，都是固定的啊。佛都是佛，众生就是众生，固定的，那修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不固定，我们众生可以成佛，所以努力修，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啊，只要我们肯做，那个再困难的事啊，也都会在很容易的那个情形之下去完成。尤其啊，那个或许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北部的前贤在讲心得分享的时候讲出来的啦。他说那个只要3-5分钟，你只要有空闲3-5分钟，就好好利用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就可以改变了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就可以改变整个家人相处的情形，就可以改变我们那个很顽固的习惯性。就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怕难，只要有心啊，都一定有成就的时候。只要我们肯做，也不会真的做不到了。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容不容易？各位都还没有做出心得啊，所以容易，那个没有力道所以一定得要做不管3分钟5分钟，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身体会变化，你的家人相处会变化，你整个命运会变化你会很高兴真正的在修道的轨道之中竟然剩下11分钟要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吗？有疑必问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有疑就是心中打结啦我们把那个结解开了就可以很宽广都没有束缚。那个上次那个不是有写那个西米嘛那或许一直在说这个名字我们不是有一个河西米吗？河西米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自己没有主张然后呢人家讲什么都跟人家附和，河西米有没有要问的啊？
都没有啊。剩下10分钟而已哦，哦，这个问题不多了哦。要回答问题10分钟哦，大概1、2个问题就差不多了哦。有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我想知道，美国先解还是问题？美国还比我们这边还勤劳，马上传过来。我先请教一下，这是法会判，这是法会和2先对后学说，你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后学百思不解，直到有讲师说吃少点东西身体才会好，才稍微了解。可是还是不太明白要少到什么程度才对。后学平常早上吃1根红萝卜、1根芹菜等生菜或栀子果菜汁和1杯燕麦，中午吃便当，晚上约吃1到2碗面或饭菜，菜多饭很少，应该如何解量才恰当？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呢之前啊，就是有讲过哦，多吃啊有5罪啊，还记得吗？哎，讲讲看，哪5罪？2个。多吃了以后，我们吃多了以后啊，就想睡了，哦，会多睡。然后多吃了以后啊，哦，会多病。哦，多吃了以后啊，会多淫，就是男女之间呐，哦，那个做爱。然后多吃了以后啊，我就不能呢这个歌颂经典，因为有多睡、多病、多淫。所以对那个经典部分就不能够深入了解。然后呢，所有吃的东西呀，都是从地上生长出来，所以我们生早已世间，生早已世间呐，叫世间把它扭掉拔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啊，我们地生长的东西都不吃了以后啊，我们人就会灰了。地啊生长的东西不吃啊，人就会灰。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我们不要吃啊那个生物，生的东西呀我们就是要熟食。经过呢煮了以后才吃啦，不要吃那个生的东西。那要吃多少才算恰当？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体质啊都不一样。那看我们的那个需求，假如说呢力道啊都不够，当然要稍微加多一点点。那假如说已经都可以了，那就可以减少一点点。像或许跟老千一起生活的时候啊，老千那个吃啊，真的是我们一般呢，或许都说那像那我一定会拢会无力。因为那个我们那个饭碗不是很小嘛它大概都是6分到7分而已啦。细碟碗才6、7分。然后那个菜都是一点点夹一点点，不会吃很多。然后呢那个汤喝那个汤啊，那个差不多小碗的半碗这样。一餐呢就吃这样，然后3餐都一样。早上呢有时候吃馒头，吃那个豆浆啊，也是吃很少。所以或许曾经问老千说，您怎么吃的这么少？老人家说这个器官啊都已经老化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消化那么好。就是吃进去以后啊不容易消。
消化，会累积在身上。只要它累积在身上，我们就有那个负面的你想睡啊然后你那个血液不通畅啊会有那种精神不济那种状态出现。所以老先生他说吃的少了以后就可以排除这一些障碍。然后连喝水各位先生，您老要不要喝水？他会问说现在几点？早上10点，下午4点，那个时间他才喝一点水。他平常不随时喝水这么那个生活这么严谨。那或许也问说为什么不多喝一点水？不是大家都鼓励多喝水嘛他说不行，那个就是消化，喝进去会积在体内，就是要排掉不容易，所以不喝多的水。所以我们就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那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它都会有养分营养。那我们假如说时时刻刻精神都外放，那我们会把养分用掉。养分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养分都把它用掉，我们就会感到很饿。那假如说我们是多把精神收回来，都能够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时候精神不外放，那个养分就积在我们体内。那我们那个体内假如说累积那个养分多，或者就讲那个下丹田它会热热的，会热热的。你累积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把我们那个全身的脉络打通。那打通脉络的时候它从下丹田开始，然后就往我们的那个身上那个大部分都会往那个背部先然后呢它打通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产生那个我们外观就会产生那个晃动。所以那个假如说各位有那个经验就不要害怕。有时候呢是左右晃动，有时候是前后晃动，有时候是圆的晃动。圆的也有这个由左向右，由右向左，都不一样的它都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状态之下，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不要帮助，让它自然。它只要通了，那个脉络通了，它就停了。停了以后又会往上面，这个往我们那个头部进来。身体通了，身体不动。然后呢，那个颈部头部不通然后那个颈部头部在动。再动也是一样，它有左右，有前后，然后也有远的也有左向右，有右向左，都这样。然后那个摇动也一样，不要帮助它也不要忘记你就让它自然，它自然已经全部通了，它就停止。所以那个是我们把养分收回来以后，在身体产生的它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外放，精神外放会一直消耗我们的能量就是把那个吃进来的那个养分都消耗掉。你假如说回光返照了那个养分呢都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体内呢我们就可以一段时间以后一直累积它就会有打通我们脉络的那一个机会。那我们脉络都通了毛病就减少我们身体的状况就会很理想。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做这个功夫让我们那个精神外放的精神全部回来那个累积我们那个能量让我们这整个身体都很健康当然我们平常的时候也要运动有运动的话，我们那个血液循环就比较正常毛病就会减少
哦，这个是在养生方面的，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是要靠自己努力啦，哦，不要懈怠，哦，一方面精神，一方面实际的那个身体能够运动，然后精神能够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同时呢进行。点师，各位讲师，各位贤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老天前大德及感谢各位贤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现在研究什么啊？离我们远不远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德经》啊，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良心，这个良心呢就是道。然后我们率着良心去做就是德。然后我们能够维持不变叫做经。所以《道德经》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有没有良心啊？我们社会人士都会说这个良心一个已经去世了，过去，一个还没有出生这个中间刚好是空档，这个是借口啦，就是不愿我们这个真的心理心法班的这个全部的注意力都跑到那边了，有没有啊？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心理心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去认识它，容不容易？我们要把这个研究的真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整个把它呈现。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那个帮助就很大。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上课呢所学的跟我们实际的行为把它分成两节的话，那这样呢我们得到的好处就不多了。那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性理心法，明心见性，了解到我们的心，然后见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才能够成佛。那心明以后呢，会怎么样？不会回答。心明因果不昧，不是吗？我们心明了以后那个因果就不会迷昧了。我们就会这个了解到那个恶因都不能种，种恶因呢，一定会得到呢那个受苦的果报。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真理，都是从我们的那个良知良能，从我们良心出来。那么从良心出来呢就是德。所以这个德非常的多，所有行为都是德，所以才叫做恒沙妙德。有没有听过？是比较少吗？我们比较少接近经典的话就没有听过恒沙妙德了。那假如说我们有时常会看经典的话都会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从我们佛性本体所发出来就是德。因为呢我们是秉着道，
道德，然后维持不变，不会呢这个3、2天以后就改变了，所以呢我们道德经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我们呢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个第1章就是观妙章。观妙章呢就是讲常有跟常无。那常有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2个合起来，因为都是常住，常住的有就是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常住的无就是没有形象。那这个2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呢观妙就是观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第2章呢就讲观角。那观角章呢就是我们在凡尘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那我们呢朝着刚好那个角度去关照去实行，那整个我们都可以把体跟用都呈现所以那个观妙就是观体，那观角就是观用我们体用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去体会它所以那个观妙章最后呢就是众妙之门，所有奥妙呢都从我们佛性本体出来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要观角。那观角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这个有无相生跟难易相成，有没有听进去因为他开头就讲说天下皆知既然天下都皆知，然后美之为美老子说这个已经不是刚好的巧妙已经是皆知美，然后才为就是落入有为，那个是已经是下策了不是呢上策。那我们上策应该就是要了解到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首发，从自性首发，不会说天下皆知美，然后我们才去做皆知善我们才去为都不是那样，而是说从真理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该如何我们就如何那样子就是最上策那我们在凡尘这个应对有上策有中策，然后有下策。那美之为美在现今社会来讲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不要为非作歹那美之为美，然后善之为善这样都已经整个社会很和谐。虽然下策还是可以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呢在老子的眼中这个已经它已经不是本来的因为我们落入名跟落入相有名有相，那有名有相就不是上善最上等的善是不沾名不落入相那个是最上圣所以我们就是来研究了解说呢在老子的眼中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在人生之中呢来追求这个真理。所以在那个这个观角章第2呢就讲第1个就讲有跟无相生第2个呢讲难跟易相成。那有无相生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各位还有印象吗？全部都又还给我了才7天而已1个礼拜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有跟无它互相之中呢产生。我们要知道呢在凡尘我们造了业以后就会有果报我们最开头起心动念才落入凡尘
起心动念呢，才有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以后啊，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我们众生啊，才有业果，那个业啊，那个呈现。那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世界众生跟业果啊，三个啊，就绵延不绝，没有那个停止的时候了。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呢，这个圣贤啊，他就是要我们能够脱离呀，一种绵延不绝的轮回。那要呢脱离绵延不绝的轮回啊，就是要了解真理，要透彻。然后我们自己了解以后，又要去实践，实行。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归到我们本位。我们每一位都是佛啦。那各位贤贤，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佛学都讲，被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觉障碍，我们的知觉性不符合真理。我们都是从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这样呢已经它是属于生灭。那我们把生灭当成本体，当成不生不灭了。所以这样子那个知见已经错误，我们呢不承认错误了，都认为很正确，就是眼看耳闻，它都是确实这样啊。不能离开这个范围啊，不知道说有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啊，那个藏，那个没有形象的，要靠我们体悟的，所以才有这个性理心法。那我们呢能够从性理心法进入，就脱离现象，也不离开现象啊，可是已经超越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我们归到本来的，那一种，最理想状态啊，就是不能有业，不能造了业，有业啊就要接受果报，那没有业了我们呢就不会有那个受生，就是呢在凡尘现象的那个因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能够放下我们的念头，把我们的起心动念都能够放下。各位有办法这个掌控自己的念头嘛？我们都没有去试验过，对不对？然后也认为说头脑会生出念头这是天经地义是正常的现象。不知道呢，说我们为什么会当众生就是因为起心动念，我们有心念呢，才落入现象。那假如说呢，我们心念都已经呢，没有起心动念，也就是没有无明了。我们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不觉啦，不觉才起心动念。那我们保持在觉，纵然有念头，也都在我们的管制、知道，在我们的了解之下，在我们能够去左右它的那一种状态之下。那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可以说都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根据我们的念头来，所以我们有念头呢，就会有行为。所以之前呢，慧学在北部呢，都会先呢，养成教育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呢就会变成你的行为。我们会背了没有？会那背背看。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整个就圆满。所有的思想都是真理。所以
那个儒家呢才有讲说神动而天随，神动就是精神，我们念头一动了，天理又跟随着，这样的念头可以因为都天理，都跟真理相合，所以那个起心动念那个真理都相合就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大部分都不是这个内容，都是我们自己那个产生的，自己的遭遇产生的才起心动念，所以不容易去管制，所以行为下来就会业因形成，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研究呢那个心明的部分，心明因果不昧，那我们心还没有透彻的明了，各位透彻明了心了没有？我们要了解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样所产生的六识我们都把它当成心所以这一些心都是灭不停，变化无常，我们呢不要呢这个呢被它左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研究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生灭的事心能够放下，万缘放下，万缘放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能够呈现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生灭的事心都没有，那个时候叫做无心，没有心没有心的心就是真心，不会变化，不生不灭，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所以即心即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之前已经研究1年的六祖坛经我们也都是在阐释这方面，所以一定呢修道要摸到根摸到根可以成人做佛。那假如说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体会，叫做摸不到根摸不到根瞎修行，很努力修都是在事，都在相，事相上在修了，那个不会成的，再怎么久都不会成，一定要在心性，心性没有形象，靠自己领悟，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了解说凡尘有无有跟无它相生，我们要知道说一些知识分子会说研究因果那个太落伍了，那个太跟不上潮流，会不会？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是铁定的，我们研究不研究那个因果都一定在运转。那假如说这个不相信因果的话，那连呼吸也不要。我们为什么要呼吸？呼吸才能够活下来，对不对？所以呼吸之因活下来是果。不相信因果也不要吃饭。我们为什么要吃饭？才能够活下来，对不对？所以吃饭是因活下来是果。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因果之中？很明显的都在因果之中了，绝对会有。或者都讲现在的这个世态炎凉，就是人心不古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都不能乱看。有时候我们那个黑子子咱的目睭乌鳞走去插，用白鳞来看人会安那？会怎么样？会很惨，对不对？有没有因果？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因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尤其我们修道，
一定呢要相信因果。我们努力修了，进入真理世界了，就可以成就，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可以脱离六道轮回，是不是有因果？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为非作歹，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落入三恶道？有没有因果？很明显的就是有。我们了解呢，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去体会这一些因果真理都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起那个歹念，因为呢起歹念以后我们会去做。尤其我们最不容易发现的就是我们有那个贪嗔痴，各位有没有啊？那个贪嗔痴都不知不觉它会冒出来。我们不加以修持的话还不知道。那经过我们努力自己能够关照把呢外放的那个注意力收回来来关照我们的心境。这样呢修道会进步很快很快呢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魏前进入修道轨道了没有？很理想要真正的进入就是已经在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心之中在呢我们的良知良能的那一种主宰之下生活。所以刚开始我们就讲我们的良心就是道，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维持不变就叫经。所以道德经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很容易，对不对？哇，不相信，都不想把良心拿出来用，那个会吃亏啦，卖用啦，是不是这样？不是那怎么样？什么现象？还在犹豫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老子的最理想就是我们恢复到尘朴状态，就是不要有那个弯弯曲曲的心就是直心，很尘朴的我们的本来我们呢每一个的本来都很尘朴就是一个原来的木头，没有经过雕刻没有做成器具都是原来的木头那个是老子的那个理想。那我们也要了解到我们呢出生的时候也一样很尘朴，可是呢落入凡尘一直感染五颜六色那感染五颜六色以后我们就丧失了那个本来的尘朴，就会用心机这样呢就造了业就要受苦。我们以为洋洋得意结果受苦没有间断，这样是得还是失？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凡尘能够呢按照我们本心来做的话道德经我们都守住了所以那个我们了解呢有跟无它互相产生有了不好的念头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圣贤行列那我们有了那个圣贤的那个心愿就是要度化众生成佛我们呢就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它都没有固定不固定法，看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然后对呢我们行为的实践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有跟无相生，然后难跟易这个相乘困难跟容易互相它会形成给我们看因为有一些人做起事情非常容易成就，那有一些人做同样的事全部都失败，成就不了所以那个难跟易
就变差的很大很多。像或许就讲上个礼拜我们这边这个天气这么的就是干燥跟这个炎热，所以那个衣服不管你怎么晾都是收了，对不对？那或许在基隆很潮湿，就是今天也在下雨现在还在下雨，然后坐车到台北的时候台北就好天气，不过很冷我们南部就热，或许还是穿那个长袖的下来然后到这边才换短袖你看这样子他说我穿这个样子在北部那个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了可是假如说我在这边穿长袖，然后又像北部一样穿，会怎么样？很热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难跟易不同地区就有不同的那个程度显现。然后我们修道也是一样，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养成不好的习惯那个习惯性都是很这个跟真理相合，那我们修习道来就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养成很多的嗜好都是吃喝嫖赌都是样样来，样呢都沾得很深，那我们修习道来就很困难，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是积在哪个方向？是很困难的还是很容易的？容不容易假如说我们有吃喝嫖赌就很困难那有没有没有那就很容易了修习道来就很容易所以难跟易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呢只要跟真理很相近修起来很容易。那假如说呢跟真理离得很远，修起来就很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有心绝对可以改变习性都可以改变的所以一定呢要把那个不合真理的习性要去掉。那去掉呢，我们一样也有难也有易你很决定的心，它就变得很容易什么事情做起来都很容易成功。那我们模棱两可那就很困难做起事来都成就不了。困不困难？很困难所以只要你决定要做，那个事情就变得很容易。所以难跟易相乘。我们就是了解到，看我们的那个决定心，决定心一出来了就很容易专注了。我们要知道说，在凡尘最好就是修道可以把佛性修复到恢复光明很沉浮的状态，那个呢是最有价值的，绝对不会后悔那假如说我们投入凡尘去赚钱，然后呢去要名利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一定会后悔我选不对去选择错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口气不来那个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对不对？我们要在一口气还在的时候就把本性呢修得很光明跟真理都相合相通，这样呢都没有遗憾绝对不会后悔啦。那假如说我们投入别的行业去追求到达那一刻一定后悔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走，只有这个善恶的那一些功德呢跟那个罪垢我们可以带走。那各位要带走什么不要带罪垢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带得走呢就是我们在凡尘的所有行为对众生呢是有利益呢还是有危害
哦，有利益呢，我们有功德；那危害了，我们有罪过。所以在凡尘的生活之中啊，我们自己利益也利益别人。这样的生活当下就已经是天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做起来，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会很容易啊。所以这个难跟易，难易这个相乘。然后呢，长短相形，长跟短啊，我们都了解。没有长啊，就形成不了短；没有短啊，形成不了长。所以长短，那么长，我们了解真理了，就叫长；不知道道是什么啊，就叫短。各位都了解真理了没有啊？这个不太敢自己肯定啊所以我们呢就在努力之中慢慢的在加长加长呢它的宽那个长度啊一直增加所以长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能够了解真理了那个叫长。然后呢不知道道叫什么呢，那个叫短。我们看到一些人啊，他不知道道是什么，做出来的行为啊，我们看了会怎么样？大概是摇头啦，对不对？会不会摇头啊？那在那个不知道道是什么的人啊，他做出来的行为已经业因啊，已经形成那个造业的因啊，已经形成了以后呢再接到缘啊因缘汇合就接受果报。那假如说我们对这个了解啊那个真理的人，我们会怎么样的那个观感？各位前贤，我们对了解真理的人啊，怎么样的观感？是不是想学啊？是不是赞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我们那个对真理的了解。真理了解以后啊，我们要知道受到利益的就是自己，因为不造业，不受苦最起码心里面啊非常快乐。各位前贤，心里面快乐吗？是真快乐吗？我们要体会那个儒家那个颜回啊他的那个遭遇啊，等于是说在凡尘来讲很困苦啦住的是那个违章建筑啊，然后吃的是德公啊饭啦，啉的是好遐的水啦人不堪其忧，就是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去忍受他那种生活。可是回不改其乐啊颜回很快乐请问颜回的快乐是装给我们看的吗？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快乐。那他为什么快乐呢？有记载儒家那个诗集啊有记载，得一善，就是得到了得一善啊，前无因，终身无失就这样就得到这个道，就是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他已经得到了，他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啊那个真心佛性本体上面，已经不动。所以外界的苦啊，他都不看作是苦外界的一切影响啊，都不会影响到他内心。所以这个认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他已经知道宝贵所在。他早死也是死了，晚死也是死了都是要死啊那个平寿不是820岁，有没有死啊？一样死掉了啦。颜回32岁就死掉，可是呢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是榜样
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在凡尘应该努力的方向，就是呢，全部追求啊，生不灭啊，佛性本体，把心安住在佛性本体，这样各位会吗？可能会想，我把心安住在佛性本体，不多尾巴，会不会这样想？这个时候正在思索，到底这是结果安哪？正在用心呐，这是正确方向。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人在凡尘啊，最怕呢就是茫茫然。我们有没有经过茫茫然？就是不知道要安怎做才好，所以那一种状态就是心无主，那你心没有主人呐。那我们现在心有主人了没有？很笃定的对，我们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培养，把那个呢不生不灭啊，那个佛性本体把它启发，它就是我们心的主人，所以只能够成佛呢，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要启发，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然后呢，由他来指挥我们的视听言动。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不是我们那个佛性在主宰都是我们感官在主宰啦。所以各位就看这几天啊，那个北部百货公司不是开了很多家嘛那个吓死人了，那么多人都去抢购，钱啊都唔免家己去赚。拢家己引的安尼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是感官啊，在当下，就是被虚幻的不实在的荣华那一些虚景啊、假景象迷惑，那个可以得到什么？各位浅显，可以得到什么？虚荣心的满足啦。对不对？会不会？我们要求虚荣心的满足吗？那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这些虚荣心变什么？就是推我们到地狱的推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都虚幻不实在，我们不追求这个。我们所追求啊，就是非常的笃实，非常的实在的，在每一分钟，每一秒，生活的都很实在，很踏实。全部呢，整个啊，不生不灭佛性呢，光明都呈现。一念万年啊，万年一念，都值得在我们当下，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去呢追求那一些假景，那个景象都是假的啦，那个不真，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所以我们要立定啊志向，就是要让自己呀脱离六道轮回，唯有做佛啊。不求一物，跟六祖一样，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啊？考虑考虑啊，这个还是要赚钱吃饭，我们要知道不违背啦，我们呢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啊，不违背我们赚钱吃饭，日常生活我们都需要了。那个都是正常的，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只要说是正确的那个生活，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都要去实行，而且修道不要撇开凡尘事啊，凡尘事之中啊，也都是道，我们就在道之中，所以只要啊，我们秉着良心，良心就是道。秉着良心来做事，做出来就是德，道德维持不变就是经，道德经，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把它实现。我们会落入六道轮回吗？不会哦。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按照我们的良心来做，这样就不会落入六道轮回。就已经不造业、不受苦，已经解脱了。所以我们那个长就是了解真理，一定变成我们专长。短就没有了。长短相形，短就是不知道道是什么了。那个已经去掉了。长短相形，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跟或许写的那个讲义完全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啦，所以各位回去有没有看啊？这个很老实啦，拢无看，都无用啊，对不对？因为很忙啊。各位忙不忙啊？辛苦是无讲很忙啊，可是心拢真忙。你看那个忙怎么写？顶天立地的心已经死掉了。忙，顶天立地的心已经死掉了。忙，所以我们要维持身体很忙没有关系，心要很清闲，很清净，它就没有忙啊，没有忙心还在，不会死掉。所以我们或者说我们那个中国文字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像说昨天这个有人在讲。说我们有三魂七魄然后那个植物它也有生魂啊。那我们吃植物跟吃那个动物有什么不同？然后或者就讲说我们中国的造字很有意思。你看那个肉怎么写？一个阴阳门，对不对？然后那个肉的上面一个人是一半在上面那个上面是阳。一半在下面，下面是阴，然后那个下面那个阴底下还有一个人，对不对？那个就是全部阴了。全部阴那个就是畜生道。那我们上面这个人他半阴半阳，就是我们人道。那我们人吃肉吃久了以后会顶落会不会？那下面那个那个再缓缓的也升起来。我们跟它相反相对调，那顶了一倍起来所以那个肉很有意思我们不要跟它结恶缘吃它的肉就是要还它了我们这个养那个畜生起给这个养大要抓来杀的时候有没有拿去称一称它有多重？有没有？我们自己养的为什么要称呢？不是要卖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是要了解说我给你讲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的时候不要讨过头了所以叫戒吃啦，救家，改救来家啦爱还买要还我们将心比心他做的不好，为非作歹，才会转成畜生道那我们把它杀了来吃我们杀它的时候，它就一直你给我记你给我记你给我抬就是这样子就冤冤相报。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不吃了以后，不跟他结恶缘就不会这个讨债的我们就容易本性修得清净。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凡尘都有吃这一些动物的肉，
所以我们凡尘才有战争啊，才有这一些刀兵这一些灾难。假如说我们全部都没有杀生的话，那这一些战争都会消失了，都会没有。所以我们要培养了解真理就长了，这样了解吗？长短这个相齐，然后高下相齐呐。这个高呢就是人格健全，人格健全就是高。然后那个下那个下就是低嘛那个就是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然后相齐是互相推挤呀。人格清高的人，他不会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人格不会健全，是不是呢？高下相齐，那个秦就是秦败，要赢你，所以我们在凡尘呢，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要了解那个人格健全，人格清高是不是我们要自己培养？我们可以骗得了别人绝对骗不了自己啊。自己的健不健全、清不清高自己知道。各位天贤，我们人格健不健全？你看看，拢唔敢不敢承认自己人格健全，那就有亏欠了有没有啊？他也不承认啦，没遐厉害，大概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顶天立地配为三才，跟天地齐肩，天地人人为三才之一，跟天地一样大。我们现在敢不敢这样说？敢不这样说？讲咱甲天地平大，那个老辈一定会讲，唔通讲基因不大无小，他会呢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能那个样子那么自大，是呢我们不表现自大。最起码在我们内心我们一定呢要了解到，我们人这个跟天地是一样，人跟天地没有两样，所以一定呢要提高自己，跟天地一样，天生地养。那我们人做什么？我们人调节你看。咱一寡改良的物件，不是改良到拢足好食，安尼就能够卖钱，有没有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机中调节啦，天生地养，然后天地不会讲话，我们要代替天来讲话。那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讲的话，是不是天地之中，天地希望我们讲的？是不是？一定不是才回答出来，因为我们在讲都是自私自利的话，都是一些没有营养、不需要说的。所以假如说各位假如说在外面坐车听人在闲聊你听一听他的内容这10句有11句拢废话。那有一句在合拢那一句还没有讲出来，那句也废话，没有用所以我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本来这个福都蛮多了。因为讲话太容易轻易出口，所以把福都用掉了，从嘴巴讲话用掉了
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没有讲话是默认哦。本来都没事啦，因为我们很喜欢讲话哦，事情就很多了，有没有？所以那个话是天地讲的吗？天地是希望我们很多事吗？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因为我们讲话引起很多事，我们要检讨，不对了，造业了，谁要受苦啊？造业的人受苦哦。所以那个话就不要乱讲，讲出来要对大家有帮助，人家呢正这个挫折的时候，正失意的时候，你去鼓励他，那一些话就很有价值，让他能够呢，继续求生，能够有那个旺盛的生命力，那个话就很有价值。可是我们大概都相反呢，都是这个怎么样，锦上添花了，都不学礼送他，对不对？又默认了。所以在凡尘我们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很清高的人品，品格呢高超，很重要了，要呢对自己看待自己就是要跟看待天地一样，不要把自己看得都一无不知，所以我们那个观念就是有待加强，要呢自己努力，能够呢真正的活得很有意思啦，活在凡尘都不会说白来了，这个高呢下相齐，然后阴呢声相合，阴是细音然后声呢是大声，我们这个讲话之前这个还没有还没有成听得懂的，没有办法分辨的那个叫音然后已经呢可以分辨的那个叫声，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声因时而虚名，声音因为实在有，然后呢虚在空气之间，它呢明放，大明大放，声因时而虚名，因因虚而空应，因为虚而空应，声因为实而虚名，听懂意思吗？声因为实实在在有有声是不是在空间空气之间，然后明放，声因实而虚名，然后因因为它虚，咱要讲的进行那个安尼安尼就已经成声啦，迄号做音啦，音都还没有成，所以音呢因为虚而空应，这个空间相应，知影意思不？所以我是了解就是呢告诉我们它会呢相合，怎么样的起头，它会怎么样的结果，开始来了以后，慢慢就会形成，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因，就是我们的酝酿，然后声已经显象，因是酝酿，声呢是显象，你知影无？我们呢，这个有一些不管是我们的做事情，或是呢这个写文章，都有那个酝酿的时候，然后呢酝酿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写下来了，就成事了，所以这个它会相合。那既然音跟声相合，我们呢就是要保持全部呢都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性呢发挥，
从本性呢发挥出来以后啊，它整个相合啊，就不离道，所以呢这个音声啊相合，然后呢前后啊相随，前啊我们还没有落入凡尘，那个称为前，我们还没有出生呐，称为前，然后呢出生了以后啊，就称为后，落入凡尘以后啊，就称为后。然后我们现在努力啊，研究真理，修道，就称为前。然后以后啊，能够修正，能够成道成佛了，那个叫后。所以前跟后啊相随，就是一定呢，它会随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掌握到那个因呐，那个重要的因所在。前面的因，我们呢都是行善，那后面的那个果报啊，一定是理想。那假如说前面的因，我们都摇头，那后面的果报啊，一定是很坎坷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前跟后啊，都是相的，互相随从。然后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都是一样。所有的我们念头，所有的行为，它也都前后相随，都呢互相呢会这个随从。所以接着老子就讲说，是以啊圣人处无为之事，就是因为啊完全都是互相对待。那么圣人呢，他就处无为，无所作为，没有企图，没有那个名相，无为。那无为就是我们佛性的，就是佛性本体，它是无为。所以那个圣人啊，处无为之事，无所作为那个事情，就是没有企图，没有目的，该如何就如何。像呢这个天地间呐，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地啊，它呢一直啊这个生生不息，它就处无为，无所作为啦。天地呢没有作为，那个自然而然，春夏秋冬呢，自然运行，万物啊自然生长，那个呢都无为，无所作为，不是呢他有心去做啦，也是自然呈现。所以圣人呢，就体会啊天地之间，那个自然的那个事情呈现，所以处无为之事。然后呢行啊不言之教，所以呢这个圣人他做出来呢，那个呢都是不用语言，不落入呢语言，那个教化呢，不落入呢这个语言，行呢这个不言之教。最重要的，我们在凡尘啊，能够进入这个修道的那个状态，就是要体会啦，要体会啊，那一种无言呐，这个教化。像说我们呢这个教导晚辈啊孩子啊，说你不要抽烟，你不要喝酒，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先呢要做？自己本身呢先不抽烟也不喝酒，然后呢自然呐，我们要教人的话，他也会学，不用说出来。假如说我们这个一直在这个抽烟呐，一直喝酒，然后呢教导人家说叫人不要抽烟不喝酒，那是不是就这个言行不符合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不言之教很重要。父母亲呢，怎么这个做呢？那个儿女啊会怎么学？就会学习啦。所以这个在家里面的那个所有行为就很重要。所以那个行不言之教，就是要以身教，代替言教。不用说话，你只要本身做的那个晚辈都会学啦，他自然会学，所以呢，这个很理想的是一种状态，万物啊，作焉而不辞啊，这个万物，天地之间万物它呢都是
这个生生不息，他不会推迟啊，不会这个很疲劳了，不做了，不生了，不会只要我们这个经营的得法你就是有这个种子，然后呢有土壤，然后有阳光，然后有水分，然后呢照顾它一定的生长，所以万物这个作焉而不辞。天地之间呢就是这个样子很努力呢在这个生长万物。假如说呢天地之间没有这一些万物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这个生存的下来。就因为有万物呢作焉不辞，然后我们才可以一直繁衍一代接一代。所以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天地之间呢就是这样呢自然而然生而不有这个倒是比较我们要了解说天地之间呢生而不有，它生长万物不会呢去仗势不会去说这个是我生的。那我们应用在我们人事方面来讲我们也一样生而不有我们生了儿女，然后呢不拥有。各位先贤，我们生了儿女以后拥不拥有？拥不拥有？我们整个大环境整个社会拢把那个囡仔生下来的那个儿女都当成自己的财产，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都生而拥有，不是那个生而不有，生了以后不拥有。所以这个要从真理着手，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生出他的身生不出他的佛性所以佛性跟我们是平等。那我们呢生下来以后要把他当朋友看待，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都会这个讲说你是我生的，你就是要听我的话都会这样对不对？所以老子他就跟我们讲说生而不有，我们生了他不拥有他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平等那个思想没有说这个我们呢这个长辈父母亲就非常权威啦因为不拥有的话教导就很正确。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那个就很正确，因为把它当成是平辈，就是呢佛性平等。虽然呢身体是父母亲生的，可是佛性是平等身体是父母亲生的，所以要教导他呢怎么样在凡尘立足那个是需要所以要这个教育那个教育需要没有教他不会一定要教育。可是呢在我们内心深处不要把它当成财产所以这个生而不有非常不容易老子呢就告诉我们说像天地它也是一样生了万物它不会说这个万物是我生的没有那一种拥有万物的心假如说天地呢它拥有万物的心我们在用的时候会不会很这个就是用得很这个自然而然我们要了解到这是我你别再给我用我们时常会有这一种情形会出现那个就是生而拥有。那你生而不有它就不会有那个局限所以老子呢告诉我们说要学着这个天地，然后呢畏而不恃
为就是去做，啊，那个事就是仗势，仗势呢，就是克谁啦，你我起大汉的呀，我们都有那一种那个势仗势，然后我们去做，努力去做，然后不仗势，为而不施，向呢天地之间，一直生长万物，可是它不仗势啊，这个是我生的，要跟天地一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融入真理，所以呢为而不施，然后功成而不居，这个功成我们处理呀，这个完成了，使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调节了，功成了，但是呢不居功，我们呢教育孩子让他能够立足在社会，对人类非常有用，可是我们也不居功，这样容不容易？不容易可是我们就是要从那个真理的角度来看，毕竟呢我们在凡尘的所作所为都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小，然后不要呢说我们能够呢有多么大的那个贡献，所以我们最大的弊病就是呢会居功，而会夸耀自己的功劳，然后我们就是了解说，老子告诉我们呢，说功成而不居，已经呢都做完成了，可是呢不居功。老千呢时常告诉我们说，要呢这个推功呢要揽过，把功呢推给别人，把过错就是揽到身上来，这样可以韬光养晦，就是可以利益别人，他能够呢这个自己那个涵养很深，就是非常有内涵，能够这样做的话大家都会喜欢呢跟他相处，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这个自私自利那别人喜不喜欢跟我们相处？就不喜欢了那假如说呢能够我们做到那个推功揽过，功劳呢都是别人的，过错都是我们喜不喜欢他在一起？就会很喜欢所以我们了解说将心比心那我们呢也实际去做，没有那个呢也一样那个完成的东西都虚幻，都是假的，我们能够呢尽心尽力就能够呢这个呢得到内心的宁静那个安稳。那么夫为弗居是以不去，因为呢我们不居功，所以那个功呢我们也都会这个记得是谁完成的，对不对？虽然不居功我们也不会把那个功抹杀，虽然你一直夸耀自己的那个功劳，可是人家呢嘴巴也都不说了，所以要知道说这个凡尘有时候都是相反，相反那一种这个事会呈现，然后我们呢就是尽量合乎那个真理，所做呢所为都跟真理相合。那跟真理相合呢，最起码我们呢自己内心宁静，把心都安住在不生不灭真理上面，把心都安住在佛性本体上面，这样呢我们不要等到以后我们呢当下就已经呢回到无极里天。刚才我们唱歌不是要回里天吗？不是等到以后我们一口气不来才回去的，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回去，只要我们都跟真理相合，就在里天啦，这样了解吗？各位浅浅，里天在哪里？就在我们心中里天呢就在心中理气象，我们要了解
离呀、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气呢，就是我们呼吸之气；相就是我们身体。理气相呢就在身上。理天气天相天都在我们身上。都在当下了。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当下呢，了了分明，当下呢，都是知觉性很强，那个呢就是理天了。我们都住在理天，不用再另外再找。各位浅显，只要说另外找的话，要到哪里去？到太空去在那个太阳系的外面。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佛性它是非常的奥妙。尽虚空遍法界。不只有太阳系啦，整个虚空全部都是。都是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要我们努力的去研究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可以进入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之前或许不是都常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嘛？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玩过那个照相机照相机呢要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以后照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因为很笃定的不动的，然后照出来很清晰。告诉我们我们佛性的一样，如如不动，不动。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景象也非常清晰。纵然我们头在动很快，我们看到的景象也是了了分明，很清晰，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如真如。我们已经到如的本体就能够感应而来，就如来。所以如来是我们本身不是呢在讲的释迦牟尼佛，是如来，而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如来。我们进入如了没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称为如真如如。所以我们修呢就要进入我们那个不会生不会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如了。然后我们能够久的时间来培养它，都可以感应而来。感应而来的时候那个是大用大用无限。我们的佛性功能大用无限。可是我们现在本体还没有培养茁壮，大用呈现不出来。能够呢有六通就不错了。可是六通我们不用去追求，它自然具备在我们佛性之中。我们修正了以后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才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第二章呢观角。各位会观了没有会观角了没有？就是刚好的角度了。我们应对进退在凡尘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对不对？这个不管事情不管形象一样都有一个刚好这个角度了。这个很微细的就要靠自己体会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呢该去拜访朋友，什么时候不该去是不是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该唱歌什么时候该哭泣有没有一个刚好的角度？该笑的时候我们在哭，该哭的时候我们在笑，可不可以？那个角度不合啦。所以我们就是要能观角，刚好恰到好处那个叫角然后能够观妙妙呢就是我们不变之体，那观角就是我们随缘之用。这样会了吗？不相应。你讲几波拢直接搞催眠呢？有没有
比较好睡了哈。或许不阻挡啦，为什么？因为或许有讲过，当你在这个朦胧那个度孤的时候啊，不会做梦，然后也不会起心动念，那个是中道最理想的状态啊。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你那个朦胧，体会啊那个朦胧，都不落入两边，也不起心动念，也不做梦，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呐，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呈现的功能作用，很殊胜。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有没有度孤鬼？很理想的哦，各位先生，那个度孤很理想的那一种朦胧，就是不执着两边呐，也没有善也没有恶，都没有那一种状态不会起心动念，也不会做梦。可是假说我们在研究真理的时候，经典看经典的时候啊，一翻开经书，然后就想睡，然后那个经书一盖起来精神就来了，那这个就不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很明显的那个业力啊现前，那个业障啊要来讨债，他不给你看，你明明欠我钱啊，怎么可以不还？因为你修正了，你都不用还了，所以他不让你修。那我们要怎么办？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在现象我们身体方面，就是要做一些那个善事，利益众生的事在身体的方面去做一些善事，然后在精神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强打精神，在那一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把这一些克服。只要你肯用心呐，那一些那个业障业债主啊，他会这个考验你的那个耐心，看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已经呢非常有决定心的时候啊，那个债主他就无法度啊啦，债主无法度的时候他就会离开。那离开的时候啊，你精神就有了，精神有了看经就看得懂。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朦胧的时候啊，它是目前是在中道之中，是看不懂的，已经在那个本体之中啊，那个道理呀，看不清楚了，不知道。当你已经呢非常清醒的时候啊，那个就可以进入。那进入到真理我们又可以深入到法性。那一深入到法性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所有的我们冤冤债主啊，我们都可以还清债务。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非常富有它非常的大的那一种含藏，叫如来藏含藏，含藏整个三河大地。你看所有那个财宝是不是在三河大地之中？所以含藏在我们性分之中啊。那我们欠众生的那个债
一定呢也都是脱离不了这一些有形有相的财产。那我们新闻里面啊全部具备，都不缺，只是我们没有修正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呈现。那我们努力啊修正了以后，一进入新分以后啊会了解到它无量无边，非常广泛，所以啊所有的债务啊都还得一干二净，都不缺啦。有没有那个仙佛坐在供桌上在打杜姑诶？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成仙做佛了以后，他可以那个精神饱满，就是因为啊，他已经呢恢复到本来，已经呢回到正位。那我们在凡尘啊，就是怀疑的心太浓厚了。各位有没有怀疑的心啊？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怀疑的心啊，就是那个模棱两可，模棱两可的心啊，都很浓厚了，就是因为这样才害我们这个不成就。我们用文字讲大概就是因行啊，因的因啊，然后循环的循。了解吗？我们就是在凡尘啊，被这两个字害了。因行，没有要呢，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个心。假如说我们有的话，追求真理啊，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答案呐，会不会出来？一定会出来。所以或许以前啊。没有人可以问不到答案，各位啊，要怎么办？或许那个时候体会了，就是问天呐，说师之啊，天告之。你只要用心去思想，你的答案上天一定借人。借事告诉你搬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我们用这么这个虔诚的心呐来追求的时候，那个出来的答案，真的就是很理想。像以前或许新闻那个仙佛不是来批训吗？有时候还会。那个调剂啊，一些歌让我们唱，有没有？像那个春梦啊，它就有那个骤雨之靴啊，寒蝉击切。那个时候或许就把这个8个字啊摆在或许的这个书桌前面，连续看1个礼拜。所以你在讲什么？骤雨啊，初歇。然后寒蝉凄切，8个字。我一直在想说，是在搞我讲啥？为什么会这样？骤雨就是突然间很大的雨来了，它已经停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真理了。那个很大的雨它不下很久，很大的风一样，它也不会吹很久，很快就会停了。那寒蝉呐是夏天的时候在叫，它的生命才7天呐，一出生以后啊就一直叫到它死亡为止。那变寒蝉，它不叫了，那为什么不叫？本来是夏天的蝉，为什么变寒？变寒寒冷的冬天。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呢。佛菩萨一直告诉我们要修道，要修道啊！我们都这个不把它听进，不听进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会遇到灾难。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各位学姐怎么样？我们又要求仙佛了，对不对？
他先有事先跟我们讲了，对不对？啊，我们听不听？之前讲都不听嘛，哈。他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听不听？就变成了凄切、凄凉，非常凄凉，哦，很哀切、寒蝉凄切。那我们呢，要不要变成这样？哦，所以我们不要呢，以后遇到灾难呢，才来说啊，我要在迄句嘛较久来修的。哦，啊，都遐简单啊，哦，啊，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好啊，对不对？简不简单？不简单啊！哎，要做透彻哦，万年哦，所有的哦，都全部放下，哦，一念不生。哦，这个时候啊，所呈现的就是我们哦一念万年一念的那个哦圆满的光明的佛性本体，不简单无？本来哦，我们要知道啊，最普通的哦，我们社会现象哦，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哦，最简单的就是最高深的佛理。最高深的佛理就在最简单的现象之中，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不要看轻它啦，哎，绝对哦一定要铭记在心，只要你有空，3分钟都可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然后呢培养那个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让它能够茁壮长大，就有般若妙智慧。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啊，那个真理的认识啊，很容易啊，哦进入，哦我们很容易啊认识真理。真理一认识以后啊，佛性的定也就呈现。哦，啊认识呢那个般若那个慧，哦慧跟定慧啊，它会互相帮助。定越多呢，慧就越强。哦啊这样两边呢，哦就很理想。会造业吗？绝对不会啦，是不是已经解脱了？哦，啊，自己解脱又可以啊，哦，引导众生解脱，哦，是不是可以到很理想的状态？对不对？哎，所以哈、哦，我们在哦这个日常呢生活之中呢，哦，就是一定要哦融入整个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整个都在，不要呢在凡尘的尘垢之中，我们去追求凡尘啊，或者都讲到最后一定会后悔。哦，没有一样东西哦，我们可以带得走。你看啊，这个社会现象哦，都呈现给我们看。哦，当很有钱的时候哦，哎，他可以利益众生。当哦转给那个下一代的时候啊，一直在出事的。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德性不够了。哦，要争财产，哦，是不是会出事的？哎，那个德性哦不够了。哎，我们要了解到哦，要哦这个遗产要哦给那个祖孙的时候啊，哎让祖孙哦哎去争啊，这样不好。哎，我们把这一些哦。也可以帮助众生，然后祖孙呢自己去打拼。哦，他够聪明，他能够生活；他够愚笨呢，也不要让他哦把这一些哦上一代啊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把它挥霍掉。哎，所以我们哦留给后代啊，就是要留给他哦那个功德，对吧？要留给他，钱财就不用了。哦，我们钱财啊，哎，我们在世的时候好好哦去发挥，哦怎么用就怎么用，哦利益众生，绝对哦留给子孙不会是好事，哎，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就是这么现实，你太有钱了，哦那个后代啊，哎就不争气，
能够延续呀，那个德性啊，才是我们要去研讨的。像孔老夫子到现在啊，他的后代第几代了？像70几吧，70几代嘛，79，到现在都受人尊敬，2560年，孔老夫子啊诞辰，到现在啊2560年，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他所留给后代的就是德。那一种呢，教导众生呢，怎么样来这个行持不造业，就是留给众生啊这一些德。那我们呢，也就是要学，学呢这个实在的，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凡尘之中，自己啊能够行持啊有德，然后也能够教导我们晚辈啊一样的也去行持朝着这个德的方向去努力。这个才是很重要啦，对不对？那我们呢，这个接着就讲这个第3章安民章。不尚贤呐，使民不争，就是呢不崇尚那个虚名。那个不是呢，叫我们说不崇尚圣贤，不是那个意思，是说假名啊。我们凡尘因为有这一些名跟相，然后我们呢为了追求名跟追求相，才会产生很多问题啦。那假如说我们不崇尚那个很好的那个名称啊，这样这个名就不会争了，就不会争。所以我们先把它引用到我们这个身上来，这个名啊，人名，各位先贤，人名是谁？自己这个人名啊，我们要先了解说，是我们的6根呢对6尘产生的6识，那个就是我们的人名。所以我们要先呢使我们的那个6识啊，不追求假的名称，所以不尚贤啊，使民争。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都会崇尚一个很好的那个名称去追求，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的6识啊，在发挥作用？就是6识在强力的去追求。那我们呢，就是先安民，先安我们的6识，让我们6识呢都能够知道，知道呢这个真理。说那个假名啊，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真名。各位先贤，真名是什么？真名呢，没有名啊，没有名称，真名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真名，真的名。那凡尘所有呢都是假名。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也都是假名，因为啊，我们前一世啊不是这个名，我们下一世也不是这个名，这一世才用的，是不是假名？都是假的名称啦。然后我们不崇尚这一些假名称，所以不尚贤，就使民不争。我们不崇尚这一些假名，那我们的6识啊，就不会有那个想去争的那个念头，那不想去争了，就没事了，就是我们想争了，我们看看现在社会啊，争不争？很争，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啊，那个手段都是很龌龊，很下流啊，就是把别人踩在底下，自己呢高高在上，对不对？都是别人都过错了，自己全部都没有错，这样好不好？
风气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呢，那个已经呢，都违反我们本性了。纵然您能够有当上那个假名位的时候啊，你风不风光？一点也不风光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管理众人的事啊，就是要像我们古代那一些三官大帝那样，就是呢无为治，要人民自己管自己呀，不能呢用那个霸权大道来管，人民自己管自己呀是最理想。然后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一落入啊有这一些这个官员，那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当了那个位的那个官员呢，就是要照顾百姓。那假如说没有那就欠百姓就有缺欠了。那有缺欠他在转世在现象就不会很圆满，就会有缺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领导者，你都一直在念财呀，是不是众生的那一些血汗钱？众生想不想要回去？那会变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这个念的财啊，一生你千万生还不完，诸生千万世啊，都还不完啊，还没了，一直都欠人啊，那何苦来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果是定理啊，绝对的道理，没有说平白无缘无故啊呈现出来，不会，有因就有果，那个因果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了解这个真理很重要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做一个比喻啊，说一块铁已经烧红了，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呢，还是不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不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啊？可是这释迦牟尼佛说的答案竟然跟各位不一样。他说两个都一样，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都一样烫得厉害。跟我们想象竟然不同，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理的东西啊，就是好像那一块烧红的铁，那你不要有借口我唔知影啦，我这做唔对。你跟那个知影一样，罪过一样，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这个找借口，所以或者开始才会讲，有良心的一个都死去，一个也未出世，我们都会这样找借口来安慰自己，所以我无良心嘛紧。是不是这样？那个叫找借口啦，是我们不愿意去实现，我们愿意实现的时候啊，就不会找借口，那不会找借口的时候啊，我们会面对，然后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承担，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造业，不容易造业就不容易受苦。才可以解脱了，没有侥幸的心。各位先生，侥幸我们台话怎么说？好话还是坏话？所以这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崇尚那个假名，使我们的那个六世啊。不会起心动念，都不会呢，
去争这个不必要的那一些假名相。那么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不贵，我们呢就是呢不贵重那个难得之后。难得之后像一些金银财宝，那个很难得啦。那一些东西因为很难得，所以价值很高，然后我们都想拥有。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呢，假如说贵之一些难得之后我们现在以这个社会的现象来讲这个我们小命都不保，因为你太拥有太多的话。会怎么样？人家会起盗心，对不对？就是想要把你灭掉，然后侵占你所有一切，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真的到达什么状态？不贵难得之后了，所以或许那个时候看到有一篇报道，说呢一个人他在家里在做的时候坐在家里。然后有一个小偷进来翻箱倒柜然后他跟那个小偷讲说我白天都找不到，你现在天这么黑你怎么找得到呢？可以知道意思吗？我厝的物件都拢无价值的啦。我日时咧找都拢找无你即马这暗暝哪找有？这样的生活怎么样？我们说会很困苦吗？很潇洒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说这样这个小偷进来，你爱啥你自己摕，会不会发生生命危险？不会这样生活好不好？好啊。我们真的假如说不贵难得之后我们不去看重它，因为毕竟我们一口气不来也带不走了，我们生也没有带来，所以不看重它，我们在凡尘有得用，可以用的够用的就好了，不用去追求那个难得之后，我们不看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呢在凡尘就是超越一般人，太富有了，人家看了都会嫉妒了，嫉妒会出事情的，对不对？那我们不用做那个样子，这个有以礼共享，可以捐献给人嘛。你看那个屏东尾彩那个陈世吉不是赚了那么一点点钱吗？他竟然还可以盖一个图书馆送给学校，捐款算千万的，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子？他就是把那个看得很开，不贵难得之后，有钱了就是要给有用的人用。假如说我们都有那一种心的话，整个社会很光明，对不对？这个有困苦的话，有人帮助。就会过得很理想，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这几天的那个报纸就登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老家了他看人家那个面炉的那个车真差，伊去把伊迄个车头迄个引擎盖去把它刮伤了。因为那个监视器都有拍到，他拍到以后，那个车主就是要他赔偿30万，爱去过去考察，赔偿30万，结果那一个老人家赔不起30万，结果掉刀自杀。那个家属跟那一个车主谈判，讲会当赔较少的，因都无遐济钱，伊都车主都不答应，一定要坚持30万，结果他被那个30万害死，30万害死人，
你看这个纠葛啊，清不清？你即马死去哦，会去找迄个车主啊未？你甲我害死啊吼，会不会去找他？那个车主哦，你看嘛，你困会安心未？迄风吹草动吼，可能来咧找我哦，对不对？所以凡尘事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得饶人处且饶人啦，那个毕竟呢都是身外物啦，不要呢这个苛刻，你太苛刻呢都是对你自己，闲滑。我讲的一世人他在脑海之中啊，都会牢牢记住30万害死一个人。而且中间那个过程没有说一下子他就马上自杀，家属一直跟那个车主谈判，讲拜托啦，阮都真善赔较少的啦，不是讲唔赔啦，较少的安尼，不要就是不要。然后他又不是一次自杀就死掉了，第二次自杀就死。你看是不是可以有缓冲的那个余地呀？他就是坚持不愿意。不爱落，计小30万就30万，不爱落。说他是要坚持真的坚持一生的受难，时时刻刻啊，让我熬夜。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说熬夜来我才不爱提迄酒米互念。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啊，我们那个诸行就是我们主人翁啊，没有很强盛的时候啊，有一些幽冥鬼魂，他会进我们的身啊，就是来利用我们的身。那个时候我们会心神不宁。那心神不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就是没有跟他结怨。没有跟那个幽冥鬼魂结怨，我们可以用那个佛讲的咒语啊，来跟他看是要帮助他呢，还是要赶掉他，可以有这方面的那一些佛讲出来的咒语。那假如说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死人才有黑影跟着他那我就不做那个事，你去受你的自己造的那个果报。是你自己造的业，自己去接受，一生之中到你一口气不来为止。厉害的话还延续到下一生。我们有时候不甘愿的时候是不是会一直跟着，没完没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养认识真理。我们认识真理呢，容易这个走入真理世界，也容易原谅别人。那也容易去解决所有别人的一些疑难，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一进入到这个道德经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实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率着自己良心，良心就是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道。那个呢，就是我们呈现的能够很亲切的，就是良心，良心就是道。然后我们顺着良心来做，就是德，所做出来全部都是德。道德常而不变，你能够维持都不改变，就是经，道德经。这样会了吗？会不会做啊？要不要把道德经都带回去啊？不敢带啊。所以我们那个旁边两边都有那个讲义可以带回去看，多接触不同角度的说法，因为或许写的跟现在讲的不同角度不同，那我们要接触广泛一点，不能只有接受一个角度，这样懂意思吗？你提灯去看，跟我现在讲的无同。那角度不同，那我们可以活用我们学了以后
就是要活用，真正的可以用，它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呈现，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努力，还剩下11分钟，有要问的吗？好，请说。这边有西兰的道亲要提问他说，后学世俗习懒比较深重，佛性启发的很慢，杂念妄念很多，又不能深植得本，在启发佛性之前，谨守身口意，努力实践，如此是否对启发佛性有帮助？有，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自己呢，这个最清楚自己的状态。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遭遇都不理想，那表示呢，我们累世之间所造的业不少。那会呈现的那表示都已经因缘果报成熟。我们呢就是努力的，只要肯努力用心用心决定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改变，我们习性也可以改变，那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一些杂念妄念，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它的状态。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那个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清楚。那杂念是自己跑来，那个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习惯性。那习惯性我们就是要那个观照的功夫，只要我们肯用观照的功夫那个习惯性它就会改变。就好像我们是主人，然后看家，那个呢那个杂念就像小偷，小偷来了，杂念起来了，我们主人呢只要看就好，不要有动作了，就看那个念，那个念被我们一看它就消失。可是呢会接着又来，我们一样又看，又消失，然后呢又接着来，我们又看，就这样做了，容不容易？做是很容易就怕我们没有恒心。一定呢要做，做了以后你很诚实的把它写日记，写下来，说现在遇到的是怎么样，然后我做了以后它功效呈现怎么样，然后1天2天3天1个礼拜1个月，你从第1天开始到1个月那个时候日记把它拿来对照，看看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没有进步啦，它有变化就是已经有进步。所以刚开始杂念很多，你一关照以后杂念会变少。一开始杂念很强，你做了以后那个杂念力道已经很弱了，那个都功效呈现了。只要我们这样关照，那个杂念它就会消失，整个都没有了，没有杂念。那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你不要想就好了所以妄念没有，杂念没有，心清净，心一清净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就容易了，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好，你说。听有讲师讲定慧意这句话，讲由定生慧，由慧生定。不能把这两者单独分开来说，但是后来又说定太多会太沉闷，会太多会轻佻。若两者相辅相成，应该是有多少定就产生多少慧，有多少慧就产生多大的定力吗？怎么会有一边多一边少的情况？好，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持的过程它不是一步到位不是说一下子就完成我们的理想所以这个定慧均等那个是六祖他已经呢修到那个很高程度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那或许在讲说我们应该呢先由戒入手，
守戒律啊，那个戒很重要。我们在内心呐、不能做的那个，你就是要守得住，那个叫戒。你戒能够守住了，可以拼足外难，外面的感染，就是凡尘的尘垢你都可以拼足它。那个是从戒，要从戒着手了，因为我们还达不到那个定慧的程度，所以从戒着手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才会身心大定。那个时候由戒然后产生定力，那个定力就不会我们很一般的这个凡人很快就发脾气，很快就性情就改变，那个都是没有我们没有从戒着手，然后从戒着手产生那个定，定了以后慧才有，所以那个戒定慧它有一定的程序的。我们不可能说全部不修的话，就要讲入定慧了，那不可能产生。所以一定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假如说我们的那个嗜好太多，你一定要先戒掉那一些嗜好。嗜好没有了以后才会呢回到呢我们佛性本体回来。看我们对佛性本体的了解。假如说了解的已经可以轮廓都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佛性本体可以产生呢那个定力。那从定力产生以后，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直朝定力去加强用功。那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变成我们会昏沉，昏沉就是定太多。定太多，我们就要加强对真理的研究。对真理的研究就是加强慧。那慧跟定呢，它到后来才均等。不是开始就可以到达那个状态了。因为六祖讲的是以六祖修持那一种到佛性本体是很久时间的那个状态，才讲定慧均等。没有说定先，没有说慧先可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我们都跟社会跟凡尘这个感染得很厉害，所以要先我们能够把那个外面的让我们心乱的那一些现象先戒掉，以戒为入手，所以戒很重要。戒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产生定。有定以后才会有慧，定慧到后来要使它呢平等。假如说我们觉得太轻狂了，很容易话就讲出来，不稳重，那个就是慧有一点太多。那你就是要把那个注意力加强在定，就是要培养定力。那假如说已经定得太够，定得太够我们就会感觉就是昏昏沉沉就是不清醒，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调整，看看我们是什么状态，不能在那个感染凡尘都没有清楚之前来讲那个定慧，那个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我们程度上会有差别。那假如说自己这个脑筋都很清醒，那表示你的慧有看看我们的做事方法合不合轻重缓急你应对都非常好，表示你的定慧都均等平等那假如说我们讲的很快就讲出口不符合那个理路，表示说你会有一点太强了，会有一点太强会自以为是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赶快培养定定的培养够了以后你定够了那个慧它就不会那么轻佻这样就理想状态，到那个时候才来讲均等是可以的。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了这个第3章安宁章，
对不对？对。各位有没有把这个《道德经》啊带回去啊？还有没有把《道德经》又带来了啊？在我们身上啊，这个《道德经》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这个时时刻刻呢，都保有它。那我们呢，讲到这个不贵呢，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是吗？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所有的万象都虚幻不实在的。那假如说我们太看重那个外象，太看重外面的这一些贵重的东西啊，那我们相对的对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会看轻了。这样呢就本末倒置啊。我们要看重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要看重呢，所有外面的所有这个现象，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把它看清，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追求方向啊才是正确。那么接着呢，这个不见可欲啊，这个使民心不乱，不见可欲。我们了解这个可欲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想要。我们这个心想要，可以说是造业的最大原因。那我们要了解说，造化都引诱我们，要我们去拥有这一些这个实在有的东西啊。不知道呢，这些东西啊都是变化无常，会引起啊我们想要。那我们假如说呢不见。不见可欲啊，那我们就不会造业，所以我们的业的由来啊，就是见到这个可欲，就是想要，想要啊才会造业，造了业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从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产生，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虚幻不实在。我们在日用生活之中啊，不缺了就可以，我们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有的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啊，那个可欲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拼除，那我们的那个六识啊，就不会产生那个乱，心里面呢就不会乱，民心。这个民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以啊，这个圣人是智，圣人。各位先前圣人是谁？谁是圣人？谁呀？谁是圣人？圣人是谁？是谁啊？孔子啊。各位先生，我们要知道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就是圣人，这样知道吗？都敢承认吗？会想说啊，个五息，还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还不是圣人。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只要把佛性启发的，按照佛性来做啊，他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知影无？你圣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啊。要承担就是要承认，要承担不要呢推到外面去。外面没有了，就在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圣人。我们一定呢要启发。各位启发了没有啊？都
都启发了哦，已经1年了哦，都要启发了，他就是圣人哦，所以圣人就是他，我们呢要了解到，所以这个圣人是以圣人，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盗，不见可议使心不乱。我们从我们的圣人之发，不尚贤了，不贵难得之货了，不见可议了，是不是都很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出发，然后呢不崇尚呢那个假名相，那一些那个假名相我们都不崇尚，这样呢我们心就很笃定了，不用争，不用跟外面的人去争，那自然我们也不贵难得之后，因为最可贵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最可贵的，没有比它呢更可贵的，所以我们不贵那个难得之后，外面的那个货物那个都是借我们用的啦。我们一口气不来都带不走的，所以不要去争那一些呢难得之后，那个我们有难得之后我们这个心都不安。假如说我们有那个几克拉的钻石各位浅显，我们心会不会很平安？一定会唱到无路对吧？会怕人家来偷来抢，甚至于我们命都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难得之后，那个太难得了，大家都想要了，所以我们命都保不住。所以或者都讲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小偷进来的你跟小偷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搬去了。你不要就留下来给我用，这样会不会产生了生命危险？很笃定，对不对？笃不笃定？所以我们就不用装那个铁门，也不用装那个铁窗，用那个铁窗铁门还要做什么？监牢狱里面就是要铁门铁窗那关那个囚犯就是犯罪了才要关在里面。结果我们自己打造那个铁门，然后打造铁窗，然后自己关自己，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偷也很聪明这一家他防备得很好，有铁门有铁窗，里面一定有可贵的东西所以进去偷一定有。那你假如说连门窗也都没，外门嘛无关，窗户嘛开，这免入去这内底拢无半项，是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我们就是生活重心要自己拟定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啦。那一些东西呢，使我们挂碍的东西我们不追求。各位浅显追不追求真的吗？所以只要生活上日用不缺各位浅显要记得，日用不缺就可以了不用追求那一些难得之后了。所以上次呢或者才讲不是有一个人他去刮伤人家那个进口车炼乳那个引擎盖，然后那个车主要他赔30万，对不对？那个那一个人后来不是自杀死掉了吗？那个过程他的家属因为他已经自杀一次被家里的人救了所以家里的家属去跟那个车主就是要求说能不能够
少一点哦，不要那么多了，30万，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来，结果那个车主就不允许啊，就是30万就是要30万。第二次自杀的时候，家人已经来不及救，死掉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他为什么要去刮伤人家的车？各位千姐，为什么？2个字，嫉妒。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嫉妒的。你那遐好个，我那遐惨，有没有啊？还在考虑啊。我们不说嫉妒了，我们有没有羡慕？羡慕别人。他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嫉妒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那个背后就是嫉妒，看不见的。那个嫉妒看不见，那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啦。我这产力啊，你好好呀，买进口车得贵，所以他就把它刮伤了。你看这个心态是不是不正？我们要学着慈悲喜舍。第3个那个喜随喜。我们时常这个开法会先后来介绍都会讲，说随喜功德是无边有没有？随喜啦，别人得到好处我们要高兴，不要嫉妒。这个蛮难做的，因为我们那个那个深根蒂固的习性就是会冒出来，都会这个眼红会不会？就是会眼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假如说那个车主不贵难得之后，他说没关系啦，这个车子就是要代替我们那个脚行路用的啦，没关系啦，那个只有刮伤而已嘛，车还会跑纵然车都没有也没关系你看这样心胸不是很宽广对不对？就不会说去害死一个人了。他贵难之后所以各位先生，我们也都一样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生活辛辛苦苦持续的累积一些钱买一部车，这个车子一买回来各位先生，我们重不重视？很重视尤其假如说是先生买的话他那个照顾车子的那个程度一定比那个照顾太太还要来得殷勤，还要来得努力那个车子安尼顾到拢安尼袂使一点唔好，太太无要紧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本末倒置迄车是要代替咱的脚啦，就是代替我们行路用的而已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车也没关系我们可以那个外面叫计程车或是坐那个大众运输，这样就可以一样是走路嘛我们假如说这个时时刻刻都有运动，身体会比较健康所以我们了解最重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最重要一定要照顾它，让它都很这个恢复到很光明很圆满。我们照顾佛性的那个心思都可以说都不够那照顾身体导致很专注了很投入的很多心神以及金钱直直甲顾直直甲补有没有这个很正确的借假修真身体要照顾好可是不要过头了这个养生要刚好就好了我们很努力一直照顾会不会死掉
终究是照顾不来的，他还是这个忘恩负义。我们身体拢无想讲甲顾甲遐尼好搁安尼要死就要死安尼对不对？有没有忘恩负义？所以刚好就好我们养生呢刚好就好，重点一定呢要放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要呢让它有一点那个这个瑕疵我们要知道说佛性不光明的，我们一定是在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回归本位成不了圣人，那我们要成圣人就一定呢就是要光明一定呢要圆满在凡尘呢做事做人都要圆满。各位有没有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很圆满？都不敢说一定都有缺陷的不然的话我们都坐在工作上，对不对？都很圆满的话我们都已经坐在工作上，就是因为还没有圆满所以坐在众生的位置，对不对？众生的位置好不好坐？众生的位置不好坐那什么位置好坐？众生的位置是最好坐的众缘机器显现的生相这个是位置是最容易的可是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一个来源根源我们呢这个刚才唱那个歌都说我们已经离开家乡已经6万年了。各位离开多久了？只有6万年吗？6万年是一个圆会的一半一个圆会129600年那我们呢就是一个圆会的一半。那我们只有经过一个圆会吗？可能不止的所以我们看佛经的话呢都会讲说从无始以来没有开始一直到现在。假如说我们开法会呢遇到南极老仙翁来介绍他会讲说自我成道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了7次了，对不对？就是有7次的129600年。那我们难道7次都没有来吗？有没有来？有没有到凡尘来？安尼几年一届6万年7届几年？那恐怕还不止7次嘞因为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流浪，毕竟是很苦啦，苦不苦都是只要落入形象都是苦啦天气热就是热，冷就是冷各位姐姐，我们现在这边很热台北很冷在台北已经都穿夹克穿外套了在这边还穿短袖真的天气两个世界越往北就越冷越冷，冷到或者那个基隆还在下雨还下雨，然后很冷要穿外套不然就感冒。可是一往越南越南就衣服要越多越脱，然后就穿短袖这样。一落入现象冷就要跟着冷，热就要跟着热我们都不能选择，对不对？会不会跟上帝讲说拜托了卖这热那或者在北部说拜托卖这寒，可不可能？不可能实现嘛所以我们一落入现象就是要适应环境一定呢要去接受然后呢这个一天还3餐
三餐，我们都三餐嘛，荤都食断食，都以假如说呢，这个一进入到那个佛教那个正式的遵守佛规的话，过午不食啊，只有早餐跟中餐啊，超过1点以后啊，就不能吃了。那个遵守那个戒律啊，超过下午1点以后啊，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在修佛教的佛教徒啊，有没有过午不食？什么都知道没有？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制定这个戒律啊，他说不是修无益之苦啦，因为我们吃东西呀，进到我们体内以后啊，它会呢，转换成那个养分，那养分它会转换成我们那个心呐，心猿意马，那个心呐，就会按捺不住，懂意思吗？所以一到那个那个青春年岁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就很难修，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制定那个戒律啊，就是要从根源让我们能够清心寡欲，不产生呢那个呢欲望，所以不见可欲啊，使心不乱。那个不见可欲啊很重要，对不对？看现在很多那个炸鸡排，那个走过那个摊子的旁边啊，那个味道都怎么样？很香，对不对？香不香？不香啊，皮汤太咬。所以这个叫做引诱了，他在呢这个北部呢这个赚钱比较容易所以那个引诱口袋刚好有钱就去买，然后吃了以后那发胖很快，因为那一些都是进口的比较多的，它都是有打那个生长激素，我们一吃进去身体里面那个生长激素就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所以就一直生长，然后一个人就变2个人大，就很棒，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都超过我们心脏的负荷，那个胖的人真的不是福啊。我们看到很胖的那个人我们有什么感觉？负担很大，对不对？还是苗条一点比较好，比较灵活啦。这个一很胖了以后我们连要这个弯腰下来都弯不下来，可以弯下来吗？我们现在可以弯得下来吗？你看多棒呢这个身体都很健康很棒，所以我们不贪那个口腹之欲也不跟那一些畜生之类的结恶缘，这个是很理想，又能够呢使我们的心清净，心一清净，我们就容易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在这个修持的这个道路上自己要认知，要知道说不要呢贪吃，不要跟呢那一些畜生呢结恶缘，结恶缘我们吃它就要还它了，我们这个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之中，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在凡尘知道说，既然落入形象，
就要受到现象的那个约束，现象的左右，那我们就呢努力的使自己呀能够恢复到我们本位，就是当圣人，当圣人了以后，我们要在凡尘度化众生，可以实现来度化众生。那我们假如说要到别的佛世界，别的地方去度化众生，又可以去啊。那我们现在都在南赡部洲了，别的地方呢我们都去不了，我们被局限在这个地方，所以生活呢都不宽广，再怎么宽广也只有地球了，太阳系啊。现在发展呢，就是要到太空去啊，去生活，那要花费很大的那个经费，那也不很实际呀。最好呢，就是我们呢能够修正到本性的成仙作佛，全百亿法身，又可以呢到所有的佛世界，不管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呢，宝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呀。这个呢是超越我们太阳系，所以我们的知觉知觉性都没有很宽广所以平常生活的时候就会喜欢呢跟人家计较。各位在生活之中喜不喜欢跟人计较？喜不喜欢？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会了解说就是不要跟人计较。可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计不计较？是很会就搞计较的所以呢，就是要能够呢这个学的比较实在，认知比较实际，真正的知道了就要去做，知行呢能够合一，知道呢说凡尘不值得计较，那我们呢真正的呢就不计较，心能够呢培养得很宽广。所以我们讲到呢这个是以圣人圣人之治，圣人怎么样来治理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行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虚其心就是把我们的心全部呢都让它呢能够虚，就是空虚了，全部都空了。所以或者就讲那个颜回就是把那个心已经空到全部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虚其心就是我们之前研究的那个万念放下，万念全部都放下，那个心真的就是虚了，已经都全部空虚了，空虚到这个极点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万念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所以恢复妄都尽了，恢复到真。所以我们对颜回的了解他就是克己护离，克服自己的脾气毛病，克服自己的所有愿望，克服自己的所有意念，全部克服。克服了以后，恢复到那个理就是佛性本体克己复理，已经恢复到佛性本体。就是天性，整个都跟天性相复合，所以颜回成就，让我们呢这个学习那我们能够呢在生活之中呢去做，万念放下，念不生，我们一样跟那个颜回这个当呢圣人。各位有没有想当圣人的心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最就近的就是恢复到我们的那个本位，就是每一位都是佛，都是圣人，那我们都恢复了，恢复到本位了，就不用再凡尘受苦。刚才就讲凡落入现象就一定受苦了。纵然再怎么有钱，怎么享受一定是苦了。不可能说很闷热的天气都躲在冷气房里面，毕竟还是要出来，出来就很热你也要接受这个天地之间的热，天之间的变化我们都要去接受，所以呢，我们就讲说煎熬，我们在凡尘受煎熬，福报的人呢就感受比较浅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出生就比较这个不很富裕的家庭就会感受很深各位有没有感受很深？有没有受到呢这个煎熬的生活？有我们用煎熬2个字就是可以说很难过那个日子很难过了。那假如说我们说这日子的过足紧的，那个就表示过得很如意的。各位的日子好不好过？好不好过？好过。好过就要努力修道因为很快一生就过了一转眼100年，我们一生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回想我们现在都有一点年岁了啦，对不对？然后有一寡年岁我们回想说怎么走过来的，是安那行到这摆年岁来，有没有这样想过？怎么走过来的？值不值得？我们走过的道路所作所为我们认为值不值得？还在回想一下，看看值不值得？值得。我们要了解说上天大开普渡我们都能够得到，都能够求到，非常值得。所以这么殊胜的道我们已经得到就是要努力的来修正这样才不枉费了。不然道很殊胜有没有听过道很殊胜？有没有研究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哪里殊胜在能够使我们成仙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道的殊胜它是讲不完的，可是最直接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去体会我们可以成仙作佛。各位有把握了没有有了有就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美不敢承担。见性的美我们都会怀疑会说我敢有所以要了解到要承担，当下承担，我们都呢不敢承担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那个犹豫不决、模棱两可那一些情形出现。那假如说我们都呢能够承担那我们了解说当下我们一念万年一念不要有3心呢，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我们跟佛没有两样，知道吗？我们都一直在讲
不要有三心的话，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整个佛性圆满呈现在当下，所以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啊，就具备万年，万年前是个念，万年以后啊也是这个念，就已经万年，所以就要学习当下承担，能够承担了，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三心的三世都摄受不住，过去世它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呢也摄受我们不住。那既然三世都摄受不住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所以当下整个佛性都圆满呈现，这样了解吗？这个佛学就是要各位反复一直听，听到我们非常熟悉，能够在日常生活做，真正的就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目标，就是已经顿悟，顿教法门就是这么容易这么快，让我们当下到达。那假如说渐修的话，它要经过55个位阶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实地、等觉到妙觉，55个楼梯我们爬到第几阶了？可以前55站那8几站还是顿教最好，由凡夫地直接到达佛地。假如说我们从55个位阶爬的话，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3个阿僧祇劫寡故。好像我们有讲过有没有？有没有讲过那个那个一劫的时间？一劫的时间的偌久？有1600几万年一劫。有时候我们会把说一个灾难算作一劫。那有时候算时间的话那个时间的算法各位有听过吗？再说一次好不好？就是我们人民人的平均寿命10岁，90的10岁了。为什么只有10岁？因为人心很坏，所以地生长的东西都有毒可以养生，可是也害身，所以寿命很短，只有10岁。那在10岁的时候人民就这个思变，恶到极点就想行善。那行善以后也不是变得很快，每100年才增加1岁100年才增加1岁，然后一直增加到84000岁，就是我们人类那个寿命的顶点。已经人很善良了，都没有一点坏。地生长的东西呢都养生，不会害身，所以可以活到84000岁。所以我们呢弥勒祖师下生呢，就是我们的人民平均的寿命有84000岁的时候，我们弥勒祖师才下生那现在我们才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才70岁所以还没到达要下生的时候，那到达84000岁人心又变化，又行坏做坏，那做坏每100年又减1岁一直减到我们的那个平均寿命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一劫这样多久？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用那个计算机算一算，看它是多久，一劫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才说一劫个位数
个十百千万到千万叫做 no 由他，no 由他就已经是千万，千万1000万叫做 no 由他，然后一个 no 由他又是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到千万，千万的 no 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频婆一个，然后又是个位数一个频婆个十百千万到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这个走马边加你有他的他加他一个加他，然后才是个位数个十百千到千万，千万的加他叫做一个阿僧祇劫啊，安尼一个阿僧祇劫偌久，各位就可以想象了那个真的是无量无边了非常久那要经过3个，所以佛教他不承认有上天大开普度了，所以他是承认说他们要修3个阿僧祇劫才会成佛了，那个是渐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呢不相信这一些凡尘的变化，他都相信那个他们认知的那个劫上就是要修3个阿僧祇劫都先护的，久不久？很久所以一进入受戒了我们进入佛门，那进入佛门以后10年都要做早晚课，对不对？早晚课，然后诵经，然后10年以后还没接触经典还没有到达20年以后才接近经典，研究经典真正的你能够深入呢，大概都是30年以后了，那我们一生就够了，对不对？那下一次再来，就这样累积不像我们就可以沾到上天大开普度的这个很荣幸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很巧妙，我们刚好遇到刚好遇到刚好我们能够得到，所以以往都是修正了以后功果圆满才能够受记那现在我们呢是先受记然后修了，那要不要成佛就看了我们本身的决定了。以往是修到功果圆满圆满了才受记说你有资格成佛了，那现在呢先让我们得到了，先受记了，那要不要成就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决定要成佛，那努力修沾了上天大开普度的光，努力修持天人师德，我们呢都可以沾光努力修呢都可以回归本位。那假如说我们有求到了，可是呢不想成仙做佛想要在凡尘流浪，凡尘好不好玩？这个年纪轻的说很好玩很好奇所以有很多不一样见解的啦他贪恋凡尘魔王破去了，就是因为贪恋凡尘所以他不想成佛啦那个我们假如说有那个思想的话，也不要去勉强。六祖不是讲嘛假如说意见不合要怎么做？不是有5个字吗？合掌令欢喜，有没有？所以假如说我们这个去度人求道度不来合掌令欢喜，这样就不会这个跟他这个结怨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他躲回来的就去会不会？不好意思说了在这个情况内底行为都好都会说会说人家根据
有够坏的。我们根基就很好嘛，各位先生根基好不好？好不好啊？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根基不好不可能求道了。根基不好的话，不可能遇到上升佛法。所以根基都很好，才可能呢全部都碰上了。既然这么殊胜的这个机缘，又在台湾出生，那个生活绝对不会像颜回那么苦啦，对不对？绝对比他好啦，他都能够这个人家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那我们怎么都没有快乐呢？就是没有去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重要，没有了解到。那假如说我们认识了、了解了，这么殊胜、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竟然冲晒整个宇宙虚空，竟然这么灵敏，竟然这么奥妙。假如说知道的话，我们绝对会跟颜回一样，得一善浅浅无垠，终身福施，绝对不让它失掉。我们有修道不修的话，只有种子不灭啦。种子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个不灭，不会变碎灵啊。我们有看过蚂蚁吗？它就已经碎灵，它的灵已经粉碎了啦。得来一只洗面蚂蚁全部死光光了，才能够集灵啊。很久非常久。为什么？因为那个一出生到蚂蚁它就有先后了。那个先出生的已经死掉了，那个后出生才出生了。结果都不会同时同时间死掉，所以要集灵就集不起来。那我们有求道没有修，就是灵我们的灵没有粉碎，就是种子不灭。那种子不灭我们要知道我们经过万八逍遥之后人灭了，天地混沌了，然后重开天地重开天地以后下一个颜会，然后子会开天，丑会寅会这个辟地，到寅会时候我们生人了，子丑寅寅的时候我们人又要降生了。那什么人要来凡尘什么人要来？就是在凡尘有行善的这一些人，然后有求道的没有修的这一些人，他们就一定要来。所以我们那个法母信子十戒我们不是有写在三山坡吗？然后老母把我们先医先血都收回去了，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那个是说的好听一点让我们心里不难过。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没有修正没有恢复到佛性的光明所以我们落入凡尘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就生三系就有业相、转相跟行相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所以才落入现象，才落入凡尘。那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最重要就是把我们那个起心动念能够了解，然后能够控制，然后能够没有念的，都没有念的，我们的声音会生在凡尘的音就断了全部念都绝了，声相也就尽了。没有声音，没有声相，我们就不会在凡尘受苦了，就不会流浪。这样知道吗？我们要对我们的整个构成要了解怎么到凡尘来我们在凡尘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追求，然后怎么样回去我们都要了解
以往我们可能都没有研究，没有研究不知道啊，就浑浑噩噩啊，一天过一天，到最后一口气不来，去哪里了？我们去哪里了？我们呢，真的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死掉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都是浑浑噩噩、朦朦胧胧，都不知不觉。各位有知觉吗？没有知觉啊。所以我们那个知觉性，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知觉性呢，就是要把它发挥，让我们呢能够了解说我们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一直研究的话，绝对有答案，会努力来追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你讲的拢听无呢？开始不是都这样吗？对不对？听有的已经研究10-20年了，脾气毛病一个拢无改。你看听无的听无偌久呢咱会改呢？改了没有啊？各位有没有改掉啊？脾气毛病？不好意思说，最起码我们对自己呀那个根源啊都会了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道心呢可以说最大的那个问题所在就是不知道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最大的病所在。全部的道心都了解了吗？了不了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我们知道不生不灭的心在哪里吗？是不是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修是从哪个依据哪个在修？就是依据我们六识心六识心识心是变化，是生灭的，再修了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就是不是瞎修行？所以老先生时常讲，摸着根的成仙做佛，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老先生时常这样讲，我们就是要摸到根，摸到根这个根不是很困难。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的根源，能够我们摸到了，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或者说一直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3-5分钟都可以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能够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不是很容易？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一定要启发他，要认识整个轮廓，不能只有摸到就放掉了，要如朴3年。婴儿生出来是不是要把抚养？那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一认识了以后一样要把它抚养，那个时候它很容易受到惊吓。我们的佛性本体很容易受到惊吓。我们在生活之中也会体会比如说我们专心在做事的时候，旁边有突然很大的声响，我们会不会吓到？那个吓到又没有碰到我们身体我们为什么会吓到？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法身法身受到惊吓，
虽然没有碰到我们的这个色身，可是呢，我们法身啊，就在我们周遭，我们日用他不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启发他了以后啊，了解原来不只有在身体里面，原来在身体的外面，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体会了没有啊？一定要自己本身真的努力去做，做了以后啊，还要呢守住啊那一个轮廓，就是呢要时刻刻啊保持那个灵敏度，那个灵敏度呢你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以后啊，它会有般若妙智慧产生。那般若妙智慧产生了以后啊，认识真理啊不容易。那真理呀，一认识了以后，我们那个要修持啊，就会很简单了。那我们假如说都还没有了解到真理，要修呢，就会困难重重。各位姐姐，修道容不容易？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啊，有讲那个难跟易啊，难易啊，相成。我们假如说呢，在凡尘感染的尘垢很厉害，那我们修起道来真的不容易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凡尘的感染没有，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守住本性。那就修起道来很容易，所以这个容易跟困难啊，它都没有固定啊，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像呢，或者讲那个抽烟的跟喝酒的，要他戒烟戒酒啊，他就会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要我们戒烟戒酒，那很容易，本来就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就很容易啊可以达到，所以我们在完成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的是那个习性啊习惯性没有不好的，那我们修道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嗜好，都是偏离呀那个真理，那这样修起来就比较困难。可是呢，不管容易困难，只要有心啊，一定可以成就。我们呢上个礼拜也有这个特别提到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在凡尘靠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呐，看看怎么决定啊。一定呢要像六祖一样，为求做佛把这个目标啊确立。只有这个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啦。凡尘的财富啊，凡尘的这一些现象，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一口气不来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归于别人啦，拢别人的啦。咱安尼辛辛苦苦去甲伊安尼得到的，拢无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唯有我们呢把不生不灭佛性啊修得光明圆满最重要。这样更能够听得进去吗？可以这个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这个圣人之治啊，圣人要怎么样来治理呀？我们的生活，就是呢要呢虚其心，空虚呀，我们的这个心啊，让我们的心里面都没有那个物，没有被物啊占据，然后也没有事。心都没有物，也没有事，这样的心就清净。然后我们的心清净，我们呢就容易恢复到我们的本性光明。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呢，这个虚其心，就是呢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我们能够做的话呢，那个身就可以呈现。然后实其腹啊，这个实在的我们呢这个肚子里面有东西呀，就是有内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格很健全，很坚高。那个实其腹，我们要了解说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自己有没有这个知道很多，自己最清楚的啦。所以这个实其腹就是要充实我们的内涵，很重要。尤其我们这个落入凡尘以后所学的都是聪明。那聪明以后我们都会这个占人便宜不肯吃亏。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不肯吃亏、占人便宜的话，会把那个浩然正气用掉。那用掉以后我们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个魑魅魍魉就会找麻烦。所以我们就是要充实自己的那个内涵。那内涵我们充实，就是肯吃亏，有实际的那个能力帮助众生，又呢这个不记在脑海，这样呢都会走入我们这个现分。所以这个实其腹非常重要。所以也就讲说，我们要实验自己有没有很实在的充实的内德有没有很充实的浩然正气就是这个晚上一个人然后到那个坟墓那个蒙阿波，到那个地方去看看自己会不会发抖。这个晚上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坟墓又是很多的地方，它有那个灵佛龟鸭会各位有看过吗？没有想不想看呢？不想看最好的最好是不要看，因为那个灵佛就是我们那个骨头里面它呢这个生发出来很轻我们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它会跟着我们那个身的风走了，那我们这个走得慢那个它也走得慢，我们看到龟仔会的地走快一点，它也会跟你快一点到后来你一跑的它还跟你一直跑，所以试验自己浩然正气够不够？够的话你不会害怕，因为幽冥鬼魂、魑魅魍魉都在保护你，所以你不会害怕。那假如说我们感到害怕，就表示我们浩然正气不够。所以人顶天立地最可贵的就是浩然正气。所以孟子鼓励我们养浩然正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呢能够吃亏都是在培养浩然正气。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肯吃亏了，肯不肯吃亏真的吗？这个内心回答，那以后真的遇到现象，就要记得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要真的要学习吃亏，培养浩然正气，这样做起来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想都没想那绝对不肯吃亏了。要先在心里面建设，都已经建立了，吃亏没关系，我可以培养浩然正气，那就很喜欢吃亏了。这样了解吗？
无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实其父啊，实在的培养我们内德，那个很重要，这个说不得的，要自己做的，因为呢，这个不得了别人啊，骗不了自己，自己啊有没有做到自己最了解，那我们实际的真的踏入那个修道的古道。各位都在看什么？什么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那边有心理心法。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心的变化，自己都了解，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左右，这样就已经成一半了，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话，我们都不知不觉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就是无明，那我们都在无明之中生活，无明就起后造业了，造了业就要受苦，都这样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修持的要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心明了怎么样？因果不昧啦，见性了成佛无疑的，还不熟，就表示我们都还没有追求明心见性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心明的因果不昧，不会迷昧因果。因果它是决定的，我们不会迷昧，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然后见性的成佛无疑，不用怀疑，一定能够成佛，因为那个性就是呢成佛的根源。我们都见到了，摸到了，以及培养了，都绝对会成，早晚而已啦。说呢，早晚而已，一定成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担当，都有了没？一定要有要实其父。然后呢，这个肉其志啊，强其骨。这个肉其志啊，就是我们被凡尘的所有那个追求的那个志向，我们要使它很软弱，就是不追求这个物质的那个享受了，不追求感官的刺激，我们大概在凡尘使我们能够投入我们全神来做的事就是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跟感官的享受，就是只有这两个。我那用钱那种袂心疼，就是这两个。那我们对这两个一定要肉其志啊，不要去追求感官的享受，不要去追求外在的物质。那这两个已经肉了以后我们就省掉很多麻烦，很多烦恼都全部省掉了。他说我们太强了。要追求物质，要追求感官的享受，那个造业连连造很多业然后我们就受苦不断。各位贤贤对这方面呢强不强？不强，那很理想所以呢，我们要肉其志对凡尘物质的追求，对感官享受的追求，我们都要很弱。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的烦恼，我们也可以省掉造业，不会造业我们大概就是追求感官的享受，造的业是最大最多，追求物质呢还其次那个毕竟呢有东西可以摸得到，也不会太强烈
哦，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或许都讲日用不缺就好了，有的吃啊，有的穿，然后有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哦，不用再额外的去追求一些那一些这个财宝财富啊都不用，那个都会让我们后悔啦。追了那么久，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所以完成就是要看得能够透彻。假如说东西已经失掉了，我们就会想说我生都没有带来，所以没关系然后呢这个追求不到东西也不用烦恼，就想说我死也带不走，生也没带来，死也带不走了。那为什么要苦苦的去陷入在这一些物质的生活当中？就不用了。我们台湾真的福报很大。假如说我们一出生就在非洲，各位浅浅，我们假如说一出生就在非洲，那怎么样？像那个肯尼亚还有一些伊索比亚，那个电视报道，那个不是小孩在那个垃圾堆找食物吃连大人都在那个垃圾堆在找食物吃那看的真的是可怜大人呢拢伫咧粪扫堆伫咧捡惊食真的是很可怜不过我们这边也有看一些像有一些在车站，假如说我们在等车的话等得比较久一点，会看到有一些人大概就是街民他们就是垃圾桶把整个垃圾桶都拿出来，然后从里面捡东西吃来吃，跟捡物件吃。各位有没有看过？有的有，有的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也有可能在我们台湾只要你肯付出劳力生活都不是问题那一些就是自己这个自甘堕落，看一看他们都是蛮不是很年长不是讲安尼七老八老拢那个年轻力壮，还佫真有力的时阵唔趁食拢去粪扫人捡物件食，他一生就是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以后袂歹会可以当修道，是不是很幸福我们很幸福要把握这个非常好的修道环境能够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出来当家不要让感官当家。我们让这个感官当家已经很久了都习惯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前病交给我们佛性本体，由佛性本体来当家。各位有没有做真的很理想那个佛性当家视听言动都不会造业都是佛性在主宰。那我们这个感官当家不行这个一到外面去尤其现在这个景气好一点那个百货公司一家一家一直开大家都抢着买抢着要那我们假如说看到那一些的话我们又这个处身在那一种现象之中，人在抢我们会不会想跟人家抢真的这么理想这个已经跟人家身处在其中，不会想跟人家抢那个真的很理想因为一般人他都会想说这个本来他是卖100块，现在才卖10块
你强不强啊？强不强？哇，才刚刚不强而已，现在竟然要强，那谁在当家？又是被感官拉走了。哦，所以哦，我们要知道理想跟现实啊，有一段距离。哦，真的有一段距离。哦，你都不缺了啊。哦，迄虽然讲100块卖10块哦，啊，你想想我买顿嘛变垃圾，啊，要不要买啊？哦，还是不要啦吼。嘿，伊阵剩1块嘛买。伊讲免钱送你啊，废去哦，那得我摕回去，啊，我嘛买。这样是最理想的，全部都是佛性当家，对不对？有没有到这样啊？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一定的哦，要佛性当家的时候啊，伊讲要送我都不爱，要到这个程度哦。所以你看哦，我们都已经呢哦这个不想到哦，我们那个哦不用的东西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会去买那个彩券吗？我们会想那个那个去兑奖的东西吗？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那个知觉性。为什么？我们到凡尘来啊，一生之中用多少啊，已经都有一个定数。要用偌济拢有固定啦。啊，你说本来是80岁，80年可以活到80岁啊，要用的钱呐，我们60岁就把它用完了。那底下那个20年要怎么办？是不是促成自己啊提早死掉？所以我们不要去去拿那个额外的钱，那个不该我们拿的钱啊就不要。不该我们拿的东西就是不要，免费送给我，我也不要，就是要到这个程度，这样容不容易做？这个哥可能在想，然后我拄着我拢没。我们真的要了解到很多东西啦，不用的时候啊。就是不用，用不到啦。你起码拿到家里回去以后，隔了一段时间就是踢过来踢过去，都没去用到，到最后还是到垃圾桶去了。那何苦来哉呢？干脆来的时候我就不要，省得麻烦，对不对？我们要培养，本来啊，我们这佛性啊，都唔免有诶无的物件，都可以不用。所以啊，尤其那个化妆品，我说蛮贵的啦。这个白呢这个擦一擦，然后晚上睡觉都要洗掉。我说可以不用洗吗？这个明天还可以用啊。那个不用洗掉怕那个皮肤啊。会有那个后遗症出现，对不对？还是要洗掉。现在因为很多都在装那个假眉毛啊，有没有？装起来啊，好不好看？不好看啊，真的啊。那个装起来不是很好看吗？它不好看，干嘛要装啊？现在这个因为工商社会比较忙，他没时间在家里装啊，结果在哪？坐在车里面装。所以坐车就时常可以看到，人家在装什么假眉毛，还很不容易装呢装了老半天，车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他还在装。所以或许因为时常坐车啊，时常都看人家在化妆。装假眉毛是里面的一个还有那个小镜子啊然后那个
两边鼻塞，然后眉毛然后那个眼睛画那个绿绿的那个，因为都坐真远啊，都拢真久啊，看伊安那装安那画。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审美观都不一样啊。有时候一装一装，有较水。然后假如说像或许这个 LKK 看了以后会有一个感觉说，卖装久啊有较水，装的有一点像山妖水怪。我们朴素啊，明细细上素洁的小水啊，最美啊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表现那个真善美啊，真的不在外表，或者都比喻了所以安尼规车拢坐甲位拢坐满即马有迄个老伙仔起来伊都安尼拢徛袂好势嘛拢无人要让坐啦虽然遐坐人拢较少年生做真水伊拢无爱让座这个时候你看到她漂不漂亮？那个后面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用来阿伯，你来家坐，我家有你坐，长得不怎么样，你就漂亮，对不对？因为他的心就是心好所以那个真善美在里面，在心里面，你这把迄老伯看来你的位置就是真善美，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啦。所以第一面看的时候是外表水，你所人心脉叫做蛇蝎美人，对不对？是不是人拢敬而远之啊，对吧？很买要你跟他一起生活的话，愿不愿意？要你跟那一种人生活，要不要？要不要？不要的，对不对？将心比心嘛。所以我们了解真的好就在心里面真善美，从心里面发挥出来不在那个外表形象，所以可以省掉很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这个课很好以后你化妆品都买无要紧啦，买较少。服装买嘛无要紧啦，唔免买遐济，有他穿就好，是不是可以省钱？可以省下来很多钱，而且现在那个年轻人穿的那个服装安尼顶一叠下一叠倒的安尼，好不好看？它是很好看可是我们看起来那也安尼这个大概又是 LKK 看不习惯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朴素才是美，它要从心里面发挥出来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就去实现它所以我们落旗子把那个凡尘的那个追求的志向都减弱了，然后呢强其骨。就是呢，我们对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这个行持一定要强强其骨，就是道骨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培养的茁壮这个呢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这个能够做的。各位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没有培养的有没有？哇，这声花拢要花去这么努力的在鼓励我们竟然都还没有回应就是表示呢还在考虑的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其骨强我们的道骨就是这个对佛系本身的那个重视程度一定要加强。
那加强了以后，我们对凡尘的现象就看淡。那凡尘的现象一看淡了以后，我们不计较，就不会计较，凡尘事都不计较了。然后呢，对，那个可以帮助众生的事情，会很努力，很努力去做。然后帮助了以后，就抛开了、摔开了，都不去记在脑海，很理想。我这样一直行持啊，真的那个道骨啊很坚强，强其骨，我们自己啊都会很欣赏自己。各位贤贤，欣不欣赏现在的自己啊？欣赏啊，欣赏他哪个地方？欣赏他能够研究心理心法，对不对？他能够坐着听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迄种听无的佫一条，足简单的咧。你讲拢互听无啊佫一条要听你讲，你讲，是不是很欣赏？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啊，所以有时候啊，很多呢，这个在北部的前贤一报告心得啊，都讲，我听都听无啦，但是我就知影真好。要一段时间大部分都要2、3年、3、4年成效才会出现，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快才一个时间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啊？都进入了，我们自己也说我进入了，虽然还没有很深入了，可是毕竟能够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就是摸到根了，很重要，一定要鼓励有求道的道亲啊，一定要摸到根，找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真心一定要找到，那个世心啊，我们在凡尘用的事情可以放下，这个真心一定要找到，然后要保有它，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就不白来了。常使民呢无知无欲，这个就是呢长时间的使我们的那个六识无知无欲，我们的那个六识能够无知无欲就不会造业，我们六识太强的话就不好，了解吗？我们六识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的心都是这样来的啦，由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心，这一些心呢就是人民，常使民常使这一些心无知，都没有那个知，所以我们这个世心假如说都知道的话，咱拢会比较，我们落入比较，各位贤贤，我们的生活都有苦可以吃了。假如说夫妻之间落入比较，哪一对夫妻怎么样，哪一对夫妻怎么样，然后各位贤贤，这个夫妻的感情会怎么样？会摩擦了，对不对？这个一落入比较然后那个小孩子你看人迄个囡仔，人拢读1名，你那拢读迄个8名，所以一下子那个小孩子又吃苦了。所以只要一落入比较那个都不好过了。那我们比不比较？在生活之中，你看人拢有车人开你拢跳倒摆，然后你看人拢跳倒摆，你哪拢骑脚踏车？人有脚踏车人骑你哪拢用行的？要不要比较？这个一比较了以后心就不平了，心一不平了怨就来了，我们充满了怨在生活那就很苦
各位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哦，你看，这足诚实的，都唔敢讲。多多少少都会有只是大愿跟小愿都会有，在心里面会有只要呢这个在这个凡尘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有愿。那我们一定呢在修道过程之中啊，去把那个怨找出来，然后去除掉，不要有，因为有怨了以后不把它清除啊，我们会变成恨。怨恨，一恨了那就比较浓的那个怨了所以在接下来就恼怒烦，怨恨恼怒烦，以后会做什么？以后啊，这世人也无去后世人会变做什么？会变毒蛇啦。所以这一生呢，绝对不要去酝酿那个怨恨恼怒烦只要我们一直酝酿来世的话，一定会当毒蛇。我们现在这一生啊，遇到那种怨恨恼怒烦的人啊，我们避不避开？不愿意跟他相处，对不对？因为黑龙倒一寡迄个有诶无诶代志倒了啦，都是在倾倒垃圾，要不要赶快离开？就好像我在避毒蛇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要使我们的那个六识啊，六识啊就是民，就是我们身内的人民我们佛性啊，就是圣人，然后呢，我们六识啊，就是圣人管理之下的人民，这个人民要使他无知无欲，没有知觉的话他就不会比较，他没有欲望的话他就不会有怨了，他没有无知无欲啊，是不是都不造业了？可是我们就不愿意处在这一种状态之下，都是要知啊，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越那个倾听，就是耳康下来一听，有没有？所以一听到以后啊，是不是产生很多烦恼？人家不给我们听的事情啊，我们硬要去听的话，听到以后啊，那个反应会怎么样？绝对是不好，对不对？唔知上好啦，不知道的话最幸福了，知道了以后烦恼很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了解那个无知无欲啊，就是很理想的状态，没有已经呢都没有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因啊，那个因都消失，所以呢常使民啊无知无欲没有那个知觉性，就不会呢做坏事。那么使福智者呢不敢为也，那个使那个福是一个坏词啊使我们呢有这个稍微一点智慧的话，不敢为不敢去做就是做了以后就是会受苦，所以使福智者啊不敢为。这样了解意思吗？都从我们自己本身入手了，那个民人民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六识，圣人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佛性本体是智，圣人是智啊，就是要常使民啊无知无欲，然后使福智者啊不敢为，使这个有智慧的他不敢去做，不敢做坏事啊，不敢为。那么为无为啊，则无不治。我们呢，为就是做，无为呢，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啊，就是从佛性啊本体发挥出来。然后呢，做
我们做从佛性发挥出来，这个叫为无为。啊，你了解无？这三字吼，甲斗做伙，为头一字迄为就是做啦，啊无为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啊做为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安尼会了解咧。因为三个字都蛮简单啦，为无为，为就是做，就是要做，啊怎么做呢？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去做，这样你的意思吗？就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佛性本体这个掌权，它有权定啊，它能够发号施令，从佛性本体叫我们去做，然后我们就按照佛性本体去做，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说，我们要把那个《道德经》带回去啊，然后来时候把《道德经》带来啊，各位都有带了没有？或者是说那个旁边不是有或许写的讲义吗？是说那个啦，因为那个讲义是或许这个5年前开始写的。那个时候是慢慢的一直思索，然后看很多人的注解，把他们的那个经法都集中，然后写下来。他不是从第1章开始写，是从那个中间开始，然后往后往前这样慢慢促成一本，所以各位可以拿回去看跟后学所讲的都不同。都不一样啦，角度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做的慢慢写慢慢想，所以想的比较完整，比较周到，所以角度会比较多，所以拿回去看的话就会更了解到不一样的我们佛性发挥出来不一样的作为，跟道它的功能作用又有很多呢。没有在这个我们讲的时候讲出来，可以知道更多的角度了。各位回去有看吗？这个大概1/10不到10个刚好1个，已经不错了啦。能够这个看一下的，对自己绝对会有帮助的，所以或者都鼓励各位拿回去，拿多一点回去也没关系因为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来，他也很喜欢老子，很喜欢研究《道德经》你也可以送给他一本，你只有一本的话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他很喜欢老子。可是你也很喜欢看，那个两难很难处理。到底要老的好嘞，还是要好的好？你有2本的话，2全其美，一本我留着，一本给你，所以都拿没关系就怕没有，有的话我们就都拿，那或者看都真的蛮多的，都没有大家很踊跃的拿回去。还有5分钟，是还有20分钟了，留15分钟要给各位问所以讲的还是剩下5分钟。那我们呢再把这个安民章呢稍微的这个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圣人是智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圣人。我们圣人是智不上贤，不崇尚那个贤明，因为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是最高了。我们不崇尚那个假名相，那个我们都不追求，所以不上贤不崇尚贤。这个不上贤各位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呢凡人的这一些假名我们都追得很厉害。
争得很厉害。魏先生，现在不是有5都选举吗？争得厉不厉害？很厉害我们争不争？不争所以不上选。这个市民不争啊，我们不争。因为我们不争，叫我们去坐那个位置，我们也不坐。我们要做佛，对不对？咱要坐佛的位啊，不爱去坐那个位。所以不上贤，然后呢叫使民不争，使我们那个6世都不去争这个贤名，这个假名都不争。然后呢不贵啊，难得之后啊，使民不为道。因为我们佛性啊是最贵重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是最贵的，我们已经有了。那外面的那个后，就是呢财物啊，那一些东西啊，那个都我们不贵重，一口气不来都不是我的，我唔卖一堆，所以不贵难得之后，这样呢就不会变偷盗。我们为什么会偷？为什么会盗？就是因为啊，那一些东西啊很值钱，我们才会偷，才会盗。那假如说我们了解到，我们到凡尘来，该用多少都已经有数，已经注定了，前生啊都已经照那一些福报来的。所以我们不是有那个拜道吗？各位有没有拜道？就是那个8刀7青啊，有没有？那个因为我们的葫芦啊，就是那个8刀7青的掌管啊，然后我们拜道就是告诉那个北斗七星啊，我的葫芦记得送来给我。所以咱拜道就是咧拜迄啦，拜什么？拜我的福禄，会记你甲我送来的。各位有没有拜啊？就是安尼拢无福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凡尘啊，很好布施的人，他呢这个命中啊，他有葫芦，他把应该享受的葫芦啊，他布施给人了。他布施给人他命中还有没有用到，所以那个北斗七星啊，又赶快把他的那个福分啊又送来，又送来的时候，他又把它布施啊。那个北斗七星又赶快把它送来，这样各位了解吗？他得到一个一个很好的名声，因为伊拢无用到啊，伊送互人用，8刀7青足无用的，伊都无用，我就要经过甲送去啊。所以我们吝啬的人，那个北斗七星最高兴，我拢唔免送，拢用啊，都不用忙啊。不用送去给他，他都已经够了，伊拢一仙钱拍24个角，拔1毛而利天下为，有没有这种人啊？还真的有了，可不可怜啊？很可怜，所以那个那个梵文啊，檀越，檀就布施啊，越就是越过贫穷。只要你肯布施，你就越过贫穷，你就不会贫穷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肯布施的人啊，他一定不会富有。他越肯布施的人啊，他越拥有越多，一直送来，一直送过来。所以我们要了解檀越，布施啊，越过贫穷，就真的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呢，在凡尘呢，就是要能够这个做。那么不见呢可欲啊，死心不乱，不见可欲啊，我们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在凡尘会造业啊，都是可欲，都是把那一些假象当成真的，都认为说可以追求到，不知道呢这样业啊已经造成了，那我们呢都不去追求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这一些物质。
不见可依，那心就不乱了，就很笃定。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见可依呢，是心呢不乱。所以我们呢，要呢这个是人当家，就是要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当家，息其心呢，食其腹，然后呢弱其志啊，强其骨，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这一生呢，都会很有成就。那还剩下还13分钟了，我们给各位呢这个提问，可以有问题吗？好，请说。有讲师我们前提到说，没有能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这样子对吗？对，正确。我们就是还有啊。还是没有能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才对。比如开车不加思索即无为，算是真心佛性的显现，还是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谢谢。我们要了解到他讲的这一些我们没有能，没有所，没有能所，已经呢就是一个一体。那没有能所一体的时候就是已经能够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的那个状态。那假如说这个时候有所作用这个时候我们的真心佛性有所作用，那有所作用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佛性本体是一个体，然后发挥出来是用，有体有用。像说我们有钱，钱就是体嘛，我们有钱可以去买，买就是用，你该买物件，咱较输若无钱，无迄个皮，你讲要去甲买物件，所以进去以后，我跟你买东西，你得要钱来，有体体用，有体有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体用，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就要修持那个体重要，然后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你有体的，它会发挥作用，发挥作用，佛性的功能作用，一用了以后，要摄用，又归到你的佛性本体回来。而我们凡人没有修到的话，一用的话我们会把那用当成是体，不知道这一用了以后像我们拿钱去买，是不是钱已经给人了？你就不能再买了，对不对？你已经钱都给人去已经没有了。那个用只有一次体是永远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本体它是永远在。可是我们运用的时候就是当下的那个用了以后我们要摄用，要归到本体回来。重点是在这里。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没有能所，已经进入到佛性的那个本体，就是已经不用再告诉脑筋说我现在要踩离合器，要换挡都不用，直接呢就能够呢拍到呢你要的那个适度的那个档刚好。那个就是已经你能够从那个佛性的本体发挥出来的作用，发挥刚好。可是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还是要收回到你本体回来。不能说落入我真高怕挡我真高这个塞车，这样的话就已经偏离了，没有摄用归体了。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凡人有时候就是不研究的话，我们会把那个用当成体，那用当成体就已经不正确了。我们就是要了解，用只有一次，体是永远在。刘讲师我先请教说，凡尘所以向皆虚妄，有讲师提过，水泥寿命也不过是100年。所有物质皆是水火风土因缘聚会所呈现，皆有生命。那为何又举起很多肉身菩萨1000年画，导师当年画有所留下最后一根树木，在室内井底，也是历经数千年不腐坏。后学想是大概是佛法无边，不可思议，能解释。
是不是？谢谢。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肉入啊，那个神机啊，真的就是不可思议啊，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能够想得出来，不是用我们嘴巴能够论议啊，不能够去辩论。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走入神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啊都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它还在千年。你说经过再加倍万年，再加倍到亿万年，它怎么样？是不是又不一样的？它会经过我们整个整个我们地球混沌，经过呢重开天地，重开天地啊，所有景象是不是都不一样的？所有的人类啊，又是重新从隐晦啊，又生人开始。又开始了，孔老夫子来，教化众生，又重新开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有其限度了，那我们纵然能够讲出来，几千年到几万年，那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因为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啊，它是常住不迁，它是永远在不会变化。这个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不会变化、常住的，不迁变的。那所有的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纵然是一个元会啊，129600年没有变，下一个元会会变。下一个元会没变，再下去那个会变，再下去那一个，再下去那一个。像我们现在是玄劫。那我们之前有庄严劫，庄严劫有1000位佛啦。那我们现在玄劫也有1000位佛。那到释迦牟尼佛是第4位弥勒祖师是第5位，那后面还有900多位。那这个玄劫一过去以后还有一个星宿劫，天上的星星星宿星宿劫一样有1000位佛啦。所以这个时间是不是无量无边？那坐到未讲的坐啦。我们就可以了解说，玄劫已经这久啊，这第5位佛呢第5位佛还要未下生呢，还要下生去多久？要56亿万年，是不是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落入现象不是假的，虚幻不实在，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常住不迁，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追求我们能够证悟自己的本性，能够恢复到本位。每一位都是佛。关了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刘讲师。好，你说。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在菩提树下讲经说法的时候，那他的法相是不是头顶上有一颗一颗的？那有听说是2份就是2大片的，那小的的说法是1份对。好，请坐。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那个就是有6年的那个苦修了。我们要了解那个菩提寺是非常的那个轻，就是连枝枝都没办法这个住得上去带不了啦。菩提树足前去所有的都这个自不这个没办法去沾得到那个上面菩提树各位有看过吗？菩提树那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我们就是坊间就是我们社会上就是把那个因为他坐在那边太久了，坐遐久坐人年的时间。就甲伊讲，就拢头头拢交晒放落来掉咧，还是一粒一粒，所以我们有这个后来这个
朝拜的时候买水果供佛啊，就不买那个释迦了，因为就忌讳那个名称啦，释迦，买释迦来拜安尼无尊敬啦，无迄个恭敬的迄个心啦，就是那个意思啦。那个番石榴啊，跟那个番茄那个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肠胃啊，然后出来以后，它的种子啊又会生啦。那个去拜的话无清气安尼啦。所以我们就是稍微了解它的那个典故来源。那个那个是我们这个就是在想说他坐在那边那么久都不动的话，那一定是鸟粪落在他头上的啦，那是想象，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还有吗？还有2分钟而已再有一个问题，好，请说。好，他第。那个有一次呢，我们同学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在外面在打雷然后已经睡得很熟了，然后惊吓起来，那是不是我们的活性本体的作用？好，请坐。对，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很专心在做事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离得蛮远的，有很大的声响，然后我们会被它吓到。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呢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呢，被那个很大的声响敲到以后我们连带的整个身都丢起来。所以那个叫做日用而不知我们日常都在应用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我们都在应用，可是我们不知道。像这个打雷也是一样打雷都是离我们蛮远的地方然后一打雷以后，我们都会被惊吓。那个就是一样打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法身被那个雷那个闪电这样一触弄，然后我们吓到。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那一个佛性是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样了解吗？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我学占道跟师德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这个《道德经》第4章，对不对？好。大家都有书吗？这个第4章呢，不言，不言章，不言呢，就是呢。这个没有全部充塞圆满不圆那么这章呢是在讲道的这个功能作用道充呢而用之后不圆。这个道充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冲呢，就是冲上开来，就是讲呢，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冲上开来以后它的功用，功能作用，那在我们这个凡尘可以说整个全部都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这个功能作用。那我们在凡尘是日用而不知。我们也不了解说，这个整个都是这个我们的佛性这个本体生化，连这个山河大地全部也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呢生化出来。然后我们因为没有研究，也都没有听过，所以会觉得这个蛮生疏都不熟悉。
各位新回来了没有啊？怎么看我们都这个左观右看呢？那个心不在呢，心不在哦，有声音听不知道在讲什么啊。要心回来，才能够听得懂。这个心理心法就是要学专一啊，能够明心，能够见性。那心性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全部呢，都这个充满。可是我们因为没有研究都不知道，各位就可以了解啊，说我们都把它呢当成非常自然。我生下来以后啊，各位想想，为什么全部都是有6孔7孔，还有4肢？这个呢都是整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生发。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呢？我们也都没有研究了，没有研究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生下来以后啊，都有这个千差万别。那我们了解是在这个生活中啊，所有的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作为，然后引起我们呈现的现象就不一样。那我们在凡尘一定呢要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所有这个思想一举一动全部都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觉之中。那只要呢我们全部都能够知道我们所有的思想跟行为，我们就可以掌握不造恶业。那造恶业我们就不用接受那个果报，那个痛苦的果报就没有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起心动念以及我们的行为我们时时刻刻呢可以说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就是无明。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无明？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无明就没有作用。所以无明也是佛性本体生发出来的。那我们修道就是要去掌握时时刻刻都明，没有无明。因为无明引起我们造业，造了业就一定要受苦。所以我们这个功能作用因为是太大所以都没有去研究，不知道整个全部都是所以老子就讲说道冲用词这个道然后冲散，就像我们这个泡茶茶一泡以后那个茶水里面全部都有那个茶叶的味道，整个呈现了以后我在生活之中整个都在道之中所以我们日用都日用那个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都有，全部都在日用那老子就说后不言，那个后就是没有进入肯定就是假如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么肯定的事情老子用不肯定的语气来说？因为假如说一落入肯定就已经走入一边，那走入一边以后就有另外一边，那两边产生了就有生灭，一生灭了就变化。那变化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这个不生不灭不变的，我们能够掌握到不变的我们才能够有主宰。那假如说我们都在不变的里面去注意的话，那我们心中等于是说没有主没有主怎么做
我们就比较茫然。那我们了解说，完全都在自己的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之中都掌握，这样呢就很理想。这样各位知道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个南部啊修起道来比较好修了，或许都讲说在北部啊这个心理心法听1年要了解啊，可以说很少，都是要2、3年，甚至5、6年才会了解啊。那我们这边才听了1年，可以说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的？你看这么肯定这么有信心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都能够摸到，那个轮廓都能够摸到，这个叫做摸到根摸到根老先生讲成仙走佛。那假如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没有摸到，没有了解，那就瞎修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很重要。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一定要实际做。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不管3、5分钟都可以。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是已经摒除外染、外面的感染我们都摒除了，就成垢完成了污垢我们都放下。那放下以后我们心性清净。那我们清净了以后就回到佛性本体。这么理想的，不会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讲说那个颜回大家都有稍微耳闻，都了解。颜回他肌肉相，单食嫖饮，这个人不堪其忧。可是回呢不改其乐，他快乐在哪里？就是他已经摸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他把这个本体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不生不灭。那我们身体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总有一天会死都要还给天地的。所以那个时候或许会这个想说老天跟或许交代。说把天理佛人看好你出去也是死你在这里也是死，或者都一直想对都会死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身体总有一天要还给天地我们借着天地的那个元素水红土，这个众缘际会就我们用，我们都一天一天在变化，身体那个细胞都新陈代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有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主宰它。说你不要变，你不要变，我要这样就好了，不可能一天1年一直过去到后来都一口气不来了，整个都还给天地了。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没有生，所以也不会灭，不生不灭。那我们凡人都不研究不了解，我们已经得到上天大开普度，得到了这么殊胜，一定要借这个机会赶快修正，身体还给天地，还没有死之前就把它当死了一般。那使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活过来所以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了。我们人心很厉害，造化都引诱引诱我们去追求，我们追求外面这个现象我们佛性就迷失了。迷失了以后等到一口气不来糟糕了，没有路可以走了，怎么办？被业推，又推呢去现象，现象以后又受苦，就这样恶性循环。那我们呢了解说身体要还给天地的所以要努力在佛性呢用功夫，绝对要使我们佛性光明圆满
所以我们刚才那一首歌啊，歌就可以了解我们在凡尘啊，那个不如意事啊，不好的事啊是非常多，而且我们习惯性啊，我们的习性啊，都沾了很多成果了，都很习惯性的引导我们呢走那个不理想的道路。那我们这么幸运啊，能够呢求道，能够修道，又能够接近啊现行法，这么殊胜，一定呢要把它恢复。我们呢都跟这个仙佛在一起，我们本身呢也都是仙佛，所以要呢自我期许，本来就是佛。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造很多业，然后一直啊接受那个果报。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了，又呢在造，就这样，所以我们说，我要脱离这个苦海，绝对不能再造业，业不能造，才可以离开那个恶的果报，所以一定要研究道理，我们道理研究了，从心念改变。心理改变了，我们行为就改变。我们行为改变了，我们的遭遇啊，我们的结果整个也都改变。所以我们从研究这个证悟者他的说法，然后呢了解这个真理，所以呢这个道冲而用之啊，不盈，不盈也就是这个不会充满，它其实这个道已经很充满，为什么说不盈呢？因为老子就很这个忌讳说，物壮则老，物到达顶点的时候它就走下坡了，所以你一圆满以后，它就走入那个这个不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用呢就不宜来讲，留一点空间。我们在这个凡尘做人也是一样。看到人家这个做错不好了，我们也责备不要太超过、太甚，给人家留一点空间，这样就圆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要留一个空间。物壮则老。等到呢物到顶点以后走下坡，所以呢它就已经开始变化。那我们呢不使它走到顶点，留一个空间，留一个我们有发挥的空间，这样就保持那个很理想的状态。所以老子就说呢，这个道冲用之后不盈，这个它已经全部都充满了，整个都是我们的一些佛性，可是呢它还有一点空间，还可以再发挥，还可以再努力，这样呢就很圆满，这个是老子的观点。那个焉悉是万物之中，焉呢就是深焉，非常的这个深。我们的那个法性它非常的那个有内涵，非常的深。它呢就是万物的那个宗旨，就是根本。宗旨呢就是根本。这个很深远好像万物的根本，本来就是了。可是呢，老子也用那个是好像的意思，好像是万物的根本。本来就是万物的根本可是他不用决定词啦，一用决定词很容易走到崩的边，很容易会遇到那个呢那个两边的那个观点出来，所以都留一个空间，是好像本来是绝对的万物之万的绝对的一定是万物的宗旨。可是他用是万物的宗旨来呢这个形容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凡尘的为人处事也一样虽然是很正确的
有时候我们都会得理不饶人呐，那我们得理还要饶人，要能够原谅别人，这样的话那个涵养就很够很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佛性本体啊，它非常的那个功能作用啊，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非常的奥妙，所以底下就讲说呢，凑其锐，这个锐就是锐利加来啊。那我们在生活中各位先贤，这个锐啊，让我们感受的是什么最明显？锐，我们用台湾话讲就小白了。各位了解小白什么意思吗？了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白是不是锐？要不要把它凑？凑其锐。小白会不会得罪人？绝对会啊！像我们上个礼拜的第2次讲的时候，那个开那个面乳的引擎盖不是被人刮伤吗？他摇不摇摆？就是要人赔30万啊，害死一条人命，有没有？他假如说有含量，知道那个不贵难得之后，那个引擎盖刮伤了，你车子都没有损伤啊，一样好啦，只是不好看而已啊。你有那个含量可以原谅人的话，不是那个人就不会自杀吗？那个老年人他就看不了人家摇摆啊，所以他也不好干嘛你去刮人家引擎盖刮伤你也没有好处啊。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嫉妒别人有嫉妒啦，目眶红，所以我们就要学，那个都是身外物不管我们有没有我们这个在凡尘是富有还是贫穷，那个都没关系的啦跟我们佛性都沾不上一点关系。所以人家有我们喜欢，人家没有我们呢，有能力的话可以帮助他，不要有那一种强烈的那个嫉妒心那个嫉妒一出来绝对会出问题，会不会出问题？那个很厉害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有那个行为动作一嫉妒了以后就会有行为动作，这样呢会害到我们自己，也害别人。那我们假如说有吃亏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宽宏大量，那个时候可以培养浩然正气。吃亏就是培养浩然正气的最好方法。那我们占人家便宜就是消耗浩然正气。那或许都一直讲我们人烟稠密的地方浩然正气还显现不出它的可贵。那你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个浩然正气就很重要。那要试验我们有没有浩然正气或者不是都讲嘛白当你一个人你到佛墓去看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状态。各位先生用想象的半暝黑暗暗的时阵，一个人到坟墓去，会皮皮出来了。所以就知道假如说你浩然正气充足你到那个坟墓的地方也还很笃定，就是这个平生不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对不对？我们都朗朗上口了，试验自己看看，试验自己到底是真的多呢还是少？那皮皮错都唔通去唔多转混咧混还要弄
那个会很厉害的哦。我们那个人的心啊，一怕起来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有实际的让我们可以经验。实际的可以了解到本身的那个正义感呐，那个浩然正气啊，到底是有没有？我们能够呢在凡尘顶天立地啊，最重要啊就是浩然正气。没有的话那个魑魅魍魉啊都会欺负我们。所以假如说我们在外面去游玩了，经过比较那个不干净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回来了以后这个身体都不舒服，然后去医院检查都没有毛病啊，可是就是非常不舒服。那个状态就是可能啊已经被魑魅魍魉揍一拳了。因为他没有形象，我们他揍一拳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很难过了。很难过找不到原因。医生说你什么器官指示都正常，可是就是很难过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还有啊。好，那一定各位先生，魑魅魍魉要做我们啊，是我们本身第一个佛性不良，第二个没有行善，没有德。他才会做我们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啊，都没有那个负面的念头，等于佛性也会光明。我们又求道了啊，求道以后，我们玄关最起码都有一点那个小香的亮度。我们培养那个亮度啊，就像那个两仪灯那个灯啊，很亮。再大一点啊，我们画佛像不是都有一个钢雷啊，一丁雷背条有无？那个就是佛光啊，佛的光它呈现很大。那这一些幽冥鬼魂、魑魅魍魉看到这个亮度啊，他远远的幽冥鬼魂都跪着拜，所以我们了解到，他就已经看到佛菩萨。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啊，只要你培养那个佛性啊，光明，有这个光明啊，那个幽冥鬼魂看，就是看你就是已经是佛菩萨。不是说等到我们这个以后啊，这个一口气不来才成就了，不用在当下就已经是。所以呢他看到以后啊，就跪着朝拜。那么这一些魑魅魍魉还有日夜游神、凶神恶煞，他就要保护你。他是不好的东西可是他保护你，因为得众鬼神亲，鬼神啊很亲佩有德的人，所以他都一直保护你，绝对不会欺负你。那我们会被他揍一拳啊？各位，我们有没有德啊？绝对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是要真的要反省。所以佛学也说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啊，也可以试验自己啊，求得到了，尽管有没有光亮。现在有很多狗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养的不算了去找一个不熟悉的狗，然后这个狗看到人有时候就会不一样因为狗眼就看人低呀它瞧不起人，因为狗它本身很忠这个主人怎么打它它都不会去咬主人。可是我们人做不到这个状态，跳头给美服啊，不要一直讲他坏话，对不对？没有那个狗的那种忠心啊，所以狗眼瞧人瞧不起，所以我们都没有尽到那个种。那我们用狗来试验，这个狗开始会的时候啊，
是跟我们打招呼啦，打招呼他不会讲话，跟你说你好，他是用会的啦，给你背。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跑，你跑的话有一些狗会追啦，所以你有做那个坏事，这狗会追你，会咬你，你就站定，调好，然后你两眼左旋然后对着狗的眼睛看，就是放出你自信之光啊，会不会？对着狗的眼睛看。然后他朝着你看，假如说他已经低下头，然后尾巴一直摇，那就恭喜了。为什么？你那个玄关的量已经都发出来了。因为或许有跟老前人跟那个前人陈大姑啊，就是有观察到这个现象。或许在那个台北三重啊，有度一个那个印刷厂的老板，然后那个老前人前人都有去那个印刷厂，那个印刷厂它很有意思啊，就是不请守卫，养一只狗啊，起家狗，那只狗这是很厉害，没有主人招呼你要进去啊，它就是让你进去，你硬要传它又会咬你的，或许就被它咬过啊。所以知道，特别知道，然后老前人前人到的时候，他们不同时间去的啦。老前去的时候大姑啊没有去，大姑去的时候老前没有去，然后所以就注意看那个狗怎么来对老前人，怎么来对大姑，很明显啊，对不对？那个不用主人出来招呼的。那个狗看到那个老前人，那个头就这个安尼，拍到都一头卡去了，尾你伫里演的啦。我讲真的差这么多嘞，差很多。然后大姑是很怕狗啊，你足惊，你还会搞得你在惊，伊在惊狗啊，狗啊嘛在惊伊啊。所以那个大德者真的是就是不一样。我讲我来你都唔捌安尼，搞我搞。现在老先生来都这个表现出来所以或许就了解说这个真的是假不来的。你有那个德啊，有那个佛性的量，整个都呈现。那个很凶恶的狗啊，都表现这个样子。所以或许讲究有力道，我给你渡掉啦，不是用想象的，是我给你渡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可以试验我们到底本身啊，那个佛性啊，已经都点燃书点开我们玄关了有没有发出光明啊？假如是你都已经手斜对着狗的眼睛看，它也跟着你瞧，然后瞧了以后头都没有低下来，尾巴也没有摇，可是又开始会给你背啦，什么现象？就是拢暗暗，迄佛性规个拢暗暗，无光啊，无光伊果然看人低啊，给你背，所以一下子真的要反省了，要忏悔了，得到这么殊胜的道都没有把它行持，都没有把它培养，所以就是要努力。这个很容易嘛，对不对？咱拄到狗啊，就容易嘛，对不？容不容易？那或许有时候现在是很久没有讲这样，之前师长都会鼓励人才去试验，然后大军说我唔敢嘞，为什么？说知道答案后会很恐怖。我说怎么会？知道答案以后然后假如说他头低下去了，
那给你信心啊，你佛性已经有量了啦。哦，那假如说他又对你一直会，表示说你修方法不对，哦，佛性没有量，这样不是很好吗？你讲不到，各位可以试验看看哦。这个不熟的狗才可以啊，哦，熟的不行，自己养的哦不行，一定要那个不熟悉的哦，然后看看哦，什么样的反应，给我们讲哦那个考试点，看咱修了有够天步啊无，哦，佛性有没有发挥，哦，刮没出来，哦，这个蛮重要的，各位啊，有没有那个信心说我佛性光明？有没有？我那摇头的这个，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啊！那可见哦，我们平常的时候，那个锐，还蛮多的，就是摇摆。各位啊，摇不摇摆？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都会有骄傲，都不知道的骄傲，所以我们一定要挫其锐。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来把这一些把它挫败，改全部都给降服，让这一些锐啊，那一种那个很强势的那个做法，全部都把它降服。很强势啊，就是尖锐啊。我们有做的有没有很强势？人家你讲都不爱听，都爱听我的，有没有？怎么这么见笑笑？在想可能自己犯的这个毛病了都很强势，强势就是锐，尖锐，所以我们的脾气毛病啊，尖不尖锐？我们有没有去改它啊？有那个就是用我们佛理本体来挫其锐，把那个锐啊，把它降服。我们能够降服啊，我们本身是一些锐气啊，这个是最重要。我们只要能够降服了，降服啊，我们所有的那个妄想心啊，我们的妄想心啊，很尖锐，足强的。拢不爱来修伊就造成，会不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像现在这个社会现象或许都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很理想。像我们开车啊，在高速公路，假如说你的速度是按照规定那个90、100，可是后面就有那个赶时间的8888，来赶你呀。你这个这个技术啊不是很高超的话，又不能够这个左冲右撞就会比较反应慢。后面的人他是就觉得说你故意在整他，所以他开到你前面以后就来一个紧急刹车，会怎么样？那个弄了对不？像唔对。绝对不是那个紧急刹车的唔对了，虽然没有保持距离唔对，但是那个现象，各位就可以想象，吃事啊呢，哑巴厨房呢，有苦说不出，明明都伊唔对现在我都爱背，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人心啊，一念天堂，一念就地狱啊。而且现在还蛮多现象是这样尤其你在外面这个开车的话，时常都会去遇到。那我们要知道说那个都是很小的小事，小不小事？可是引起会出人命，对不对？会出人命的。那我们就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尽量培养，都是不去妨碍到别人，自己啊宁愿吃一点亏没关系。可说了，有开车的人可能都会稍微了解这一种现象，有没有遇过？
还有啊，那绕过以后啊，心情怎么样？就很恶劣了，对不对？哦，一定开朗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能够呢这个帮助人家，能够呢看到好的事情，我们都会很高兴。那看到这一些恶劣的现象，心里面都会很难过。我们呢是在社会生活，所以那一种尖不尖锐？就是锐，很尖锐。我们要把这一种臭其锐，都呢把它呢降服。那一种不满的心都要降服。假如说你是赶时间，前面都把你挡住，你要想一想人的技术不是拢像你遐好的啦。不一定是马上可以让你给你做的。这样的话都没事了啦。降服我们的那个内心降服。所以遇到有一些很难这个压得下来的那一些那个尖锐的事情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要训练训练自己能够降服我们那个很尖锐的很盛满的那个怒气。等到我们能够征服了我们那一些很大很强的怒能够把它降服下来，我们会很高兴可是我们一般都豁出去了，对不对？会不会？这样是修养好各位的修养都是很好，已经进入状况了，已经呢在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当中。佛性本体都没有这一些事而且这一事都是凡尘事，都是很小的事，它不要因小失大因为这一些小事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染得五颜六色。因为在那种现象之下我们很容易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受那个现象的那个误导、错的引导，然后心心念就不正确。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之后呢，这些圣贤都教导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一定要培育我们那个佛性本身的那个定力。定一过了以后我们充实了定力了以后，就不会被这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左右，就不会被它影响。这样呢生活就很理想，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很高兴那假如说我们是被这一些现象已经降服了、克服了，现象把我们的内心都已经压抑压制了，那我们这个生就没有意义了，生在凡尘了那个意义就不大。所以要了解说凡尘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要认清它所有假的不真，真的就只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我们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一种状态之下那整个我们的天性都恢复，就可以像颜回一样颜回的那个生活那么困苦，可是他很快乐很高兴，而且那个快乐的高兴是真的，不是做给人家看，是真的从心里面产生。那我们要真的从心里面产生就是要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认识的程度很深程度很深了以后，我们会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一安住了以后完成了什么事都小事都变化无常，就不会在意。不理想就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老子跟我们讲，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来凑其锐，从我们本身做起，有这个锐有胡思乱想，有那个呢骄傲的心，全部呢都把它降服，凑其锐，锐啊一凑了以后，可以啊很柔和，柔和啊，就可以你看到我们得三宝最后一宝不是合同吗？合同，已经跟天地整个啊合了，跟天地整个同了，合同，有没有合同啊？怎么都反应不过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在用三宝，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显观窍，用五字真经，理气象，然后呢密满则虚空，周视我们身心，有没有用啊？一个反应不过来。我们日常要了解三宝很殊胜，都在日常在用，所以这个凑其锐，把我们不合真理的全部呢都挫败降服，然后呢跟天地整个都合，整个都合同，所以整个天地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啊？不相应。还在想什么意思意思还没有体会出来所以更要了解我们的求道的三宝很殊胜，就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呢要把它用。那么解其分再下来那一句解其分，就是凡尘纷纷扰扰，然后我们用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以把这一些纷纷扰扰的万象都把它解开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是定来处理万象凡尘是不是纷纷扰扰？有没有？很混乱，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处理的很理想，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跟着乱？我们都有那个主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有一个主宰，这一个主宰在处理，处理呢，那一些很棘手，很不好处理的事都可以处理得很圆满，那个就是解其分纷纷扰扰，我们都把它呢，都解开了，都很理想了。那么合其光呢，同其尘。和光同尘，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群居社会，大家呢都是相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要尊重所有的众生，尊重呢各行各业，我们呢都互相之间那无做啥对不？咱三堂钱，对不对？你看我们身上所用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做的？都不是那拢无做拢有当用对不？所以这个叫群居社会，互补咱无做，但是咱拢有当穿咱即马要用物件嘛，不是咱家己生产家己做有当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感恩感谢呢这么的这个大家这么这个祥和，互相间这个合其光都呢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生活，还是过得呢很如意各位生活之中过得如不如意有没有都这个抱怨连连？有没有？真的没有吗？那么理想都没有抱怨。所以这个表面的跟那个背面的都不一样
这个表面的很理想，这个背面的抱怨连连。那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培养出来这个感谢这么多的不同行业它铸造不同东西给我们用，我们都用得很顺心，很如意，所以要感恩，这样呢就合其光了，所以我们了解不可能我们去这个要吃饭去种田，要这个穿衣服去织衣，都不可能这样可能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日用呢都不缺欠可以说我们呢这个福报都蛮大，不像呢这个生在那个非洲那个伊索比亚跟肯亚那边他们这个日用都缺得蛮厉害，那我们这边可以说呢都很富裕了，就是因为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之下，不努力修道可不可惜？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一定呢要努力修道，就是把日常生活之中所有的不好的脾气毛病去掉，然后呢整个这个起心动念都不要有负面的那个神动要天水各位有听过吗？神动天水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是子贡讲的啦，说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居住可是我们神通万物，那个神通万物就是我们这个万念一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我们佛性本体启发了以后我们又用耳根圆通使整个佛性延伸到空间所以整个空间都有佛性在，所以我们那个司机龙现，神通万物那个第一句的意思。那第二句呢，那个淹没很深烟的静默而雷声打雷的声音，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从佛性直接发挥出来，那么他直接发挥出来就是德啦所以他的德性感人，就好像打雷那么震撼淹没而雷声，他没有讲话不靠讲话，靠实际的去做利益众生，这样呢德性就感人那第三句呢，神动而天水，就是起心动念神动，然后天理都跟着神动而天水。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有没有天理都跟着不是的音开始讲的时候不是讲吗那个道就是我们良心，我们的良心就是道，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道德。经呢就是我们都这样做不变化就叫经，道德经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都有良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良心那个就是道，我们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我们都不变化就叫经，道德经。各位都有没有？身上都有，对不对？要把它都带着道德经都带着不困难的啦，不要找借口说那个良心一个已经死掉了一个还没有出生这个期间刚好空档，那个是找借口了，不想做了，因为我们按照这个良心来做事比较会吃亏我们都不想做，才找借口来讲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是我们本身的关系
凡人啊，一定都是自重自受。你做好事啊，你得到好的那个果报；做坏事呢，得到坏的那个报应，都是自受自受的。那我们按照良心来做，最起码抚养无愧，对得起天，对得起人，抚养无愧，没有感到难过的地方。这样的话本身啊，佛性本身就光明了。所以那个就不用怕那个人烟稀少的时候啊，那个魑魅魍魉会揍我们一拳。因为我们现在都这个生活在这个比较人烟稠密的地方啊，所以那个体会就不深。或者都讲，只要你有空闲的时候啊，到那个合欢山啊，合欢山没有下雪的时候啊，没有人啊，可是那边的天气啊，像说是夏天去的时候啊，它还很冷。因为那个雪刚好融化，融化的时候啊最冷，很冷，还没有人。你在那边走个一天不会遇到一个人。各位那个时候会怎么样？你行一天拄有一个人会安那？心慌所以或者因为有经验那个时候是想闭关到合欢山去找不到那个理想的地方啊。我想我若来这闭关，还佫遮寒，我一定全死在内底。所以不敢一个人再找另外一个熟悉的人，结果找不到。那一个熟悉的找不到就没有住在那边，不然就在合欢山那边闭关。那个就是要这个深入我们的法性。所以这个追求就是一定要自己发心追求，而且或许都是真的实现要按那来研究，按那进行，从家里去实验看嘛，实验看看。所以很多讲出来以后都是或许自己本身经历。所以就告诉各位说，你万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到达佛的领域就是那个颜回颜回他就是把所有的凡尘放到全部空，空到尽头什么都没有那整个那个妄境真显，真就显现。虽然32岁就死亡可是他的佛性已经整个都佛了都没有一点那瑕疵所以那个最理想，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做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各位浅浅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没有三心，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我们万念放下，是不是什么都放下了？是不是没有三心？那没有三心三世不摄受。过去世它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它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三世中既然未掉，摄受我们不住，我们的佛性就整个呈现了。没有三心就没有事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全部都没有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当下那一个念就是亿万年，万年不是讲14古今不离当念吗？那个就是这个状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眼前那一个了了分明的佛性本体，那一个我们把它称作一念三世各有三世就9世，加上那一念一世刚好10世10世的古今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一个状态。你了解不？我们要追就是追这个追这个显现在当下，让我们了了分明让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个就是佛。你了解不？了解。
不会很深哦，啊也不会困难去做，对不对？唔免去打地啊，或者那个有一个那个时期啊，不知道他几岁，曾经那个政府就是帮或学找工作啊，去做什么工作呢？去养米啊，一包60公斤啊，多100台斤。我讲迄要甲我缀死哦，我若举一工我就无命呢。莫讲一工，迄1包我都举袂赢。那我们修这个要不要那么费力？不用，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这个是从心性着手。按心性着手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根源，了解到它那个来源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到凡尘来，我们要怎么回去，这个一定要了解啊。各位了解了没有啊？真的了解了，我们怎么来的？那哪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来，才会知道怎么回去所以我们是一念妄动而来，起心动念啊，各位要了解到，起心动念就是最容易的，我们很容易就起心动念。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因为修行无用各位先生，无用的时阵念头济啊少，真少都拢去空气拢记掉，念头拢较袂起来。那我们空闲的时候念头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头就是最难降服。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因为有念头有念，我们才落入凡尘。我们要回去就是要先把念头我们先开始修的时候先能够掌握它，所有念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咱有法度控制咱家己的念头，莫超出咱控制的范围啦。安尼样呢，很困难咱的念头拢超出咱控制的范围控制伊袂掉要想啥要想啥，控制得掉的。很难很难去管制它超出我们的知道的范围，它都超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佛的本位，就是因为念头障碍，念头给咱障碍。我们现在先了解我们念头都呢能够我们去管制它，约束它然后我们尽量慢慢的把那个念头能够消除，就是把念拢无念，然后到没有念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断按念尽，已经都全部尽，我们的声相就没有声音断了，声相没有，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你知影无？最容易的最困难做的咱的念头是不是咱起来？所以我们去知道这个起念头的是谁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它才能够起念头，不是他空的你看咱若一口气无来，头还佫跌着会起念头的？不会的所以起念头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起念头的时候赶快回光返照，来看那个起念的那个来源，念的来源从哪里来？我们会发现它竟然是众缘际会，众缘际会来起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叫做众生。
众缘而生啊，很多因缘际会，然后才生发念头啊。所以我们度化众生那个佛说度众生啊，第一个要先度自己的众生，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啊。我们把所有念头都度尽了，没有念头了，就成佛了。这样知道吗？没有听过有啊，在哪边听到？我们都以为念头没有关系啦，这个北部的道经来说，脑袋瓜生下来不起心动念太浪费了。就是要用脑袋瓜要用。我说这个我们脑袋瓜这个用的太厉害它会抗议。所以各位假如说不相信这个或许讲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开始胡思乱想，一直想不要停到想到后来不知道怎么睡去一定也会睡着。明天起床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头会怎么样？那会爆炸，那个头痛的会让你难过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佛性在抗议。那假如说我们又另外找一个时间一躺下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睡着了，明天起床的时候你那个头脑非常舒服。这个或许都试验过了才讲出来，很喜欢试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念头的时候全部都没有念头，真的我们那个心清净，心一清净以后恢复到佛性本体就回来了。所以心清净容易明心见性。那我们假如说心太这个容易起心动念胡思乱想，那要明心见性就比较不容易，没有那么快，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入。我们要了解说明心见性它的程度也有粗浅的，也有深入的。那我们呢就是要深入，深入我们法性，越深入以后我们就会越宽广。那越宽广，整个宇宙大地我们要了解整个山河，整个山川，全部呢都是真心。所以到那个时候心跟境一如，心跟境已经合在一起了。心跟境合在一起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心的时候就回到本来。所以佛就是证悟那个本性。就是没有对待。那我们现在在凡尘都有对待都有对待就是都有生命。生命不停无常变化，我们就没有回到我们的根源，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根源它没有对待，就是一个绝对体。那我们现在是从对待之中来修持。先把这些对待都了解透彻。那了解透彻的时候，它都是无常变化。我们都是住相以后，然后才产生很多烦恼，产生很多烦恼，有所作为，才造了业因。业因一造了以后，才接受果报。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我们自己走的。该你作为，该你接来。那我们自作自受就要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进入自作，然后自己接受证悟本性的果报，就是成佛，回归本位。这样了解吗？肯不肯做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看看自己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个是一条不会后悔很值得我们做的
一劳永逸啊。虽然说是有点困难，可是呢不是那个做不到的，是我们的决心问题呀。有决心要做了，好，我现在开始信念念头，都在我的知觉之中起，知觉之中起念头没关系，我不会呢被念头左右，从这样开始做，然后做到后来，慢慢的我把念头想让它不起了，这样呢，又能够经过一段蛮长时间了以后，真的合同了，合其光了，跟呢整个天地啊，变一体了，不用分别心的，回到本来了，很理想的。一定要自己做了，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也不能用想象的，要实际啊，去做。所以这个合其光啊，同其尘，跟凡尘啊都已经融成一体，不容易啊，可是可以做，可以做到，修正了以后啊，就是做到了。所以我们刚才看的那一些啊，就是告诉我们落入凡尘太久了，习性太强了，脾气毛病太多了，然后意见也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是要告诉自己，有意见人讨厌，有办法人喜欢。你都不要说话，把问题都解决了，你喜不喜欢跟他相处？很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那一个人家喜欢的人，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讲话，不要人家做你有意见，有意见就人讨厌，对不对？不你来做，做个歪，讲个真好讲，有没有这样啊？我们还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事啊，都是变化无常。不要这个太在意，要了解，我们呢在凡尘，都不长久的，几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不能够，这个因循岁月，要掌握。湛兮，是若尘这个湛然常寂，那个湛就是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叫做湛然，常寂，寂灭那个寂寞的寂啊，那个呢是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它可以感而遂通，湛然常寂，感而遂通，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说湛兮是这个后尘应该是漏了漏尘，湛兮呢是后尘，就是呢它很湛然，跟那种底嘞因为不落入这个形象，所以都用那一种那个比较抽象的那个形容，就好像湛，我们佛性都有嘛可是老子呢他都不是把那个话说死了。都讲那个比较让我们呢能够用体会、用领悟的那么吾不知呢，谁之子？这个老子说，我不知道呢，这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什么人呈现出来的？象帝之心，形象，形象的皇帝他比那个形象的皇帝还要再早。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所有相都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就讲先天先天它就已经存在。那我们后天以后才有的那个讲后天。那我们都讲先天，先天之道。然后后天是妙，不是都这样讲吗？有这个形象以后然后才有盖世妙。所以那个妙都是后天那我们这个道，我们这个佛性是没有形象，它就已经有了，所以叫先天，天地之先比天地还要早，
所以呢这个不盈沾呢第四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也是蛮深的深不深？浅不浅？说它深就是我们还都不了解了；说它浅就是已经都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它就很浅显，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呈现，那个就很浅。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碰没有去经历，那就很深。那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把它用，就很浅。所以我们这个佛性本体都没有形象。那我们都一直在生活里面有空闲3-5分钟都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可以体会出来，那就很浅了。有没有这样做啊？这个不到1/10。这个有的都不到1/10。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要重视它。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重视它，因为我们重视它，才会付给它权柄。那我们不重视它我们的感官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它会掌握权柄它会发号施令。那我们重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会启发它出来当家。启发它当家那个就很理想，就是我们的良心都整个呈现。那整个呈现，我们不会做错，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重视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空闲就做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把那个妄去除掉。妄这个不真的变化无常的这个妄都去除掉。那个已经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呢要让它很切切实实的整个轮廓都出来。出来以后我们要培养，要如虎还有个圣胎结圣胎了，圣人出现了。我们不是说圣人，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圣人是谁？那一天不是说孔子吗？或许说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他是圣人。是不是圣人？是。因为就是从他然后修正成就的，就是圣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圣人我们认识培养然后呢让他茁壮长大。这个时候我们就恢复到本位，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虽然它还不是全真可是毕竟是要这样进入。这样进入了以后，你很熟悉了，以后就会有般若妙智慧从佛性本身发挥出来。所以那个般若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学来的都叫聪明我们很聪明。现在你在社会上看到所有人的面孔那个聪明相拢写在那面的讲我足巧，你袂使把我骗，有没有？都很聪明那个是我们落入后天以后去学的。那我们的般若是具备在佛性本体佛性本体
一定要培养。我们先认识佛性本体，然后一段时间的培养，般若呢，它就会生花。生花般若以后，从佛性本身发挥来认识真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定跟慧它互相帮助。认识真理就使以智慧。你有智慧定力就增加。你有定力的处理事情轻重缓急就处理得很圆满。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整个都在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在佛性本体里面，一定要自己去努力做。只要有空3-5分钟都可以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体会那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不能早已下。可是那个知觉性我们是可以领悟的。一定要做有没有做估计拢不爱给你引咱第二问估计不爱给你引这个要了解到就是这样子进入的这个圣贤之门这样子进入不是很困难看看我们有没有那个诚心恒心坚定的心有诚心的我们体会了然后有恒心的我们启发般若了，然后有坚定的心我们把它修持成就了，绝对是一劳永逸可以成就的从心里面产生很实在的。我们呢在这个讲那个第5章手中章因为呢这个手中章跟这个不应章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手中就是守住我们知道那个本体那个中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道所以呢道就是中手中。他这边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天地很不仁慈把那个万物当这个刍狗。那个刍狗就是古时候祭祀用的把它雕塑的非常的漂亮还没有祭祀之前一直雕塑的很漂亮。然后呢这个等到祭祀祭拜完了以后就把它毁掉了，不要它了这样的意思吗？那个刍狗古时候在祭祀用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一个庆祝会还是什么的还没有这个举办之前会场不是都那个装扮得很漂亮嘛？然后举办了以后是不是把它整个都拆掉毁掉就好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看都是这个样子要点燃以前等到就水的点燃以后就做粪扫拢拖掉，对不对？这个就是老子讲的这个现象那我们了解老子讲这个天地不仁，为什么天地不仁慈把这个万物当成刍狗，就是呢我们呢这个春生夏长都使万物一直生生不息，一直生长得非常漂亮。可是呢一到达秋天的时候秋杀之气那个秋杀之气我们看到那个所有那一些事业都掉落下来叶仔都落了有无变做孤枝对不你看要雨水的时阵安尼春天夏天安尼很茂盛，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哇再变孤枝所以这个老子的意思他就讲说天地要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时候雕塑得非常漂亮，可是等到一秋天以后那个秋杀之气又把这一些万物又毁掉了就是那个意思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有吃米嘛有吃切对吧咱看到种那个切长
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我们使那个五谷啊一直生长，卖有迄个秋沙之气来让它成熟，让它芒花，让它结穗，让它成熟，那个对我们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让它直直大到去拄到天啊，有用无？无路用对不？所以老子讲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使它生长到一个时间，一定要秋沙之气啊，促其成熟。安尼知影无？伊即马互伊大到一个程度啊，互伊芒花，互伊结穗，迄个时阵就是爱秋沙之气啊，伊才会成熟。成熟，咱才有米通食，对无？才有迄个切啊通挂，才有米通食。你看咱做的这茶，这茶你若较需要拢互伊直直生长，不要秋沙之气啊。咱爱了解讲伊的晓摊，各位都了解嘛那个木啊会变化，那个就是还没有成熟啦。所以它使那个树啊生长以后又有那个秋沙之气啊，促其成熟，就是会当坚硬坚硬那摕来做家具啊，它才不会变化，才袂晓摊。各位先生，晓摊国语安怎讲？变形啦我们用变形来说，可是没有晓摊要传神用晓摊较传神对吧？那看到迄个物件迄个晓摊啦我们都知道就是用的那个木材还没有成熟，它还是很嫩还没有熟啦，那个秋沙之气还不够所以不能那个时候去采来用做家具不行的那个会被人骂，买回去了以后会去找那个收制造的人跟他这个吵你来做这一条摊呢所以一定要等到那个成熟。所以我们了解地利之间它有一个生气，还有一个杀气。生气让它成长，杀气促成它成熟。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老子讲的他就是讲那个相反的那个意思说不能，其实就是他的大人大人才能够万物对我们有用就是因为有促其成熟，我们才可以有万物可以用。所以这个第一句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意思讲相反的那个角度。那么底下接着圣人不仁以百姓呢为刍狗那个圣人他一样也是不仁慈，把百姓呢当成刍狗为什么呢？因为要教导我们呢要守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不是那个圣人要教我们百姓这一些我们人应该要做的这个八德，我们生下来就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都具备圣人要教导我们要具备。那当我们遇到，所以有时候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会把命这个丧失掉像那个尽忠，为国家尽忠去打仗的时候要不要为国家尽忠？为国家尽忠，然后去前线打仗，会不会死掉？那假如说这个圣人没有教导我们不要尽忠以前要把我打，那我早都回来，这样就没有当人的资格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告诉我们，你为了要尽这个八德你会把命都丧失掉。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
能够守住这个八德，所以人格才健全，才有顶天立地的资格，才有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圣人叫我们尽我们本分，我们去尽了，这个就没有亏欠了。不然我们虽然有人的身体假如说没有做到这个八德，那跟那个禽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禽兽各位浅显，我们什么心？很可怜它，对不对？那我们以禽兽的本身他知道他可怜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没有去尽你的八德，那就跟禽兽是一样。那当禽兽的时候假如说有人的身体是禽兽的心态，那生不如死啦，就再凡尘一点意义也没有。活拢无意义拢假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追求这个真理，要了解真理，要在真理之中生活，那个才是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圣人不能以百姓为持国，那个呢也是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能够尽到人应该尽的本分，所以虽然身体死了，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整个都长存了，跟天地融成一体，合同了，跟天地都相合相同。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价值所在就是这个样子，不然呢，我们这个虽然身体存在了，可是呢，这个佛性都是很污垢。那请问各位浅显，我们这个佛性很污垢能够回归到本来吗？不能呢，它不能回归到本来你看我们是一个人生一失掉以后，是不是爱贵心？那会过什么身呢？我们会做得都不好的话，会转到什么身去那个就是三恶道的那个身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的就是要恢复佛性光明圆满光明圆满才可以恢复本来，恢复本位那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啦。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真理就是要勉励自己要顶天立地，然后培养浩然正气，使自己佛性都恢复光明。刚才呢，这上课之前这个讲师说上个礼拜我们台风假没有上课，那个美国道亲已经累积很多问题要问，所以说教或学这个把那个要问的时间留得多一点，所以我们就留半个小时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有疑必问。那个疑就是结怕改，打结了，我们没有把结解开修正不成，一定要使心中坦坦荡荡，心中都没有疑问，这样才可以营救。所以有疑就问各位都不知道我们北部的那个浅显这个在讲课之中，因为人数不多了，大概都是20几个30个而已都马上有问题马上举手马上问因为我们这边人都怕这样会混乱所以才留着一个时间给大家问一定要踊跃踊跃问这样把心中的疑问都解开了以后没有那个疑问的就会很好修道，很坦然。好，请说。好，那个第一个问题若见缘起，即是见法；若是见法，即是见佛。这段话与有体必有，有性必现象，
这一段话意思是否一样？请求讲师详细解说。哦，好的。这个问完这个中肯，就是抓到问题所在。因为释迦牟尼佛都鼓励他的弟子说要研究衍生的道理。肉见衍生，因缘所产生，即是见法；肉见法，即是见佛。所以都鼓励他的弟子一定要研究衍生的道理，因缘所产生所以各位贤，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因缘所产生。我们要去研究那个因缘产生，不是已经落入现象的相而是因缘。什么因什么缘，然后产生的那个中间的构成去研究衍生的道理，这样了解意思吗？因缘所产生有因有缘。像我们父母亲结婚了，父母亲的因缘结婚以后，然后才把我们生下来。这个就是呢，父母亲结婚把我们生下来，这个中间的那过程，那个叫衍生要了解到说，一定呢有因有缘。那不会假如说我们跟父母亲没有结缘没那个缘，咱就不会做一家人。所以要知道那个会做一家人的因缘，都有这个我们台湾话讲说小欠债所以孩子生下来一直赚钱，那个表示他要来还债。那孩子生下来一直用钱，钱一直用，那个要来讨债。各位有没有这个现象？都有。有一些呢，这个夫妻这个生下孩子以后，家里做了事业很顺，一直赚钱，表示他要来还债了。那假如说生下来他身体不好，一直用钱，要找医生然后呢事业又不顺，那个就是要来讨债。所以会结成一家人，都是有因缘。那佛要我们去研究那个衍生的道理，因缘所产生就是要我们去了解所有现象的来源。现象是怎么来的？现象本身它没有现那个会促成那个现象际会那个构成没有形象那个没有形象的，你去研究延伸所以你已经研究了这个延伸的道理，知道了那个就叫见法。你见法知影无？看到这个法，看到这个方法，知道吗？所以这个要了解到这个不是说只有讲理论，而是它很实际，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都可以遇到这个现象怎么样才产生，这个事情怎么样才产生，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去了解到它这一些会产生的来龙去脉，那个就叫因缘所产生见到这一些都是安那这安那，都是安那这安那，那个就叫见法。这样知道吗？是有一点点爱用心去了解咱讲都因为伊安那因为伊安那因为伊态度真好啦所以伊就安尼看伊真介意就给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是了解那个要研究那个衍生因缘所产生那个都是那个过程都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这一些没有形象的构成促成在一起了以后形象就出来了我们去研究那个还没有呈现形象的时候，那个就叫见法
这样了解吗？为什么佛会讲说你见到法就是见到佛？因为这些所有促成，它会呈现形象，呈现事情，都是没有形象的。这些都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本来。我们不是有讲万法皆空吗？空性即是佛性，所以就是佛性在促成这些因缘，这样知道吗？所以见法就已经见到佛了啦。你有了解不？了解了没？就是没有形象的佛性这一些因缘，然后才促成形象，促成事情。事情呈现，它一定又不久又消失灭掉了。缘聚则生嘛，缘散就灭。所以它灭了以后，到哪里去啊？又归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见到法就见到佛。你有了解不？它从没有形象的时候促成有形象，有形象以后，那个叫缘聚则生啦。你现在这个缘聚则生，它有生住异灭的变化，变化有个归于没有，散了就灭，没有了。没有到哪里去啊？又是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叫做见完了以后，就叫见见法就叫见佛。见佛就是见到如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后面他讲的时候有性必现象那个跟这个它有牵连。你有佛性的，然后呢，因为有我们有发心，或是我们有起心动念，一个是造业，一个是我们发愿两个它都会现象。你有发愿也会现象，你有造业也会现象所以有现必现象。这样有没有都解决了？前面有体必有用。好，有体，这个有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有体呢，它就产生作用了。所以跟我们今天讲那个道冲和用之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体的，然后有用，再完成呈现所有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整个呈现的。所以它的作用非常广泛，非常大。只是我们落入我们人的身体以后，我们的人的情绪就是没有好好的先加以这个认识跟管理，就变成我们会有自私自利。那假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自私自利都全部去掉，这个就叫修持了。凑其类，把这一些自私自利这些都去除掉，我们就会恢复整个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个它的功能作用回来，整个又回来。所以修持的话叫摄用，然后归体。那我们凡人是没有了，我们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发挥出来以后，去抓住那一些功能作用，一直在往那个虚幻的那个境在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所有一切它就是都是在道体之中，只是发挥出来不同它的功能作用全部不一样可是每一回到佛性本体都是一个绝对体，都是一样的。所以佛因为证悟到它的绝对体没有分别的，所以就成佛了。那我们众生有分别就成众生了。有我们的那个情绪，我们有自私自利的那个成分在。那我们呢修持就是要把这一些这个去掉。因为自私自利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透彻，不知道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自私自利害的是我们自己。
要受苦啊。那假如说不自私自利啊，我们可以回本位，回归到本位以后啊，就是像天地的白天夜夜、春夏秋冬，那么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个就是有体有用。还有吗？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平常的行住坐卧当中，我们的闻性都在，也一直都有听到周遭的一些声音，这样也算是修耳跟圆通啊。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修耳跟圆通啊，第一个就是要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认识，要启发，认识启发，那个才真正的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用得上。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认识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的轮廓都还没有出来，那我们用耳根的话，那个是用第二个闻呐，就是听到声音以后啊，加入我们的心意识，这样了解吗？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加入我们心意识。比如说我们听到有一部机车，然后这个声音一过去以后，我们会说这架这真久啊啦，弹弓啊车咕咕噗噗噗掉，那个就是加入我们心意识啦。那假如说我们用闻性，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是那个知觉性听到的话能够听到就已经是了，不会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做耳跟圆通就是把佛性不局限在身上，要使佛性整个都跟空间融合，所以整个空间里面都有佛性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有认识佛性本体，这个空间我们有启发出来，叫做真空。那没有认识佛性本体这个空间你问一个社会人士，他没有修道，他会说这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叫完空了。那我们一修道以后，会了解说这个空间整个都是佛性，因为佛性如如不动，充塞整个虚空所以这个空间就叫真空，就叫妙有真空不空，妙有没有形象所以这个整个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在我们整个空间全部都有，所以才用那个照相机原理来跟各位讲，说我们有玩过那个相机的人都知道，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镜头不能晃动，你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一定要如如不动，然后影像才很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佛性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身都一直在动，那我们看到的景象都模糊不清那我们这个不管是身动的这么厉害，景象都很清晰，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它本体佛性本体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对所有景象都非常清晰所以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不用像或者从基隆来不用重新带佛性来这里就有我的佛性还能怎样不等一下回去也不用带回去，基隆也有我的佛性还能怎样不所以整个空间就叫真空真空妙有就是佛性本体，它不生不灭的，很奥妙的，这个就是真那身体是假要还给天地的听有无真深爱了解不容易。好第三个，以前听有讲师说有一位叫做弥勒护巴的
应该是弥勒路巴。哦，弥勒路巴，哎，对。他是从三恶道来转世的，修道的过程很辛苦，是否可请有讲师讲述他的因缘及修道的过程？他的名字是哪4个字？谢谢。那个有哈，我们那个坊间啊，就是我们社会哈，只要去买，有他的那个传记，就是他的用那个故事写出来的哈。以前都是在那个车站啊，那个公共场所啊，再送给人。弥勒路巴，他的呢，生的年代是在西元大概1100年那个时候了。就是我们现在是西元2010，他是大概1105还是1150那个时代，那个弥勒路巴，因为他的那个修持过程啊，他就是很忠厚老实，被人欺负得很厉害，后来他去学那个法术，杀很多人啊，用法术来人，抬足多人的，这人结果他们整个村庄的人就是很怕看到他了。看到他会怕他被用那个法术杀死啊，所以他就讲说，我怎么都变成魔鬼了，大家都怕我，所以他的时候啊，就转换思想，说要去学那个修道，学比较好的，那个时候呢就转变他的那个观念，他转变观念以后啊，就去拜一个马儿巴，拜一个师傅，那个师傅呢，就是啊。一直要磨掉他的那个杀业，杀死很多人啊，那磨掉他的杀业那个过程啊，就是我们人都很难忍受了，很难去忍受那一种那个过程。然后呢，他修到成就以后啊，人家说你是不是已经累世修，然后来成就的？他说不是，他是从三恶道来。那个是弥勒路巴自己本身讲的了，按那个修持的过程呢，那个记载都蛮详细。我们去买，去买也很便宜啦，因为在那个车站呢，以前或许在那个台北西站，有一个那个赠送的三书赠送，大概要几十本啦，我看到我规个拢搞摸了，然后就分给我们道心看，那个外面很容易买到，那个弥勒路巴，各位有看过吗？没有啊，那个外面应该，好。乐，我们那个老祖师那个乐。对，就是弥勒路巴，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那个修持的过程。大概我们最近这个一世修啊，一世成的，给我们做榜样的最好的一个人，他的那个过程啊，修道过程，足艰苦的硬啉咖，安尼无通食，拢去食野菜，吃那个啊，就是外面能够那个找得到吃的那个野菜，然后吃到全身都变绿色的，全身都变绿色的，人家看到他以后说你是人还是鬼啊？他说我是人啊，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他也这个修到会在天上飞啊。小孩子都看到他在天上飞，他说这个在天上跟小孩子玩，那个弥勒路巴。
可以买那个来看，那个比较详细。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概类。好，再下去。我们说玄关窍是灵性出入的门户正门，那请问灵性在我们身上的哪里？又说若玄关窍受伤，使人命极不保，此种说法有无不妥？好，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卖甘蔗的卖甘蔗还伫迄个算讲迄个大路旁边伫咧大路边咧卖甘蔗咧下甘蔗，下甘蔗算讲伊的钱吊伫个树都有一支迄个钉有一只那个钉子，有一个那个骑机车不小心去撞到那一个咧下甘蔗迄个那一个人就是他的那个弦管刚好撞到那一根地钉都掉一级迄个迄个做啥？伊的家枝钱拢放喺家枝内底掉家枝迄支钉都去吐到迄个弦管吐到弦管里那个伤是很轻敢若一点点弦管一点点流血，安尼就死去所以从那个事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那个弦管还受伤不得，所以或许不讲这个事为什么？因为怕我们有一天想不开的时候你提起针甲拄的就是所以不讲。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弦管是佛性的出入门户我们都会讲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灵魂门呢从来没有人讲那我们求道才知道说原来有正门所以我们讲六道轮回我们死掉的时候眼睛假如说是睁开的，那就是天上飞的飞禽你转世到天上飞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死掉以后那个耳朵那种压较管，那下一世一定当那个畜生道那个耳朵很大的。那假如说那个鼻孔睁开那个死掉以后鼻孔特别睁得很开，那个就表示化身那嘴巴张开，死掉以后嘴巴张开，那就尸身了水里面游的那个尸身。那假如说这个五官都很安详，肚脐最后冷，表示他从肚脐出去的那下一世个做人道了。那假如说是从泥丸宫出去的话，他是天道了，这个叫做走道旁门。那我们从玄关就是为正门正门出去就可以到达理天到达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各位同学，我们为什么就是要求道那个点开呢我们那个玄关窍就是你修得再好，再明心见性，功夫做得再好，你没有点开上天不承认，你还要再下个缘会搁再修所以一定要点开一定也要求道，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做没有我们亲朋好友没有求的，赶快要拐骗都要骗，把骗来求好像是说这个父母亲你跪着都要跪着要求他求道老天是那样说那我们现在假如说有一些晚辈或是有一些比较平辈的想尽办法把他这个拉来求道，先打开玄关再说师父领进门的修行在个人，慢慢来没关系那假如说以后这个到涅槃的那没了
我们台湾可能会比较早涅槃，因为这个有一点呢，大家拢不办了。以后要求道要坐飞机到外国去求，所以一定呢，要求道，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要知道啊，说佛性呢，是在哪里？各位浅显，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对啦，你看这么熟了，无所不在啦。那我们身体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啦，不离就是也没有离开啦。你知影不？不即不离。即就是住相，离就是完空，不住相也不完空。所以很奥妙啦。所以我写都讲不可思议啊，怎么来体会？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有没有？有啊，那已经着有了啊。不着嘞，还有吗？有些浅写修正即不无，那个正是正确的正就是正确正，修正即不无。他说应该是不正确的，因为真心佛性是不需要修正，若是修正，即是去向真如意识显，和头上那种道理一样，不是吗？只有修正，他这边正是有言字旁的正，正道的正，言字旁一个分，修正正入及启发我们的真心佛性，才是正确的，对吗？那个修正即不无的那个正啊，就是言字边的正。他这边是写中没有言字边，就是那个不对了。对，修正即不无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落入凡尘，沾了尘垢太多。那染污即不得是讲佛性本体啊，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就像虚空。我们拿虚空这个用那个五彩的颜色啊，你个安那个要甲漆伊都袂掉啦，所以染污即不得，你无法度甲尿污啦。可是为什么我们修正即不无？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沾了太多的那个五颜六色，尘垢太多了，所以要修正。佛性里面啊，没有贪嗔痴，没有这一些负面的脾气毛病。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啊？都有啦。弄就得嘛所以那个修正啊，即不无，就是要把这一些佛性本来没有的我们把它呢去掉。佛性有的都让它恢复，这个叫做修正啊。你要讲要改你我你袂那假如说我们坚持说佛性本身都不用修，那个叫狂慧，智慧发狂啊。佛性大家都有，没错啊。可是你不修，你就成不了佛啊。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就是因为沾了太多的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那这一些污垢啊，我们没有去掉它的话，它都依附在我们佛性啊，给咱掉。所以你看现在有足侪有一寡迄个有名鬼魂啊。拢会找看倒一个甲伊靠缘，好我就跟伊行，有没有？有。还蛮麻烦的嘞。麻不麻烦啊？会不会怕？所以要努力使佛性恢复光明。哇，超过时间了呢，留个下个礼拜问各位讲师，各位讲。
不写三道天师德、老天仙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天贤给我这机会得奖。无插电。假如说会能够像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啊，可以通到无边的佛世界啊，让那个目犍连去找说要传多远啊？糟糕，我们这么一点点都传不到了。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圣人不仁啊，以百姓为果。对不对？对。好。那么天地之间，其有点头月，头月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风箱。各位有看过风箱吗？可能我们老一辈都看过，以前在那个打铁店，在吹那个炉火的话，那个叫头月，一拉一推，一拉一推，不管是拉，不管是推，都有风啊。我们一般的只有面嘛推的时候还是去嘛拉的时候就没有，对不对？可是那个打铁店的它进来边啊，不管是拉是推都有风出来，这全部都有风跑出来，那叫头月，那是边老子就所以我们天地间就好像那个头月，这个一推拉，一推一拉，那我们这个凡一阴一阳，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都在生生不息。然后呢，春天的时候万物发生，然后呢，夏天呢生长，到秋天呢触其成熟，冬天呢冬藏。所以这个是一个往复循环，所以呢，天地之间这样往复循环，然后我们又把高层的那一些稻谷又种，来年春天呢又可以生长，这样天地之间呢就好像这个头月，所以我们聊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那个道理来呈现，我们所有的这个生长下来的果实那个果实里面都有种子。我们讲一个来对那种记，米分析只要我们米收成以后，不经过我们那个制造，一制造以后就不能发芽了。没有制造我们呢，把它播种的话呢，它又可以发芽，又可以生长，所以那样生生不息。所以老子就讲天地间生生不息，就好像那个头月一样，拉一推一拉一推不是生机还是杀人，都促成我们成熟。那我们在就是要了解到修道的时候我们有那个五练，然后有文喷。五练就是很用力努力修，知道意思吗？我不相信。还没进入状况，那个文喷我们有指过话吗？开始后是火要热，烈火来煮，点来煮对吧？当然烧来时咧烧水你就要用文喷，这样懂意思了吗？懂了。那我们修道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离道太远了，要用五烈，烈火来把它这个烧，让它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然后等到快要成熟的时候水干的时阵袂使搁用热火搁热火分拢臭干，臭干就歹食，所以到这个烧无水火退出来。是以前那个用茶咧用那个灰衣咧行时阵安尼，现在问我们说会不会煮饭会，
怎么煮？一煮通了，开始熟了，煮熟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以往有吃过饭的人就知道，伫咧饭的边，在吃饭的时候，会使甲烟点过使，一定袂使烟甲烟看熟了，你啥害，这点饭一定歹食。所以说不能在中间的时候，掀开锅盖，袂使。要等到它全部已经都熟了以后，拢熟啦，水啦汤，搁烘5分钟、10分钟，迄饭才会 Q 啦。所以假如说我们有负责那个煮饭的时候啊，各位先生，那个饭大锅饭加点盐巴，然后加一点油，炒菜的油，盐巴一加下去，那个饭会甜，袂使太伤济啦，你加饭就来啊，一点，这点，然后那个油加一点在那上面啊，那个看起来很亮，很好看，也很好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也要煮啊，各位会喜欢吗？煮是好吃啊，会是会煮啦，像3岁小孩子也会煮，都会煮，就是要了解到煮出来的饭好吃，而且我们现在要先洗米之前洗一洗米，泡，先给它泡个半小时，甚至更久没关系啦，2个小时也没关系，给它泡呀，以后米心较会透，较袂得了点，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没有吃过1粒的饭？我有经验我这饭不好吃，按那QQ我这饭好吃，就看是那个所以要了解说凡尘有很多都是要用心去学习，学了就会。或者在老爹身边，要什么都要会，不然会累。所以对那个吃饭大锅饭10人1锅50人吃的啦，都吃的有1000位来宾要吃的话，我们就懂的。所以这边呢老子讲说天地之间有橐越，不管是生机，不管是杀机，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生长，能够成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虚而动而这个月出，这个虚就是空虚啊，空间。我们整个这个空间就是要了解到各位先生，我们这个空间有什么？拢唔知啊？我们不是有讲吗？色空不二，有没有？空间有风土，有没有？知道这个空间有水有风土吗？那怎么样把它呈现？我们有冷气机啊，有除湿机，就可以把水集中，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空间有水，然后空间有风，这个有风倒是简单，我们一只手不动，一只手就有风了。然后这个空间有火，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那个鸡跟火柴那个火是一个让它呈现。假如说空中没有火你用什么方法它都呈现，都不出来。它就是因为空中它有，像我们身体有热热的，那个也都是火。纵然是在零下几度一样，空间有火。然后空间有土那个就要看那个太阳光这个照进来以后我们从那个太阳光里面可以看到灰尘。所以有没有看过？那个灰尘集中就是土，土呢集中就是地球，就是我们大地。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有水有风土，所以风土跟这个空合在一起，所以叫色空不二。色跟空是一体的，合在一起的。然后各位先生，空中还有什么？我们不是有一直交代各位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吗？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什么生？对，就是活性生的。那活性生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学耳根圆通就是要整个活性
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虚空呢都有佛性，所以这个虚空里面啊有佛性在。它这个空叫什么空？就叫真空。空中不空啊，不是完空。完空是什么都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叫完空。那空中有佛性啊，叫真空。它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叫妙有，有没有形象？所以我们的佛性呢，就叫真空妙有。它充满整个宇宙，很宽广。很宽广，佛性啊很宽广。各位你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体会，体会啊我们那个很宽广的佛性，有没有？今麦外口在创啥？是安那会知影？怎么会知道外口在放炮？就是佛性嘛。你看有没有我们佛性在？咱拢知影咧放炮对就是佛性，佛性知道。我们借着这个闻线，耳朵的闻线啊，知道说要咧放炮，所以那个闻性啊，已经都充在这个虚空，整个虚空啊都是我们佛性，所以以后呢，我们一修的时候啊，虚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啊，我们都会知道，因为都在佛性之中啊。一定要努力做，换点放下，一念不生，它就可以慢慢呈现，呈现的是一些佛性的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呈现，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奥妙，各位有体会了没有？可能有的已经有了，有的还没有很努力做所以那个功效还没有呈现我们也1年多了1年多要有功夫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可以的事先都可以有增长，那个就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只要我时时刻刻跟佛性打交道，那个功能作用它就会呈现。我们现在整天都跟什么打交道？都跟凡尘打交道嘛，是吗？有没有？有没有跟佛性打交道？我们大部分呢都会说佛性又没有形象，又看不到，又摸不着，所以都不管它了。很多人都是不管它，所以没有跟它打交道，没有跟它在一起。既然都没有跟它在一起，它的功能作用怎么会呈现？不会呈现。那我们时时刻刻呢都跟它在一起，它的功能作用都呈现。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听了以后要实际去做实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有空闲3-5分钟也可以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什么缘都放下了。那个时候我们佛性就呈现了。佛性呈现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在一起了。以后时间久了，我们可以请佛性出来当家。我们现在呢都是感官在当家了，对不对？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来当家。那个很强，已经当家很久，做得很习惯。有没有啊？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一些感官当家的话都造业，造业我们要受苦，所以要把佛性显出来，要启发他，让他来当家。当他来当家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良心所以良心就是道，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有没有？难道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难道维持不变都这样一直做就叫经？所以道德经，我们现在不是在研究道德经吗？有没有时时刻刻把它这个报守在我们身上？
这个一定心虚啊，不敢回答哦，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本身时时刻刻啊，能够按照我们的良知良能良心，按良心来应对完成的万事万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呢在道之中，然后呢我们发挥的所有行为完全呢都是按照这个良心出来，所以叫德那个德非常多一个行为动作就是一个德，所以叫恒沙妙德恒河的沙啦，一粒沙一德，沙很多，所以我们的德很多培养了各位青年就是要了解到培养浩然正气了很有用的，有没有用？很有用所以或许上个礼拜不是要我们说试验自己看看那个佛心有没有光。各位有试过没有找不到狗不认识的狗才可以找那个狗来先自己看看有没有发亮的，有没有德性有没有善心所以这个很实际的或者有讲过说在那个三重有一个印刷厂养一只狗在当守卫或者还被它咬过，然后那个老先生跟先人大姑呢有到那个印刷厂去，他因为或者知道那个情形特别注意那一条狗，看它什么反应看到老先人看到先的时候那个狗那个头低得不得了，然后那个尾巴一直摇，很高兴看到我菩萨了。所以往后我们看到不认识的狗也可以试验一下这个朝着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跑。我们狗会它跑的时候表示我们有这个亏心事，它有做亏事那有一些狗看你跑它会追，它会咬人的你只要说这个定这个不跑，而且有一个动作狗会怕，什么动作对，蹲下来，你徛咧它转哭了，狗也会怕，为什么？知道那个原因吗？你会捡石头丢它，所以它会怕可是我们不跟它对立我们试验自己这个佛性有没有光明这个狗在会的时候是跟我们打招呼了因为狗不会讲话，它跟你说你好你好，它用的你不的时阵你就站定，然后两眼就手旋，放出你自信之光，对着狗的眼睛看那狗心看到你这个动作它这个头低下去了尾巴一直摇恭喜佛性都已经发出光芒。那假如说我们都这么努力两眼手心在看着它，它也朝着我们看，然后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又会了，那什么情形？就是我们是黑暗里面狗眼看人低说瞧我们不起，当然不呀那就要反省了就是要改变我们日常的一些作为要培养我们那个德，要把德呢这个培养出来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动物，这个很容易见到狗容不容易见到？很容易见到所以我们就可以试验尤其现在一些流浪狗有一些都是蛮恶劣的，就是安尼就怕就怕你来用安尼它一样看到你有那个浩然正气，看到你有佛性之光看到你有德性，德作鬼神亲嘛，鬼神都钦佩了，何况是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很现实呈现的，所以这个生活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呢了解说呢这个虚而不屈
就是空间那个虚啊，就是整个空间。可是呢，它呢不穷虚啊，就是没有穷尽。这个道是笼罩在整个这个宇宙空间呐。它没有穷尽，为讲无去啊，拢伫咧。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啊，那个开始啊，开始的时候，那个完全都没有现象，都在空中，都在虚，在没有的状态之下。那因为我们有念头了，那个念头啊，在空中形成业力，业已经有了。那有业这个业啊，它就要发出来。它发的时候啊，就转成转向，转向以后啊就现象。可是这个时候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啊，三个很微细的全部都没有现象，都还没有呈现现象，是因为有这个念头，然后才有三河大地，就是我们有世界，世界的形成啊，是我们的念头妄念形成的。这个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想象。那安尼咱两头会形成世界，因为啊原始状态是没有真空妙有，都是整个佛性本体。那因为我们有起心动念，所以才有世界。世界形成了以后，才有众生，众生有了以后，才有业果。所以那个见界为缘啊，长六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都是呢我们落入凡尘的一个程序啊。那我们在那个法母性质实践，就讲说我们在山坡，然后呢，这个老母把我们的先医先邪都收回去啊，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自己来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去啊。这个天地啊，这个要混沌的这个缘会啊，要过完了，要交给下一个缘会。所以在这个要收束的时候啊，要我们都大家修正本来，都回到本位，都成仙做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假如说对凡尘贪念，对凡尘啊，都一直这个不放舍啊，放不落去。各位浅显凡尘啊，放得下吗？凡尘事可不可以放下？假如说过得很如意的话都放不下，凡尘都放不下。放不下我们就是要接受那一些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什么遭遇我们都要去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假如说我们对众生没有帮助，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坎坷，就是很不好过生活，日子都很不好过。那假如说对这个众生都有帮助，有布施，他会有福报，会过得比较舒服。有钱又有社会地位。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有钱的社会地位我们会贪念。一贪念以后会染很多的尘垢。那尘垢染的很多我们佛性就不光明。我们刚唱那个歌不是要佛性光明吗？恢复光明，对不对？恢复光明就是恢复本来，本来都是很光明的，没有那个私心，没有自私自利都没有，非常光明。然后只要我们恢复光明，就可以回归本位。回归本位以后我们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看要去生活也好，要去度众生也好，都可以。这个随意自在，随心自在，自由自在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因为是被业把我们推到凡尘来，就业把咱塞来凡尘，所以我们都是在了业。那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有的越多有的越少。遭遇呢，那个从遭遇的那个现象来推断，看我们自己本身以往造的业多不多。
假如说呢遇到的事情都非常大又非常多，那表示呢我们呢以往所造的就是不好不善。那说呢很少那一些遭遇的都很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等于说以往没有造什么业啊，所以过得都很平顺。所以都是了这个业障。那佛呢对所有众生呢在凡尘不管是什么身份地位，都同等看待，因为所呈现的都是果报而已啊。只要我们果报都了尽了，就可以又回归到佛那个本位了。所以佛就是正悟啊，没有分别心啊。那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很浓厚，那各位就是要努力啊，把那个分别心去掉，不用分别，分别都是多余的，虚空是一个，都是没有的，没有这个形象，没有事情。那我们了解因缘际会才呈现现象，因缘际会才呈现事情。所以也即得生呢，也暂就灭，都是当下都是空的，都不实在。那我们了解说真理是这样，原来因缘际会才有形象，才有事情。那么我们在因缘际会的当下，就知道它虚幻不实，它都会变化，从空而来又归于空。100年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生100年以后我们都死掉了。对不对？100年在我们现象来说很久，可是在我们活性本体来说很短，只有一刹那。一刹那呢，这个100年就过去了，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时间虽然说很慢很慢，可是也是各位先生，我们在座都年岁也都不小了，对不对？你可能不爱生你我都真少年岁月不饶人总有一天会把咱召唤。等来。我们假如说在生活之中他已经说你可以活到今天的为止，各位先生，我们会怎么样？会说没事。我还有很多事还没做，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活在当下，不管是什么时候这个离开这个凡尘，不管是什么时候住在凡尘，都已经呢无关紧要，要活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所以就是要努力活在当下。当下没有三心，没有志向，当下整个佛性圆满呈现。当下跟佛没有两样，这样了解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有三心三心就引起四相，心四相，我们背三世就摄受，就一定要六道轮回。那我们没有都保持清净心都很清净，它就可以回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回到佛性本体，就是已经真理世界那个叫本际，本来的那个国际的本际，就是咱本来就是伫个真理的世界内底，本来都没有动的，都如不动，所以1万年在刹那之间就已经过了1万年。可是我们100年都很难过，难不难过？可能各位都过得很好，所以都不承认。最起码在你心境上，就是要过得很愉快。一天24小时，我们烦恼的过也是过了，很快乐的过也是过了。那我们要怎么选择？就是选择快乐，不要自己找麻烦
找一些那一些不必要的有的没的，给自己障碍，那个都不要，所以时时刻刻保持快乐，这个呢我们在凡人可以努力的，可以呢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虚而不虚动而越出，越动呢就越出，愈出撸出来，撸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越努力的话，越努力这个帮助众生，越努力工作，越努力劳动，我们自己就越健康，对不对？那规工拢无领导我们很快就老化尤其走下坡了以后老得更快因为或许之前有在那个布里亚人之家。上面是天火焰下面是人类之家。那去那边养老的一些那个欧丽桑欧巴桑，那个看他们在老的那个速度快得了。因为或许上面天火焰没有去下面那个人类之家跟那一些老人互动，机会比较少。偶尔遇到老人那个他们活动的地方。这个爱老得济那讲，所以咱那爸无在意做佫伫咧太头食饭，食饱佫伫咧听下一饭啦。因为养老院就是安尼食饱就佫咧听下食饭啦。所以老得很快。其中有2、3位那个老人家他们就会出来帮忙拔草，因为那个地方很大那个普里的那是有7大半的土地啦，足快，足快咱有种一寡花，种一寡树不有达，他们就是出来拔草，那些出来拔草的那个火力上火花上，他们那个衰老的速度就不会很快，都较袂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都不动的话那个老的真的够快，佫无偌久迄个都转去转去倒。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生真的是转眼之间一生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选择就尽量能够让人家尽量帮助人家，自己吃亏没关系很快都过了我一直争到什么都争到了，一口气不来了，那争到有用吗？没有用的，生到都死还给了那个争全部都是多余的，就能够让人就让人这个导游本你问你导游第二个就旁边走，我那让一旁不用这个爱惜它，所以我们了解说翻成我们要培养我们那个宽广的心，培养帮助众生的心，也会习惯这样呢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选择快乐，时时刻刻呢都很快乐所以那个动愈出我们越动了，佛性功能显现作用就越多，然后呢过得就越有意义我们在凡尘就是过得要非常有意义，真有意思各位先生，到现在为止各位觉得自己过得有没有意义？所以还会稍微这个思索一下，我过来有给他无？都会这样的思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真到了这个上天开开普渡这个已经就是很难得了不是有那个4难嘛？有没有？4难都全部不难，都全部有了。那个人生难得，我们都得到了大道难逢我们遇到了。然后呢，生在中华很难，我们也遇到了名师难遇，我们也全部都遇到了4难都变成4容易了这么幸运又可以研究心理心
我们佛老师慈悲又要我们来研究心理心法，让我们能够明心见性，跟明心见性了没？不敢肯定这个就是自己缺少担当，自己不敢承认自己就是佛了，承不承认啊？你看遐你要细心，都不敢说，因为会觉得说，还差足远的呢。各位先生，离佛远不远？我们跟佛是一样跟佛差得不远，差别只在我们的那个行为之中呢，还没有说能够完全都放得开，完全没有把整个真心呈现出来，只有差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真心整个都呈现，能够呢帮助众生能够帮助，然后帮助以后不要记在心上。我们帮助人记在心上，各位先生，以后会怎么样？福报是要过较慢的代志啊！你帮助人，你记在心上被你帮助的人才遇到你，对不对？你若拢袂记，伊就真欢喜啊！你若记到条要你来看到你去找，避开你的，他会怕。所以我们也就帮助人就甩开，抛开了这个事来则应，事去就静，就能够静下来，那么底下呢多言数穷不如手中，这个多言就是语言话很多了，那我们要了解到话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凡人的话都很多，就引起我们很容易说话，他就没有把说的话实际的去做，就是说归说了，他做归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那拢不了。说归说做归做，两回事，心口不一样。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本来福分都很多，咱的喉咙就多，那因为我们语言很容易就讲出口，所以把那个福从我们的语言用掉了。你讲所以你要看迄话来足济足够话伊无好，有没有发现？哇，伊个点点，今天是怎么了？话太多了我们的福分都被我们的话已经分解没去福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以往这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心口如一怎么说就怎么做，一定呢按照自己说的去做，所以就很谨言慎行，很谨慎的说话。说了以后就一定要做到，要守那个信用，所以人没有信用的话，就没有办法当人所以我们就讲说，信机中统事端见善，机在我们中央，就是我们呢，这个信最重要，相信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从佛性的发挥，从本性发挥出来，这样呢，所做的都符合真理，那没有造业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自己努力。多言的话会诉求，就是讲到很多都形容到后来就没有办法讲了，就是语言有它的局限，像我们呢讲这个心理性，要把呢整个佛性跟我们那个法性能够呢全部都透彻了解，可是呢一直讲的话呢
总有一些角度没办法阐释的淋漓尽致就不会很这个清晰明白，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点到就好，能够点到，让我们整个都改变。那我们从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最重要就是要记得，观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呢，语言不多，只有8个字而已。那我们可以从这8个字里面呢，就是可以修到成佛，从凡夫修到成佛，就从这8个字，一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成就。但之前或许有讲，说有一个幻视问释迦牟尼佛，说有没有法门这个很简单的，它可以修正一招成就。他说有，各位还记得吗？5个字，挥汝物莫取，记不记得？你看，我们听没多久都已经都还给我了，我们记得了。伊讲唔是你的物件，你袂使改摕，挥汝物莫取。最近可以修正成佛了，很简单的法门。那个幻视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那佛很惊讶你知道了，你讲讲看。他说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所以我身体也不取。佛一听说对，就是这个样子。挥汝物莫取，安尼记得嘞。所以你看咱伫人伫咧生活，什么物件是咱的？所有物件拢天地的咱无，咱生有带来无？拢无对无所以无物件是咱的，所以挥汝物莫取。这个幻视伊听到讲上亲的身躯嘛毋是我的。上亲的身躯是天地物质、水火风土，所以我这个身躯嘛不取，不住在身上。佛说对，就是这样，正确的法门。那现在各位想想看，我们对身外物争不争？有咧争无？有咧求无？足厉害所以我了解说我们离这一个挥汝物莫取还有你的角度，还有技能，还有啥技能啦？那咧不是咱的拢袂，别行拢袂，所以这样我们烦恼就很多。假如说我们能够做到挥汝物莫取，清净不清净？就是很清净了，已经恢复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全部呢都不是我的东西，我都不要，那个叫舍慈悲喜舍。我们那个四无量心最后一个那个舍都已经可以做到了舍。所以这边呢就讲说多言数穷，话太多了，完全呢没有办法把那个整个那个精髓阐释出来，所以点到就好，能够点到了解了，就可以了所以底下接着说，不如呢守中，讲的太多没有意义。那我们守中，中是什么？中就是天下之大本，所以我们了解那中庸中呢就是天下之大本，庸呢就是天下的大道，中庸中呢我们就了解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叫做中，所以中就是道体，道的体就叫中，不同的文字而已啦，所以我们不如守中，讲太多的话呢，不如我们来守住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讲太多的话，这个口开呢神气散，对不对？神气会散，然后我们不讲话，然后呢守住佛性本体。
活性本体守住了以后，它的功能作用才能够呈现。它呈现的功能作用，对我们非常的帮助大，非常有帮助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真理啊都认识，然后呢怎么做？我们般若妙智慧又会告诉我们，然后所有活性的功能作用，可以把它发挥，整个发挥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不只有流通，可以整个游戏神通，整个呢我们都可以变，可以把那个空间的所有宏图啊，把它集合，然后变成看我们喜欢什么形象，就让它变成什么形象。修正了以后啊，就可以达到这一个样子。所以这边最后一句说不如守中，守住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各位同学，我们现在一天之中那个注意力最多的是在哪里？注意我们注意力最多的放在哪里？就是那个我们要那个怎么样买东西的那个东西，放在钱上面，有没有？注意力最多的就是放在金钱上面。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转移，把它转移到我们佛性上面，转移到佛性上面的这个时候或者就讲过，可以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非常重要我们能够拼除凡尘的所有讲，般若才会呈现，才会出来。所以一定呢，我们要能够呢把你放下一点不生，让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呈现，整个都出来。出来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个时间呢要久，所以或许这一段期间都一直在回想说这个领悟以后领悟是43岁13岁参禅打坐经过30年，到43岁以后努力就把它讲到27岁又经过24年，那或者在想说，我这么努力在讲奇怪都没有看到有成就的人出来，所以最近就调整那个方向，鼓励就是要实现，实际去做，了解真理以后不要说知道不做，我们很多知道不做，因为这个心理心法它是上天的秘宝，秘密的宝贝只要我们隔了半年去复习研究又不做，它整个消失就不见了因为或许看过非常多的现象那个刚开始努力的一直研究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完全都不了解到那个性里面的事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才会说原来这个你不重视的，上天把你收回去，你都不爱不爱就不爱你所以我们要去知道了，要去实现实际做因为你看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看不到嘛，摸不到所以这无比足紧的快不快？我们可能又在产生怀疑，根本不会。我们要知道佛性为佛体可是我们那个知觉我们对那个佛性的知觉，对那个性温里面的那个含义那个性与天道那个无量无边的深没有办法去了解，就完全都陌生的，听到的研究的拢无去我恢复跟一般社会人士一样，可不可惜非常可惜所以这一阵子就调理说好，鼓励大家实际做
在日常生活3-5分钟空闲也可以做，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你已经做到熟悉了，有3年的儒圃，然后有培养茁壮长大，你都不会忘记啊，都对啊，绝对对。所以我们很重要，一定爱回转调的对的，你拢真清楚了解，一定要达到这种状态，所以以后开始的时候那个入手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不要怕难，一定呢要做，念头方一念不生，那个时候体会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体会到以后不要摸到就放掉，要把它儒圃。各位浅浅儒圃知道吗？生囡仔的起因圣胎都已经呈现了，我们要把它儒圃把它培养，以后会当家己吃饭，当家己吃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我们的了，上天都要不回去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做在你这个日常生活之中3-5分钟都可以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有事就做事，没事的时候都可以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样呢，那整个那个灵敏度我们佛性的那个灵敏度就越来越强。等于我们对佛性本体就越了解，整个都可以算领悟摸到，这样的话慢慢的熟悉了，对自己佛性已经熟悉了。各位都熟悉了没有啊？我就知道印不传，不敢说了，也没熟悉还没有说真正的很投入进入，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真的就是最殊胜的法门，让我们可以摸到佛的本体，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他在成佛了，我们已经认识到他，就已经认识佛了，他呢不会很离我们很遥远，就很亲切一天24个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的把那个那个对佛性的认识坚固坚定，然后呢一直培养，这样会吗？比较不好做了那我们呢这个把那个手中那个第5已经算讲完了鼓励呢大家呢都一定要做。那么接着呢，我们讲这个第6谷神章，这个谷，这个谷就是山谷，就是呢一山跟一山中间那个空间，那个谷，谷神，谷神不死，所以呢这个老子用呢这个谷神来形容，我们都有一个山谷，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贤官它就是山谷谷神，那谷神不死是为了这个贤聘我们就是了解到呢这个谷神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它不会死亡的，它也没有生没有生它也不会死，可是我们从来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谷神。因为呢不认识不知道所以就呢这个没有在这边呢用功夫因为没有用功夫所以我们的生死，身体的生死就很重要那对呢佛性呢不生不死就不在意。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没有启发我的佛性，它没有使它呢延伸跟整个空间融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的生死就很重要因为这个业力把我们推到现象来，然后业力又把我们推到另外一个现象去构生
这样呢都一直在六道里面轮转不息，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话真的很传神某人呢都贵心后一个生贵心，贵心就是死去对不？就是已经死掉了，可是不讲死掉。那个为什么我们这个俚语里面就已经知道说，我们佛性不会死掉，就是贵心而已。所以那一阵子那个百合园被绑架的时候那以后不是已经那个凶手都已经死掉了嘛对不对？经过蛮久的时间了。那因为那一个蛮好色所以他也这个转世以后呢一定就是在那个畜生道里面。所以你若去看迄个真大的一条你该大声甲叫伊的名，看倒是甲你应。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已经过身过去伫个前生的心顶头。那我们就了解说已经人的身都失掉了，已经到禽兽的身，以前生你看他这个等于是整个都没有，已经都没有智慧了，公公各位有没有学习过对那个怎样讲道理有点？有没有？可以试验看看，你对那个怎样讲道理，看伊会什么反应？或许老师遇到很多次的那个毒蛇很大。那以往的那个记忆里面拢会想讲毒蛇一都不大，都是小小的。结果后来看到那个真的很大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毒好像大我看到它我都不敢动，不敢动。他也没有动伊也无叮当，我嘛唔敢叮当。然后开始在讲到，可能是习惯性。你就是拢做歹你都不做好所以你现在变动大。你就跟他讲伊买给我看然后我会跟他讲说，你唔通出来惊人你出来惊人增加你的罪过去避起来，无人甲你讲死较紧走去避的。倒不止有一次多次都遇到这个现象。而且有一次那个时候或者在回龙就是那个新庄在过去那个回龙，在山上，那看到那个锦蛇，那个是没有毒的，可是它的大那个程度那个大的程度竟然那个整个那个山产业道路那个山上整个产业道路就坏了它的那个那个粗咱的骹腿那个粗安尼大不大？足长我看到一样都唔敢叮当。我讲那个表演的全部在大尾真的是够大怎么这么大？然后又开始又跟他讲道理。我说你就是在世都不做好你才会等到那个蛇升上去了。你这么大大家一定怕你你不要造罪，赶快去躲起来。一样跟他讲就慢慢那蛇慢慢蛇就蛇在那个砍的都去不去然后隔了天我就去看，我过来切看各有几只真的就不见了就没有再见过那么大的那个蛇也没有听到说被人抓走，都没有全部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一转到那个畜生道以后都不只有一生啦，那经过就这些，那很多生过去以后再来恢复人的身体呀，那我们已经脑袋瓜都空空了，所以全部那个要什么行善都没有观念，都知道吃而已啦，吃饱饭就睡觉，习惯性，禽兽的习惯性就是这样，肚子饿吃饱了睡觉，睡醒了以后要早吃，就是这样。所以我才讲，说你去度人的话他假如说都不听，你也不要难过了，心里也不要想说，嘴巴不要讲说你也撑到再出来，不会伤人的心里想可以嘴巴不能讲，不要这个苛求，只要跟他讲说，你都要遵好心，讲好话，做好事，这样就好了啦。这个种一点善，经过这个一世一世过去有一点善，一点善，然后呢，那个时候你再跟他讲一些比较粗浅的道理他就会听。那再经过一次，一世一世给过愈来就愈多对吧？越累积就越多了。各位学姐，我们想想看，我们累积多久了？我们能够接近最上乘佛法，累积多久？无量无边的迄唔哪讲500世，500世都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能够接近这个最上乘佛法不容易这个可以让我们先做佛回归本位就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纵然我们没有累积那么多生多世也没关系，我们呢在这一生之中尽量一直利益众生，然后一直都记在心上，做好事都不记在心上，都把它抛开，因为记在心上会变福报。我们做好事拢个记条条会变福报，福报咱用的就无去无去咱佫唔爱要做就害变咧受苦所以我们做了以后把它抛弃在脑海，那变成它进入我们现分，伫咱现分累积掉咧这个最殊胜所以叫殊胜的因缘那我们一般人都会住相布施拢记条条，讲我若布施我帮助人，我就是有福报，那一定有啦因果定理一定有。可是我们要修道，就是要把这个真理了解，说帮助人利益众生不要记在脑海。我们呢不接受那个福报，我们要接受那个功德所以或者就讲我们呢记得牢牢的，布施100块就是100块的福报，回报给我们100块。那假如说我们布施100块，已经呢全部不记在脑海，都放入虚空虚空无量无边，是不是很大？那100块就不只有100块的价值，那已经无边的大所以无边的大果报一回来，就变成现分中的功德。所以我们看到经典有说生死得本，有没有？那个就是行了善以后，帮助众生以后，不记在脑海，这就生死得本。我们种主那个等都已经有本钱了可以呢做在这个功德上。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没有德的话那个坐不住功德上坐不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自己本身就是要培养要培养那个德。那你在利益众生不记在脑海，这样会吗？做起来还不容易容不容易？太容易了
要当为记哦，它不容易。可是呢，我们要从真理的角度来体会，所以这个古神啊，不实，是为了这个贤辟，我们就是了解那个贤辟这个贤就是非常深奥妙，辟呢就是母，就是会生育，生花，所以我们了解老子呢就是讲说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啊。它可以生发无量无边的现象跟事情，都是从我们佛性本身的生发出来，所以这个古神非常奥妙，佛性本体啊，我们就是了解它可以生发万象万事，三河大地呢都是我们这个佛性生发的，是我们一体的。所以我们到达一体的，没有分别了，就呢可以成就。那么贤辟之门是为了天地根，那个贤辟，就是奥妙很深的，那个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个它的那个本体的功能作用，然后产生那个辟呢就是产生花。能够生花，整个都是从我们贤辟之门，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生花，生花以后，才有这个三河大地，才有万象，然后呢才有众生，这一些呢都是从我们佛性生花。那么是为天地根，那这个呢就天地的根源，天地的根源就是我们那个不生灭佛性本体，是天地的根源，绵绵肉存，它呢就是一直延续的绵绵都是存在，本来是存在，因为老子怕呢固定化的话，它就落入生灭，所以用肉存，好像存在，本来就存在可是呢用的时候用的那一种它不走到那个极端的不走到两边的那个说法，所以绵绵肉存，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生灭，它是永远都长存的，所以老子把它描绘说都好像在，让我们去体会它那一个整个呈现的那一些功能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对到那个追求的心就会比较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会追求。那么用之不勤，就是我们用了以后它不会呢这个穷尽，咱真久来用，伊就让你用不完我们佛性用得完吗？用不完的，所以越用就会越多了。越用的话，就会变化，现象会变化，所以我们越用它就越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绵绵肉存用之不勤，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老子都把那个关键把它点出来，让我们知道呢，我们佛性可以这个呢主宰完成所有一切现象，一些事情。那我们一体会到了以后整个天地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上呢就具备了整个天地，所以这个经文呢才一行，这几做不一堆很短就是很纲要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我们又接讲那个第七无私章，没有私心没有那个偏，整个呢都是公心一片。天长地久，天地呢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呢长生。这个天长地久，这个我们都这个讲得很习惯，叫天长地久。天地非常的长久，可是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是讲我们现象天长地久是讲现象，
那假如说讲到呢这个我们佛性本体回来以后，它是没有形象的，就呢不用那一种那个名词的。他这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凡尘也一样，过了生活，一天一天呢，时间也都是算是蛮慢的，1秒1分这样的一直过，那我们了解说，怎么能够呢维持这个天地久，天地呢，所以能长且久，能够长久就是不自生不自己照顾自己，天地之中呢，他不会说自己照顾自己，不自生，所以才能够长生。那因为我们一落入凡尘以后我们人一出生在凡尘，都是照顾自己，都是想到自己的那个过往过程，怎么样来过生活，所以都是自己注意自己，不会呢这个注意到别人，不会呢注意到整个公共的这个变化。所以这边呢，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说，因为天地它都不自生，不为了自己生存不为自己生存。那我们可以说了，现在的人类哪一个不为自己生存？有没有？有没有人类他不为自己生存？就很难说我的生存是为了别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是为了生活才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生活？真那么轻薄都是为了工作才生活可是现实是很残酷的，都是为了生活才工作。对不对？他都无工无钱他无法度生活，所以为了这个为了生活然后才去工作，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意识呢，刚好跟我们那个很理想的状态是一样，他呢就是为了因为这个工作然后才生活。跟我们现实的残酷为了生活才工作不一样。先了解那个他不自生那个意思嘛，知不知道？就是他不是为了他本身。那我们众生呢，一定是被现实为了五斗米折腰，折不折腰无你就免吃。免吃还跳跳所以折腰，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生活，然后才工作，这样呢就跟这个不自生是完全不同的，他呢不会为了自己，说为了我自己要生存，然后才生存下来，不是这样，他完全都是相反，刚才我们用那个就是因为要工作，然后才生活。天地就是这样的，为了要工作才生活，所以不自生呢，所以才能够长生，永远都在，因为都是为别人，所以我们体会这边呢他们讲的意思用体会的比较容易进入。那么是以圣人获其身呢而生仙，这个圣人按照呢这一个上面所讲的不自生才可以长生的这个道理，然后讲到圣人那么圣人就是我们那个不生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就是圣人他呢能够获其身他就是把自己摆在最后各位先生，我们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呢摆在最前还是摆最后？我们竟然没有摆位置它，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摆位置给我们佛性？有没有？
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这个圣人获其身，就是他把身已经呢摆在最后了，所以才之前我们有讲说，如来不以世间公争，世间以我争，有没有？还记得他的意思吗？就是那个如来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不以世间共争，就是会跟我们完成的现象。那个世就是三世了，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世间世间以我争。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就是世间呢跟我们的佛性在争前变争不争？我们要了解到佛性真的修养很好，他都真的后其身家己摆上露面。我们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全部都要当家，都要争管争权，然后佛性都不跟他争，争不争？真的不争真的呢，真的佛性都不争，所以圣人真的后其身，后其身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修道就是要把佛性这个启发，然后付给他前辈，让他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视听言动。身体的一切都是佛性指挥，这样修道就成了。可是我们现在都是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来指挥啦。因为这个用得太久了，走干那路台，目睭、耳孔、鼻、嘴、身躯、意念，是不是走干那路台？主人就是佛性嘛，主人要困有没有在睡觉？还很好睡好不好睡讲到都唔知人醒，袂晓困，袂晓起来，大家走干那路来管。那我们求道、修道、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请那个主人清醒过来，不要再睡了。然后起来，整理家园。我们佛老师不是讲说，我们里天的家园都已经薅棚乱飞了，有没有？拢生迄个地都西，都已经没有整理了，要回去整理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感官真的是很强。感官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嘴巴喜欢吃，喜欢讲话，然后呢，身体喜欢摸，意念喜欢想，好代志多歹代志较多。好代志是有啦，毋过迄力拢无强。歹代志迄拢足强的呢，迄力拢足强的，拢甲咱扭，要扭伊倒，要扭咱去地内啦。还要叫咱行天堂的干那佛性啦，佛性才会我们走上天堂。所以要请出来，来请出来，互伊做主，来指挥咱身躯，咱就成功啊。所以这个圣人后其身，因为伊拢伫上煞尾啦，你在走干那路台拢甲伊降服降服以后他才出来，他才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圣人这个后其身。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会升仙，因为毕竟他是不生不灭。咱这走干那路台咱这口气若无来请问咱这去倒？咱的目睭、耳孔、鼻、嘴、身躯、意念去倒？都无听到，整个都不进了
哎呀，所以你看，他是不是这个后其身而身先，有没有身先？哎呀，你该要真管理的拢无了了啊，无法度生啊啦，伊迄个圣人出来，有没有出来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那我们这一些就是了解到说，我们都是争先恐后，就现在社会你一出门了以后会不会争先恐后？尤其开车开车尤其争先恐后，一定拢要给人拼一头前安尼，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真理之中去领悟，所以呢，这个都是假象，用假的，所以不要争那些，那我们呢，把佛性能够启发，请佛性出来当家，然后呢，它整个都呈现，就是呢，后其身呢而身先，它呢都长存。那么外其身呢而身存，外，就是把那个对外面的所有一切注意全部呢都割舍忘掉了，外其身，外面的我都不要。那我们现在在凡尘刚好相反，外面的这一些金银财宝财产这一些物质我们很想要。那个就没有外其身了，那么我们呢都一直努力在追求这一些带不走的东西知道说一口气不来都带不走，可是我们都很努力在追求，所以没有那个外其身的，我们能够把身已经外了看成外了，然后呢而身存，所有这一些外在的全部都已经去除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才会整个存在常住不迁，所以外其身呢而身存，我们把所有这一些不重要的带不走的全部呢都把它看成很淡，都是身外物，这一些都外其身的，身之外的。我们这些都不要，那我们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身子能够存在常住不迁。那么归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这样的去做实际的利益众生，所以他能够永远亿万年都还在这个不变之中，如如不动之中，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老子就讲呢说我们呢就是要启发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能够启发了以后我们用之不尽可以用不完的，所以呢这个最值得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那个身外物就看淡一点，想想一口气不来，没有1毛钱带得走何苦为了那一些惹了满身罪垢，就不要，就可以当下你都谦借，身外物都是假的啦，不用去争，不用去求，这个呢是这个无私章。我们这一次讲的比较快，有81章呢，这个《道德经》有81章。那我们还有几分钟，今天问题多不多？多的话留半个小时，不多的话呢，我们有讲，再讲到45分，留15分就好。因为上个礼拜好像还没有过完。是留了太多大家拢不爱问，这个大家拢不爱问时间就过得很慢。我们在讲这个漏水当地好了，再讲一点这个里面的那个真理，上善的漏水，水善的利万物而不争，最上等的善就是
水的它的那个呈现在完成的这个让我们看到用到知道这个呢最上善就是水呢它利万物，善利万物水的善它利万物，它用呢不跟万物争啊，你看咱呢不管搁较乌的用水来洗水都袂拒绝，它都不会拒绝。然后拿水来这个浇花，拿水来灌溉，拿水来这个所有出的所有万物，水都不会拒绝。善这个利养万物而不争，不会争不会跟我们人来争说丢弄外功能这个完成要是没有水的话各位先生，完成要是没有水的话，我们活不活得下去啊？活不落去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都是那个冲水马桶的。假如说没有水的话各位先生会变得怎么样？不能使用的不像以往那个茅坑那个茅坑岛还是没有水，还是还是可以用的。可是呢，我们现在那个冲水马桶没有水就是不行的只要有一个人用过以后你就要捏着鼻子了没有水冲就是不行。所以我们了解这上善就最上等的善就是水。水呢，它利万物呢，而不跟万物争然后呢，又处在众人之所恶，众人所讨厌的众人所恶讨厌，众人所讨厌的谁都不讨厌咱搁较乌摕水来洗，水都袂拒绝。水你要看特别流到那个上低所在，伊袂讲流胃管流倒去。水会不会往上流？一定拢流给落对吧？所以我们去体会那个水的德性假如说能够学那个水的话在凡人是最圆满的一定拢安尼安尼流的足加伊袂讲要爬真悬，所以他不会争先恐后伊拢安尼安尼走到那个最低的那个地方去处众人之所恶，众人所讨厌的谁都不讨厌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水的德性就是很大故机以道，机呢就是接近处众人的所恶，众人所讨厌的他都不讨厌，所以已经呢几乎接近道了。这个上善那个水德就已经呢在道之中。那么积善力那个水它积在最善的地方，就是最低上低所在那个最善。咱住一个较悬危不危险？地位我们身份地位高的话不危险。我们身份地位高的话我们要了解到要小心的就是会有那一些人嫉妒就会发生事情的所以呢，我们积善地就是积在最下最底下那个水因为流上低一定拢上低所在，而且大发伫咧上低所在，所以积善地。然后呢，心善焉水心你看咱大海深甲安尼几千公尺落去同款伊还阁是大条水深渊很深渊像我们的花莲那个东部在过去不是太原了那个地区它的水就是很深的所以我们看地图它的颜色深蓝色的迄就是足深的海水若看到迄个较
白雾黑哦，青青白雾黑啊，迄较浅的海，像我们台湾海峡哦，迄个足浅，啊，咱太平洋迄个足深的。所以以前不是有人在讲说，啊，你唔去太平洋无看过，唔去跳太平洋，就是讲那个话是没有修养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很深的，那个一样所以记住了，所以那个心就是很深，心呢这个善烟很深，很有包容，这个全部不管你是什么水流到海，它全部都容纳，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山上的那个石头各位先生，那个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也咸味道来，是从山上的石头来，迄石头石头内底有迄落迄流出来咱一般拢无法度去了解，而是科学家他们研究，说那一些一直流，然后流到海里面囤积囤积以后慢慢的就变成那个咸石头流出去的变咸，所以或者看那个科学报告，石头哪会搁较怎会咸，搁去安那去家想嘛袂讲会咸，就是迄一流迄石头伫咧山顶然后那个泉水一直流到海里面，然后累积了以后，它就会形成慢慢的囤积的变咸，咸水。本来呢都是我们那陆地流往那个海里面流，它也很有意思这个或许因为有住过那个就是大文就是那个武正街那边靠近那个现在的核电二厂，核电二厂那边它的那个出去就是海的它出去海可是那一个方向出去的方向是北它那个水所有的一些河高一些我们那个道路的那个沟渠它的水都往里面流，往基隆市区这边流。我在想讲奇怪，流水到海就流水就好那会就往东流。水水拢是向东流，流得很远我讲安尼流水到海，咱唔流出去，佫洗一大年洗位为迄个基隆河、淡水河，再流去八里遐出去，流了一大圈时常都会引起那个汐止地区淹水，所以就在那个瑞芳那个地方从山打一个洞，打一个山洞，让那个水从山洞直接流到海里面。很奇怪自然的一般力量奇怪，那就流出去就好那就这样水往东流所以这个自然界有时候很难去解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心的善念它的心就是呢很容纳很深那我们就是要学那个心的那个善念，就是很有容量。那么以善人以就是给人家那个人下面我们来灌溉那个水都不会拒绝他的人心呢表现。那么言善记这个各位讲讲，这个水会不会说话？可是这边老祖就讲言善记，他就是讲我们那个让那个海草那个草那个涨潮跟退潮
那个来的那个海浪，它都有一定的那个时间涨潮跟退潮都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那个盐散去，就是守着它的信用，不会说该涨潮它退潮，该退潮它涨潮，不会一定呢可以去算出来它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退潮所以呢盐散去，然后呢那个正善治，那个应该就是正我们管理众人的事那个正这边把它写成那个正正当的正，那个正呢善治就是水能够管理水水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们就会讲说这个水到渠成可以引导，因为水要给它安怎流，你安怎走伊就安怎流所以那个讲说呢正善治就是管理的意思。那事善人这水呢他做出来事情那个能力就是很多因为呢他呢能够利益这个万物然后利益我们众生，所以那个事善人，然后动呢善时就是这水的动一定得按照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为什么天会下雨？因为我们这个太阳这个一照我们地上的那个水是不是蒸发？日头一个拍，涂骹水拢全拢无去的，无去伊就全上升伫咧天顶即摆伫咧天顶累积济伊乌云靠哇就雨就落来所以它是一个变化的这个水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动善时就是当整个我们那个地面的那个水汽已经累积在天上的时候它已经累积到一个能量它就下雨下到我们又下到这个地上来的，所以动善时一定呢就是要有这一些那个过程。那现在天气变化无常，那个跟我们人心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的心的变化也是一样很快很无常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呢整个大地的变化就随着我们人心的变化心一变了然后呢整个气象也变了。所以之前呢看到那个这个佛经里面写说这个台风的形成竟然是我们众生心念，众生的心念变得太快有很多众生都同样的变得太快形成台风按路我们那个整个没有接近海洋的没有接近海洋会有台风吗？会不会有？应该不会嘛接近海洋才会比较有那个台风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动善时就是动它那个水的动一定都有一个那个时间性。那么夫为不争那个夫呢是发语词没有意思的，那么唯有不争呢故无有因为都不争，所以才没有怨尤没有那个负面的那因为我们凡人都很容易争，很容易争就很多事情很多麻烦很多烦恼都来了就是因为争呢才这个产生，所以这个漏水章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老子希望我们能够学水的那个德最善的就是水德，然后立了万物以后呢又不跟万物争所以要我们来学学水容不容易非常有那个内涵它可以含污纳垢它可以呢这个养育群生所以功能很多
要我们努力来这个学水。这个呢是第8章。那我们呢剩下来的时间就是回答问题，还有这个17分的这个时间。上个礼拜不是还有吗？好，请收。前人认为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生活环境最辛苦，所以佛说所有圣物要守死。后学认为佛和圣人讲的话皆是很普遍的真理，不应该有时候的差异。请刘老师你认为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水果和沙拉吃菜如何守死？好，这个我学呢是看到那个《楞严经》，《楞严经》里面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有讲，说我们用佛煮过以后就叫净食，清净3点水一个生那个净食，就勿淡生气，淡就是吃啊，勿淡就是不要吃，不要吃生气。那各位先要了解到那个水果它熟了以后，各位先它还有没有生气？水果熟了以后，伊还够有生气吗？有没有？水果若熟啊，你无甲摆，伊烂落，烂去，伊无生气啊。所以那个佛有讲说，假如说我们生下来的那个婴儿，他还没有大概我们都是大概满周岁的时候都会给他起风嘛，都会让他吃一些我们大人吃的东西呀。伊讲迄久啊，就一定唔通食到青，你若食到一般生气，伊还佫会生长，你就甲无煮就甲摕来食。他说那个婴儿啊，他那个神经会错乱，会神经。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他讲的是说勿淡生气，莫去食迄个还佫会生长的物件，你甲摕来食。水果已经熟啊，伊无生气，水果物件就是要你青食，这样知道意思吗？或许不是说决定固定是这样，因为看佛经里面有这样讲，或许才把它阐释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有一些是不吃可以，吃了有毛病，我们怎么办？对不对？无伊也计划嘛，囡仔开始学食，伊就拢甲食光，迄就拢无煮过的物件伊也佫会生长，你互伊食，你看后面会安那？佛讲话不会骗人啦，那佛这样讲，或者就可以把它阐释出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了解有一些你说沙拉就是要咱青起来物件。沙拉不是会白格一款的吗？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我们就是了解到在我们这个已经都是大人的那个现象之下，已经呢，然后有一些都有办法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理机能可以处理。我们的生理机能一旦处理它可能那个毛病就不会产生。那我们既然是知道说那个不要吃迄个要生长的东西勿淡生气。它重点就是吃迄个青的气，这样了解吗？青草茶。就是咱们那个不是，就是咱们泡青草，咱那青草。青草啊？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我经常好热因为我比较有
哦，那个是药，药，迄叫做药啊，药草，迄毋是讲哦生物，咱即摆咧讲是讲咱食三顿内底的生物，咱咧食三顿的物件啦，迄是咧治病，迄叫做药草，药草有诶就是讲爱青食，它才有效，那个有不同的角度的。药草，有诶药草就是爱青啊，有诶嘛是安尼，安尼蔓内堆堆诶落去糊，就会当消症解红，对无？嘛是都爱青，那个不一样的啦，那个是药草类。好了，还有吗？那或者请问一个课外的问题好。那或者家是有那个先天佛堂，那旁边也供奉的那个七天使，还有仙的牌位。好。那或者在点佛灯献香的时候，同时也会一起献。那让或者是说让七天使还有祖先也能同时沾光。可是前点说要先灭佛灯以后，那才再现破天的神位，请问这样对吗？需不需要这样理解来对待？好，请说。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家里有设这个先天佛堂，然后又有供奉的七天神仙，然后又有祖先的牌位，然后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要我们是重点呢是在一个戒尊戒，那所有七天神仙，它也是一个过程而已，他想修也可以，这个修到成佛的程度。那我们的祖先呢，这个因为也有累世修行，所以才有我们后代设立了先天佛堂，这样它是一系列下来，所以给佛灯的时候也要呢庇荫到七天神仙，也要呢庇荫到我们祖先，那个是一定的，固定的道理。你假如说一定要先送掉再来这个对那个后天神明上香，对自己祖先上香，你这个分别心就太强。那佛他没有分别心才成佛，所以我们了解那一种并没有说你安袂使，你安真好，不是啊，那个不是，是我们一个心静的心全部都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那个恭敬的心，对这个先天佛堂恭敬的心，对后天的那个神明恭敬的心，对祖先恭敬的心，都是一样的，很感怀。虽然他们现在的位阶有一点不同，收七天神仙，位阶呢收我们的历代祖先位阶不一样，可是他们的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是本位，都是佛。那现在被我们在朝拜的那个那个时间线不同，那不同那个是构成只是构成而已，它终究它最后还是成佛七天神仙他利益众生有那个福报，他往后他也会再完成，再修也会成佛。那我们历代祖先他也会到完整再来投胎，他修正也成佛，所以都是一体的啦。那个没有错，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8分钟。好，请说。对，让大家听到你的问题。老师好，老师好。或许想请问一下刘讲师，就是说，在坊间有一种照相机，它可以照得出来我们周遭的颜色、气场颜色。那刘讲师说，我们佛性都在我们周围当中，周围对不对？那这样的话，
这是我们自己本身气不好啊，我们本身气的问题，还是佛性也算是气的当一项？我想请问一下。好，请说。我们要了解到哦，佛性本体啊，它是如如，它是光明，是圆满，没有我们想象的是五颜六色的。那我们因为要鼓励凡人说你要行善，你这个这个头顶上就有那个黄的颜色，那个做的不好有黑的颜色，但是要循循善诱，叫我们都是行善。好，请说。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你说。那刘老师他们讲到那个真心佛性那个变虚，尽虚空变性，充斥整个宇宙虚空。对。那要我们怎样来启发？有没有捷径？我们现在的人都要捷径，这个是没办法，没有捷径。而且别人也帮不上忙，就是要自己本身这个一步脚印，自己本身的去做，在入手的时候啊，就是万法下不生心，把那个我们那个佛性的轮廓先能够摸到，先能够知道说我不行就是安，什么都没有的，那一种灵敏啊，那一种知觉。那一种佛性本体啊，你一定要先去了解，了解以后你一定要让它成熟，袂使讲安尼摸到你就甲放弃，摸到一直个会熟，足熟的熟到已经，敢若像讲咱安尼换摕底饭底落食，足自然理念，迄个是迄个状态之下，已经很熟悉了。熟悉了以后，开始把它这个用耳根圆通来延伸，用眼根也可以的，只要你那个满眼本灰色都是无殊啊，满耳本灰身都是观音啊，所以我们的见性跟闻性，迄种佛性的本体，即摆一个互伊出来以后，你看咱看就看，是安怎知影就是佛性。咱听到了解是什么？迄嘛是佛性。本来的佛性就充在整个这个虚空之间，非常宽广。因为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最不好体会，所以才会用那个照相机来说。照相机你看我们按快门，这家镜头放动，洗出来相片模糊清，就是一如如不动，这家很清晰。所以我们那个佛性也一样，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转头转得很快，形象看得很清晰的。那个就是它如如不动。整个空间都有。你看我们到哪个地方去都不用带佛性去了，哪个地方都有我们佛性。只要你看得到，你的佛性就在那里；只要你听得到，你的佛性就在那里。这个没有捷径。一定是要一步脚印，而且别人帮不上忙。别人说我修了一些给你，没办法的，一定要自己去自己去体会，自己修，自己去做。你到达那个状态以后，你就了解原来身体是假的，天地的物质。那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那个整个宇宙空间全部都是佛，都是如来。那一种状态之下，无知无觉，你有知有觉都是生。那个一定要自己做。从我们观念关系一念不生开始做起，可以到达很殊胜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不也三道天师德，老天贤大德，去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时间也过得好快已经隔了1个礼拜了。我们讲到第9章
持盈，对不对？持盈章第9章，这个呢持而盈之不如去。这个老子讲，这个持就是把持，盈也就是圆满，我们呢把持圆满，是我们呢在传承这个生活的态度不是我们心都想这个拥有，而且呢要拥有很多拥有到能够圆满，持而盈之所以前人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生活？是想拥有很多的这些物质可以享受。正在想看看呢自己对这个精神方面的注重比较多呢，还是呢对物质生活的注重比较多？我们是哪边比较多？那很不错能够注重我们精神的话呢，我们就会重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各位都有启发了吗？回答的人不多了，可是回答的人很肯定，说有，这个是很安慰。毕竟呢，这个就是要我们实际去做，做了以后确实可以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启发。我们修道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用不生不灭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呢，或者都一再强调。假如说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心那我们用生灭心，不管修了多久。纵然是千生万世都不会成道，不会成就那个身心变化无常。那我们一般呢，没有这个研究心理心法，不知道呢，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没有上过这个课知不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不知道。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是日用而不知日常在用，可是不知道自己有。那我们研究了以后呢，知道说，自己本来就有，只是我们没有去启发它，没有去认识它，这样子而已。那我们被凡尘的这一个景象，被凡尘的造化引诱，我们呢都朝有形的物质去追求。所以持而盈之呢，就是我们朝这个物质方面来追求，保持着心胸之中呢，都是那个物欲、物质的欲望，物质的欲望呢，我们在凡尘有身体呢，都要有了，可是不要太强烈。我们假如说太强烈的话，那会掩盖我们的那个良心，我们的良知良能会被掩盖，会被物质淹没。所以或者说讲我们这个研究这个《道德经》那个道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然后呢保持不变就叫精。所以我们呢都把《道德经》都已经放在我们身上。各位有没有把《道德经》放在身上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事情一到了，我们应对假如说感到心有一点不安，那就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那个事就不要做，一定也不要做，做了以后会后悔，而且做了以后那个业因已经形成，那果报呢就在后面。所以我们感到心不安的连想都不要想，因为我们做都是从想来，那想都不要想，我们决定不会做，所以很重要。所以后学一再讲，我们落入念头、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不想自己得到利益所以不要起心动念，
念头没有了，我们呢不造业，念头就是业，各位一定要记得，念头就是业，所以用这咧就要忘这，做用先先就好，会不会做啊？会。用先先会样做未？不要人用这咧他较黑白想那个乱想啊就会造业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累世啊六道人太久了，会把那个以往过往的那一些所造的业啊，把它拉来。我们现在的念头就叫因，以前呢种的是因，因缘汇合了，就显现果报，我们要承受。那假如说我不起心动念虽然往事有造业因它没有缘，不会呈现果报。我们只要保持清净的我们那个心都不要起心动念，这样那一些业因会消灭，它没有机会呈现果报。所以这个理我们要懂。可是假如说我们又落入旧巢，又恢复胡思乱想，然后又做一些不合真理的，那所有以往的那些业全部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生前有跟我们讲过众经百千劫所做业不完，因缘会意的时候果报还自受，果报都要自己去承担。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了，我们一定不会有不善的行为。那不善的行为没有，不造业，不会有受苦的果报呈现。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老子才教我们呢，说持而言之不如其已，就是不早一点让它结束。那个已就是停止的意思。就是赶快停止。我们想呢，拥有，那个圆就是圆满。我们想保持那个圆满，就是要享受物质，物质的生活要享受。我们要早一点停止那一种心，那一种作为，那一种心没有了，消失了，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有形物质的世界解脱出来。所以呢，老子跟我讲。说呢，这个持而言之不如其已，早一点停止，这样知道意思了吗？我们心中有没有想追求物质的享受？所以一定各位我们一定要立定目标，说唯求做佛不求于物那个物质享受都是很短暂。我们身体能够生存在凡尘不过100年而已，再怎么享受也是100年那我们不要利用短短的时间造无限的业，让我们受苦无量无边。一定要借着短短的时间我们能够把那个光明的佛性修得让它恢复光明。所以这个很重要。说持而言之不如其已。那么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那个揣就是揣摩，锐就是尖锐。那揣而锐之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我们都会有那一种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这个比较就是袂使互欺负啦，伤软会互欺负，对吧？都爱较强咧。迄揣锐之就是要磨较来的安尼啦，懂意思吗？锐就是尖锐那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把它揣摩得很尖锐它就很容易那个刀刃的刀口很容易就挑起就受伤了用不久就袂来磨了伤来迄用真紧就钝去所以就爱安尼拄好就好，拄好用莫伤过来所以揣摩唔通揣摩了伤过头。然后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各位这一点就是了解，我们假如说太强势
各位浅显，带强势人容不容易相处？不容易。哦，不容易相处，对不对？哦，那家人也是一样哦，夫妻也是一样，尤其这个夫妻之间哦，那个是要长久相处，要互相扶持啊。假如说哦，这个有一方面太那个尖锐啊，太那个有自己的个性，那另外一半是不是倒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互相能够扶持，互相帮助，不能太尖锐啊，不能够太强势。可是后学发现我们大部分现在有一点反常，就是天道拢讲能讲，啊坑道拢讲强势，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应运有关系现在是坤道应运嘛，所以不强怎么可以？那个不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变成会摩擦太强势了那先生就抬不起头来。那我们让先生抬不起头来好不好？不好。对啊，都是不好嘛所以先生也不要太强势，那大男人主义。没有，这个有是坤道在回答的，奇怪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是平等要以那个平等是那一种相对待、相扶持这样呢就会家和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尤其生活之中那个都要长久、很细腻的。那假如说互相之间扶持啊，那个生活就过得很如意。那假如说互相之间呢都很强势的话，那方面呢就受伤，那绝对不好啦。我们就想一想看，假如说我们旁边的人最亲的他不在了，会怎么样？不方便，对不对？说在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要好好珍惜，要呢能够互相照顾，这样才能够圆满，要做到怎么样？我为做死就甘愿啦，要这个样子啦，不管是前道，不管坤道，都要让人有这一种我为做死就甘愿，唔通讲伊若死我来买头来吧。你看那个怨有多深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你做好也是做，你做坏做，他干嘛去选择那个不好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好的选择那个很温暖的那一种生活。那假如说这个晚辈一看到那个父母亲都相亲相爱，他信不信？那一定会学啦就很幸福所以那个以后出来社会就没有问题啦。假如说夫妻都在吵架那个小孩子长大以后出来社会也真的是麻烦人了社会是很头痛说我们要了解那个在家里面那个很重要，身教很重要夫妻呢就要互相持所以不要呢那个揣而锐之老子跟我们讲不可长保那个没有办法保持呢长的时间。那么以下呢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个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金玉就是呢那个财跟货有金钱的，然后有很多呢这个产货物那有很多财产货物我们了解说呢莫之能守我们没办法把它呢守得下。在生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被那个物累被这些金钱假如说我们钱很多累不累？可能在想说我没钱在管你累不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英语课本那个高中的英语课本不是有一篇嘛
那个楼下的一个修皮鞋匠，每天都高歌啊，修皮鞋的时候很快乐。啊，他的楼上就是银行家了，每天3点半都很头大，都在跑那个金钱。啊，他想说，我这么有钱都不曾唱歌嘞，怎么你那么没钱都每天在唱歌啊？他就想出一个方法，拿了一大叠的钱就去送给那个修皮鞋的，说我这一些钱无条件的送给你。那个修皮鞋匠拿到钱以后不会唱歌了，不会唱了。他那一些钱烦恼，不知道要去藏在哪个地方，不知道要怎么用，为了钱很烦恼。所有邻居就来问他说，怎么都没有听到你在唱歌了？是发生什么事吗？他说，这个楼上那个银行家了，报了一大堆的钞票来给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个邻居很好心，说很容易的，物归原主。你把它拿回去了就好。他真的又抱回去给那个银行家，他开始唱歌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再多的那个财产我们一口气不来，谁的？全部都别人的啦，咱无一仙钱都爱捡，1毛钱都带不走啊！干嘛我们那么拼命的想去拥有它，对不对？咱巧啊不？竟然自己承认戆，拢伫咧咧钱整天都一直在钻就是要钻这个财产，真的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不值得啦，要呢生活很值得，有价值的，就有价值的就是心光明，我们心地非常光明，养无愧于天，福无咒于人，福养无愧，这样呢我们就呢已经呢顶天立地。已经呢人格很清高，才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人。那因为现在那个社会诱惑钱很好花，不好赚很好花，它会变怎么样？就想歪心的，对不对？用诈骗的比较快那骗一个就几6万、几600万通用，佮一谈哇，迄一工才1点钟才80块恶谈。那个打完1个小时才赚80块，不好赚。用80块好不好用？好用。倒是很好用，很快以前我们这个到那个买那个化妆品那个80块大概这个不能买一样化妆品。你看你打工1个小时还买不到一个化妆品那一天呢打个8个小时，8864，640块，可不可以买？可以的品质较歹安尼真的那个你看或者都讲，晚上睡觉要不要洗啊？那磨一磨要把它洗掉，那不是很可惜吗？跟老人明仔载都出技能的话，可不可以？不可以，会怎么样？皮会坏掉那既然皮会坏掉，我们干嘛去磨啊？好看画起来真的很好看可能是见仁见智啦有的都看起来很好看，可是假如说你平常都没有化妆的话有一天浓妆，把它妆的画的这个全部都画，会变怎么样？妖怪。真的会变妖怪，人家都不认识你的你是这样。所以讲那个老子就讲说鸡翼满堂呢，莫之能守
就是呢，我们不要呢这个累积是一些财产，我们生活够用的，能够这个整个呢安我们的心那个君子爱财求有道，都是正确的那个钱赚进来了，我们才要。那么富贵而骄自以其咎，就是我们富贵了，前面呢这个已经呢，这个揣而持而盈之揣而锐之，然后金玉满堂，这样呢就呢富贵而骄，富就是有钱，贵呢就是有地位，有钱有地位的，然后就骄傲，我想坐那个高铁11月份刚好封面就是一只那个候鸟，那个伸展那个翅膀飞起来很好看的姿势啦。我说这个就是骄傲，骄傲去转世的啦，所以当佛鸟。那我们要看佛鸟的话，要用望远镜。那假如说小骄傲就变切骄切骄傲要看小小的那我们有没有骄傲？竟然有兴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看不见的都会有点骄傲。其实我们当人应该骄傲。为什么？因为难得有人的身体很难得，所以应该要骄傲。可是不是对人骄傲，是对自己很满意的骄傲那个是对自己可以不要表现的对人，对人的骄傲就会变成摇摆了，那摇摆就不可以了那就变成一种那个强势的会妨碍到别人，给别人压力。那我们都没有只有这个对自己而已，自己欣赏一下，会不会有个点心是不会欣赏自己假如说自己都做得很这个很如意的，很理想的，那不会欣赏一下吗？会不会？会啦，对呀，安尼走真健康人生道路走得很正确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不要呢骄富贵而骄呢，就会自以其咎，自己会把那个咎呢就是罪垢自己会遗漏一些罪垢下来这个呢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所以我们就来观看一些社会的现象现在呢他很有钱，很有社会地位，然后他会怎么样？表现会怎么样？是不是就有点不可一世了？有没有？那个就是自以其咎他要留下一些罪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是环境造成，不知不觉环境造成他呢那样子，他自己并不知道那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有那个修持有修养的就不会呢这个骄傲，不会这个富贵而骄。那么功成名遂身退功成身退天之道我们这个所有在凡尘这个辅助整个天地的运作那个已经功成了帮助众生呢过活已经也过得很安居乐业的功成。然后呢我们身退，就是不居功了把功劳都推给别人这个身退了，这个复合天的道尤其老先生时常讲说我们要推功要揽垢。各位有听过老先生讲吗？有没有？老先生时常讲这个说我们要把过错把它揽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会培养我们的内德，会培养我们的含量那个涵养就越来越深，然后把功劳都推给别人这个事情完成的功劳不要自己揽过来那样也不好
人家会嫉妒。你把功劳全部推给人，这样会造就别人，他会很高兴，也努力的去行善，所以推功难过，只是不容易做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社会现象，大家拢嘛有功劳，拢嘛讲这我的，这我的，大家拢相争，相争分，有罪过啊，迄拢是，对不对？怎么都不反应了呢？所以这一篇这个持言章啊，这个一直呢在告诉我们，所完成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持而言之啊，一直想拥有，想拥有，不如其已，早一点停止。这一种状态呢，不适合我们长时间的来做，长时间来做啊，一直造业啊。所以不要，早一点停止。那么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我们太呢，这个强制的话，那个做人失败了，不可以啊，永远都这个常常的保住啊，你这一些想拥有的，那精力满堂呢，莫之能守。太多的财产一口气不来，全部都别人的。我们不要呢，为了这个财产的事啊，投入很多心力、时间。富贵而骄呢，自以其咎。我们呢不要这个有了，身外物有了，然后就很骄傲。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呢能够了解。那么功成呢，身毁天道。我们呢就是要推功揽过。这个符合啊，天的真理。所以这一章啊，这个第9章，算起来是蛮短的。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的话，我们就再讲下一章这个玄德章。这个玄德章呢，在营破暴易啊。那因为这个在营破暴易啊，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实际的那个修持方法啊。所以各位手上有一张那个三魂七魄跟那个西洋12星座有没有？那个在就是承载，营呢就是经营，那个魄呢就是我们魂魄，我们要呢承载，要经营我们自己的魂魄，然后报治那个大道，所以别人或者就把那个在营魄怎么样来了解认识啊，我们这个三魂七魄，那个三魂七魄各位先生，我们呢这个先天我们求道以后啊，大部分都不谈这个三魂七魄，那这个是或许在后天庙它的长时间那个接触以后所这个得到的一些就是在实际现象实际现象之中呈现的这一些让我们很切身的关系我们来研究它，因为研究以后我们可以事先防范知道我们的那个气数被什么样的气数左右了，会怎么样做，我们事先知道我们会防范，会做得很好，就不会深陷其中。比如讲各位先生，我们现在在不在气数之中？我们都在气数之中，而且或许那个时候也试验过了，非常的准确。怎么样试验呢？就是这个认识的人早上一见面早上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试验看看在不在气数里面，他都没事，平常，你跟他讲，说你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哎呦，这样就好了，话不多，对不对？对他造成影响整天。他今天整天的时间他一定都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气数，他去这个手拔掉的呀。本来他身体都没事去给你讲一个，他规个都有事什么事？不舒服，
我身体面啊白真歹看，我唔知倒咧唔好，整个都被这个树绑住了，整天都不会舒服。然后你隔一段时间，在试验不一样的那个情景，他也是没事的状态，你就跟他讲，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怎么红光满面？各位同学，他今天怎么样？他的走路拢会跳，那个很轻快，那个3步单成2步走，对不对？可是还一样没事嘞。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叫做手气手，咱去有气手拔掉嘞。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一种就是无形的暗示，你暗示，讲你也安那，你有灾难，你有安那，你的心会怎么样？就会怪怪的，对不对？然后跟你讲你有什么安尼好好的，可是你会说这个是诈骗集团。讲好的拢也未相信，讲歹相信得干。所以我们都在气数里面所以我们要超出这个就是跟我们修道很有关系我们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你管它是怎么样好，管它是怎么样不好，都跟佛性没有关系，是不是已经撇开了？树就没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超出，不是超出气数之外嘛，我们还要超出3界，对不对？所拢伫3界内底在3界之中所以我们超出，不管好不管坏，我们都跟佛性没关，一下子撇开了，是不是都没事？会不会做啊？所以或者说这个我们在完成只要我们投入研究的话会有很多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所以或许就把那个3轮击破因为以前呢在后天庙这个是一定要用的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落入凡尘那个生的年月入时就可以排流年，你整一生的经过都可以事先知道，你这一生几岁会怎么样，几岁会怎么样，都可以事先知道，可以排出来那个流年，那个是我们大致在前世所到的这一世所要接受的果报，那个是有一个一个脉络，有一个遵循的地方所在。可是我们落入凡尘我们会改变，只要我们修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不对？我们都会说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受到气势左右，不知道那我们这个呢，探讨这个就是要先知道先知道这一些要影响我们的那一些变数，那我们事先都知道了然后应对起来我会怎么样，我思想防范就不会再这个犯那个的过错了在这边呢就把那个3魂7魄我们稍微呢了解一下那个3魂呢就是生魂，这个生魂动植物都有它会生长。那么结粉就是有那个痛结恶的结那个结粉，那个动物也有了我们人也有。那莲粉我们人有，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那个动物也有，可是动物的莲粉被它自己掩盖，它自己盖覆把这个莲盖住，所以所有的动物一定是背朝天。各位回想一下，所有的动物它的背都朝天，那就是违背天理违背天理它才会总是当动物。动物它的背一定是朝天，纵然像小猴子坐着的时候头是朝天，可是它只要走路一定是背朝天都是背那个背天理，违背天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灵魂呐，那个禽兽动物不是没有，而是被他自己呀，掩盖。那个七魄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人类有身体以后呢，才有这个七魄。七魄呢，这个身体死亡以后啊，这个七魄就消失不见了，它就归于在墓地的墓地咱白雕一样。所以底下呢就有讲那个魄的那个名称，然后呢有讲那个生的时辰，那看下面时阵生，然后呢后面就有讲，他那个时辰生的有一个主事，就是迄个北斗这边伫咧掌管，即马多一个星君来掌管，伊互咱的迄个喜好会变做爱相的。所以咱伫迄个主时出生的人伊别项拢无啦，迄食的真爱。那个主时出生的人对那个吃的他特别注重，特别喜欢啦。他穿的睡的男女之间那个就比较看淡。可是呢那个仇跟害这个时辰生的人他好穿，他呢这个吃的倒不重视啦，穿的很重视。所以他家里衣服一定很多，后学跟各位讲，这个是一个倾向，就是你那个时辰出生的一个倾向，不是绝对的。可是它大概70%-80%就是有那一种朝那个方向去进行。那么从饮食到呢那个事实出生的人就是好饮，就是男女之间呢那个做爱的事很喜欢。那个卯酉那个好赌，这个好赌各位想想，不是一定要坐上牌桌啦。我们在生活时常也可以听到，佛来修的功有没有？那个就是好赌啦。佛来修的功，喜欢跟人家那个赌那种在生活之中就会呈现。那么辰跟申那个生的人他好货。好后看到法都笑那个就是喜欢人家有灾难那个好。然后呢素食跟未食生的人好贪这个好贪我们都有程度上的差别啦，有的贪心比较大，有的贪心比较没有那么显著都会有。可是呢这一个时辰生的人他特别的就是好贪。那么午时出生的人他好一切杂事，自己的事放着不管没关系别人的事没有管他很难过。我们凡尘有没有这种？所以他可能就是午时出生的人。所以这个或许把它都写下来，就是让我知道，看看我们哪个时辰生的。你假如说是那个时辰的话，那你特别去注重这时辰会怎么样，嗜好是怎么样，那假如说是我们像或者是主时出席的，所以就好吃，村里拢有吃的特别较注重，知道了以后，你看或者吃的就会比较这不是要吃的好，也不是要吃那一些有那个生命的那些肉都不会，只是吃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是比较好吃确实是没错，所以这个是给各位做参考所以底下才讲说三轮七魄呢是人类人为六道，已经被天地阴阳气数所影响左右支配。我们人们呢又对它很少加以探讨所以在知不觉之中呢被无形的气数这个影响左右了没有加以防范。那么顺着气数的喜好我们就会造业造了很多业他不知道回头的话，一转眼大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就后悔莫及。我们翻过来呢。背面呢是西洋的12星座，这个12星座那个生日要看国历的，不是看农历看国历。12星座我们大部分有接触啦，那个牡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这个
这一些呢，这个12星座，或许有把那个星座的名称，然后那个生的那个星座生的那个时辰，这个呢是讲日期呀，3月21呢，到4月19是属于牡羊座，它五行呢是属于火，所以他很聪明，他很活跃，他很刚毅有野心，这个是他的倾向。性格的倾向，那我们呢，假如说有稍微研究这个12星座的话，它的准确度都很高，可信度很高，那帮助我们来认识那个众生，众生看看他什么时候的那个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什么座，然后什么倾向，有的呢就是很固定、很朴实，像金牛座那个很朴实固定。然后双子座呢，就是很善变，忌批判性，或许就是双子座吧。那巨蟹座呢，就很活跃，然后呢好管闲事，所以或许就讲在6月22号到7月22号，这个时间生的，又是那个50。又是50的话，这2个都是自己的事放着不管，喜欢管别人的事假如说刚好又是在6月22到7月22，又是50啊，哇，但是声袂得滴啦，家代志拢不爱管，别人的代志无管就艰苦所以有那个倾向，那我们就了解说自己的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我们就是一样要自己约束自己，不要管别人的事，别人的事跟我无关，要管自己的事，这个叫事先防范，不然咱就小气手，给咱支配不知不觉，自然就管别人的事，所以这边呢，或许就把它写下来，说他大概的那个性情是怎么样子，然后后面那个处事大概用什么态度来处事，的西洋12星座呢，这个对照我们那个国历的那个生日，蛮准确的。伊或许在后天庙大概是有影无代志做拢咧研究一下，这个看命大夫连背理啦那个手相面相啦大概都是在学这一些。可是后来或许一求到以后我全部把它丢开了，我全部都不看不管了，也不收了，这个是说要讲到在营破报义才又把它找出来，才写下来的，不然我都不再探讨这个。那我们有没有稍微了解的？这个稍微了解对我们有帮助了，看我们那个性格的倾向以及我们的嗜好。大概会怎么样的情形？那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事先去防范，这个等于说呢功效很大，可是我们用的心很少。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事先防范的话，用很大的力道它功效没有什么这个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是我们这个研讨那个问题的那一种利益所在。那么在营破这个在就是承载，就是要带咱家己的分配啦。各位将会自己带自己的魂了不会啊？会不会了？在营破，营就是经营，来经营咱家己的这个魂魄。按那来个经营，经营的有声有色，能够呢，这个在营破，我们3轮7魄都是呢，收摄的好好，拢无欠一魂一魄，不是有时候会说少一魂一魄吗？有时候后天庙师长会讲，讲你的魂魄已经散去啊，各位有没有散的？都齐全了7魄呢都齐全，所以我们呢在营破然后要报一，
这个报一啊，就是报字那个道，一呢就是道，所以各位要了解到知得一啊，万事毕。你知道一啊，万事万物都毕业了，因为那个一，我们把它切起来啊，一啊把它拉成一个圆圈，就变成无极了。我们把那个圆圈一切断一拉直就变一，然后把它浓缩就变一点，这一点就是玄关了。所以这个一呀就千变万化。所以字幕的开头啊就是一。知得一，你知道根源了，知道本来的，万事万物都毕业了。毕业了没？毕业了因为一还没知道透彻所以还没毕业。所以我们了解说知得一呀这个一呀就是代表道。道的本体啊就是一。那在我们身上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佛性就是一。所以在营破报一，我们承载着经营着我们的三轮七魄，然后抱住大道，就已经呢抱住我们大道，抱住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有佛性本体以后，才生发所有万象万事。所以我们能够抱一抱住呢大道的本体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深不深？加欠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了解了就不深了，不了解就很深了。所以呢，这个在这边呢，跟各位预告我们下个礼拜会寄那个《金刚经》CD 啊，大概有300套，一套有45片，就是在台北北部一个王氏佛堂所讲的，是很生活化的那个讲解，对大家的帮助都会很大。我们这边也要讲可是因为我们这个《道德经》有81章，等到我们讲完时间还要很久，所以呢，先把那个《金刚经》寄过来，让各位先听一听，了解一下，以后我们再讲呢，也就容易了，有开列的认识这个预先说了，因为本来是想这个是1个礼拜寄过来，因为赶工来不及所以等到下个礼拜再寄过来。在营破报一呢，能无离夫啊，就是不要离开呢这个大道。我们知道呢，这个不离开大道，就是不离开呢我们那个良知良人，就是不离开呢我们良心所以能够这样的生活态度就会很理想那么第2句专气自柔能婴儿夫这个就要做功夫了专气自柔，就是我们要专一然后呢要呢能够呢恢复到呢我们那个婴儿的那个本来。婴儿他没有分别心能够呢我们自柔到达最柔和的境界那个婴儿各位就可以了解到那个婴儿的那个带来的那个元神元气都很充足我们这个一长大以后才分散所以我们看那个婴儿的哭声是不是很响亮靠这久拢袂烧声为什么？因为它带来的那个先天气都很足那我们落入后天以后都被我们用掉所以我们要学那个婴儿那个元气很充足，然后他握起那个拳头那个婴儿握起拳头
紧不紧？紧，握得很紧哈，你那要为什么？那个就是先天带来的。那我们一样，越长大以后啊，就越用掉它了，都消失了，元神元气啊，都一直一直消散。那婴儿我们假如说这个有这个育孩子的时候，就会了解到，你陪着孩子你跟他一样的动作，你绝对会累垮的。他不会啦，可是你一定累垮了。他还没躺平你已经先躺平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那个婴儿先天带来那个元神元气都很充足。那我们呢，假如说能够专气致柔，能够柔和到那个极点的时候，就跟婴儿一样，都全部记住了。我们先天的那个元神元气都记住。所以呢，老子就讲专气致柔，能婴儿服，到达那个婴儿很专一，没有分别的状态。所以婴儿是最纯真的。他有没有分别心？婴儿没有分别心啦。所以你有钱没钱，有社会地位没地位婴儿都不会去管，不会管这个啦。那我们长大以后管不管？管不管？我们都管，都会在意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能够这样恢复到婴儿，就是呢能够恢复我们的天性，天性呢整个都恢复，所以老子教我们呢专气致柔，到达婴儿的状态。那么涤此咸然能无痴夫。涤此涤就是洗涤，然后除掉，洗涤除掉，咸然。咸然呢，就是我们学的很多，看的很多，知道的很多，所有的一切，都列入咸然，就是我们落入凡尘所知道的啦。落入凡尘所知道的这一些全部都把它洗涤干净，就是全部都没有了。那我们要了解到，学的越多就越放不下。那我就或者都讲能够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大概是因为国民小学没有毕业。假如说我念到大学，念到留学当博士了大概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呢了解到很深的那一种性根里面的真理。所以这个大概有得有失。我们凡尘有这个所得的话，所得心一存在心中那个真理就格格不入。所以我们要发挥呢般若妙智慧而且都跟各位说，一定呢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认识佛性本体，又呢如朴3年，又培养茁壮长大，然后以后发挥出来，那个就叫般若妙智慧。不是呢我们落入后天学来的啦，不是有身体以后去学用金钱时间去学得到的，不是是我们佛性本体发挥来。所以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般若。那为什么不把它翻成智慧呢？就是因为它包含的含都意识在，而且是跟凡尘的智慧不同。我们凡尘的智慧都演聪明的倾向那我们凡尘用聪明不好，我们呢就是很吃亏，想占人家便宜，那不肯吃亏我们了解说会把浩然气用掉。那我们凡人假如没有浩然正气那就枉费当人了，没有当人的资格啦。做人资格都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最可贵就是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的培养方法，或者都来讲，就是吃亏。你能够吃亏就能够培养浩然正气。
各位学员有没有去找那个不认识的狗试试看自己有没有佛性光明啊？有没有？那人啊？有啊。啊，怎么样？讲讲看。我前次有试过，看是会废话。所以啊，那个有时候啊，就是遇到一些这个字的完全都没有见过的然后他看到我们以后会会，那个会呢，或许就讲说跟我们打招呼，狗不会讲话，打招呼也是用会的。然后我们站定他就这个两眼手旋，就是自性之光，对着狗的眼睛去看。然后呢，那个狗也朝着我们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动作啊，就和那个求道的点旋那个已经放出我们自性的那个光出来。那个狗看到以后它看到这个光，会很刺眼，它会这个低下头，是呢，它会感觉很高兴，看到这个光就是佛菩萨，所以尾巴呢就一直摇，摇得很快，那个就恭喜了，佛性已经有亮了。那假如说我们都这样做了，他也朝着我们看，然后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会，对着我们就又开始又叫又会，那什么情形？佛性没光了，无根狗眼瞧人低啊，对不对？那看人瞧不起呀，所以又开始会，那我们就要检讨了。我没有发出光明，一方面也没有善啊，因为行那个善累积了以后会生根，善根会成熟，那善根成熟以后我们才可以遇到大乘佛法，才可以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机缘，这个都很不容易啊。那我们了解到，只要你有培养那个善，有根，那个叫德重鬼神亲，鬼神都很钦佩啊，这个有德性的这个人，他呢就不会对你会会对你很尊敬，那个都可以从那个外表形象看得出，以后要有勇气看到不认识的狗试试看，要勇敢面对自己，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们也都心理心法，全部都是要从自己那个内心深处去修持，把内心看不见的那个不好全部都去掉，不要它，才能够恢复我们佛性的光明。佛性恢复光明，才能够成就佛，才可以坐在供桌上受人朝拜，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努力涤除闲染，把凡尘的所有一点都能够放下，那个万年放下一不生就是涤除闲染。各位会做了吗？或许有讲过我们这边那个第一个问的不是说我做万年放下就睡着了那个郭讲师他现在在纽西兰嘛对不对？然后他打电话回来问说因为也是躺着做万年放下，现在环境改变了，说要坐着，坐着的时候他说那个坐着的万年放下有一点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身体在万年放下的时候身体会歪头会倾斜口会流口水，然后因为万年放下都不能去提起一提起就远了所以不能提起嘛，对不对？不能提那个远他说那个样子已经到大概他的意思说已经到不能看了。我这个做法非常正确，
你是把万年放下哦，真的放到空了。他那个放到空，妄已经尽了，妄尽了真显，妄已经全部没有，真就来了。所以你要认那个真，那个全部都没有，连身体也没有了啦。身体全部都没有了，整个呈现就是真，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本体都呈现。你要不要这个摸到以后你就放掉了，要把它继续培养，让它能够茁壮长大，一段时间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会熟悉，这样以后你那个进入法性之中就可以慢慢深入，一深入以后那个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到达那个圣物那个本性的无知无觉，整个都会呈现很高的程度，所以那个已经是亿万年都在当前当下，没有那个时间跟空间的那个障碍。我们现在有身体都被时间跟空间障碍，这个时间现在是2010，时间2010，然后空间我们在台南，对不对？都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那我们一进入到佛性本体全部都拼除了，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全部都没有所以你要说它是民国几年都不对了，它亿万年前也在当下，亿万年后也在当下，是不是？就是很深的法性都呈现了，那跟佛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追就是追这个不很困难的，只要我们有心都可以呈现所以我们把完成的涤除显然，万年放下，会做吗？不是一直鼓励我们做吗？有没有？有。要做一定要做你能够放下多少就放下多少有时间3-5分钟也可以那就能够做万年都放下全部放下，身也放下，会放下，所有一切都放下妄就会尽，妄尽真就显，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认真就是要认那个真平常有没有认真这一下子不敢回答，全部都认假在完整的生活全部都是假，都不真变化无常真的不会化。那我们就是要认那个不会变化的那个亿万年都不会变化的值得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等到我们能够切实已经很笃实的进入了那个时候千百法身就不远了要游戏神通也就可以了就大用无限，这个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就可以呈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就是要做要我们实际的做能够做1分的功夫就有1分的那个功效出来所以涤除显然能无痴乎，就是没有一点点瑕疵一点点瑕疵都没有那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只要各位做一定都有成效出现最起码一定会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脾气毛病会认识。各位认识自己的脾气毛病没有？有没有？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功夫的时候也会呈现我们脾气毛病会现呈现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说本来我都没有发现到它，都不觉，现在怎么都会发现能够知觉了那个就叫进步了我们都不知不觉中有在进步了所以老子跟我们讲涤除显然能无痴乎，然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这个爱国治民各位简显这个爱国我们不要一下子推广到外面要先回来这个爱民
就是爱我们自己，就是自爱，自爱。然后呢，这个治理我们国家，爱国家呢，那个就是我们处理我们生活，我们生活之中呢，能够处理得很这个圆满的话，那个整个国家你治理得很好，就能够爱你整个国家。所以在那个爱民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从那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明德呢，就是呢，使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佛本体叫做明德。那上面那个明就是修我们的佛性呢，让它恢复它的本来，所以在明德。然后明德了以后，佛性光明以后，再心明，就是做一个心明，不要做旧明，旧明跟新明我们分得清嘛？就是我们这个按照旧的那一些行为动作去做，就是旧明。然后我们佛性已经发挥光明了，那是一个新明。新明的行为跟旧明就有所不同，所以做新明，然后再止于至善。所以这边那个爱民，爱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自爱才能够爱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没有都还没有修持之前，就不用想说我现在去治理国家，然后去爱人民，那样就太不实了。那我们先把自己能够做心明，能够恢复佛性光明，来做一个心，不做旧明。我们各位先生，我们还没有研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刚好1年，对不对？我们1年前跟现在1年后我们自己看自己有没有一样？有没有做心明的？换一个不同的人了，对不对？我们那个什么态度都不一样了。因为认识真理以后，我们从内心深处发挥出来的那个作为跟想法都跟以前不同了。以前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以前是比较超以那个自私自利，那现在会走入那个比较实以真理的世界，去进行。所以整个我们心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爱就从爱自己开始，自己能够做一个心明。那以后我们推广到整个家庭圆满以后推广到整个邻里乡村，然后整个我们相处的人都受我们影响。我们在凡就是这样，不是影响别人就是受别人影响。那我们是希望影响别人，还是希望受别人影响？对，要影响别人，自己一定要做心明。那个大学之道在明德，在心明，做个心明，然后再止于至善。我们了解说，到达最善至善的那个程度就是我要追求的在止于这至善。所以这个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有所为就是我们想利益自己，就是自私啦。利益自己那个有为都是利益自己，而且有为很快就不见了，很快它就会变化。所以有为我们不追求追求无为，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可能跟我们以往看《道德经》都不同的那个意思啦，解说都不同意思，而且或许也有写那个《道德经》的讲义可以有看吗？那个讲义是对照很多的那个注解写下来的，看很多本的那个字解，
然后把最好的都把它收集一起，然后写下来。那个时候还用了蛮多心思啊，也用很多时间，因为那个很多都要去看，先去了解他们的观点，以及呢他们把老子的意思阐释怎么样，然后才写。其实呢，或许也是觉得说，按照那个来讲就很理想啊。可是我们的习惯性，假如说或许按照那个讲义来讲，各位怎么样？各位一定会想说，要听伊安尼古题等来看就好啊，对不对？就会那样想，因为北部也是这样跟或许反映，所以你按照讲一讲拿回去看就好了。不过有一些没有讲解虽然写是写下来，里面的意思也不见得会知道。那有一些都是蛮有一点文言文言文那因为或许看久了会习惯性知道它阐释什么意思所以这次呢在这边讲解就完全都不按照他们的那个讲义里面的意思就直接从那个老子想传达的这个采用六祖所说的讲道不离性，离性讲道叫相收，有没有？就是形象的说法了。那形象的话，对我们众生的帮助就是不大。所以讲道不离性，不离开我们本性所以或许把那个《道德经》全部都拉到本性来。爱国治民一样也拉到本性来。就是爱我们自己。能够自爱才能够爱人，我们能够自己尊重自己了，能够尊重别人，对不对？咱若看家己袂起别人看得起，一定我那看袂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聊到这个全部都到我们身上，爱国治民。那治理我们这个整个这样的那个也很重要，就把它当成一个国家在治理，那整个很祥和的夫妻能够很融洽的然后呢儿女也都很听话很乖这个等于治理国家成功了所以呢这个不会说违背那个老子所讲的。那么天门开合能为痴乎这个天门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我们身上的显观那个显观就是天门开合我们天门一开一合能不能够为之是就是母性母就特别仁慈所以我们这天门开合能为慈乎，就是有没有那一种那个博爱，有没有那一种仁慈有没有都能够呢让这个万物生生不息所以这个倒是很重要各位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在生活之中有时候那个杀心蛮大，各位有没有玩那个电视游乐器？有没有看过？他在看的时候片段看到那个坏人的时候，有没有在心里面想说好戏好戏好戏？有没有？因为现在那个台湾的地下街一些那个电子产品大概吸引人家这个购买那一些电视游乐器都会给人家免费游玩所以那个都是用大萤幕让大家免费游玩，然后都是大部分都是日本的一些那一些画的动画，它都是一些打打杀杀大部分都是那样所以我们在那边看或许就觉得说就有那一种杀心好戏好戏好戏所以那个小孩子耳濡目染，那个心就会变成有一种比较残暴就比较有一种那个暴力的倾向那个不是好现象。可是我们可能大概没有那样的话生意不会好
啊，你做出来没有生意，那就不好啊，吼，所以还是要生存，这个有时候，我们就看看就好了，知道那个是假的，还是假的？我们看一看呢，知道都是假的了，可是那个假的竟然会影响到我们心里呀，影不影响？我们看久了一定受影响，所以这个还蛮真的悲哀了整个大环境呢，让我们觉得很悲哀。那明白是达明无知夫，这个明白是达，明呢就是光明，白呢就是虚白，就是整个都非常光明的，那个没有污染，能够呢这个是达，四通八达，所以呢这个就讲说我们呢能不能够使我们的佛性恢复它的那个光明洁白。各位学姐有没有那个信心使自己的佛性恢复光明洁白？有，不错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叫观点我们呢要先建立主观意识，就是不要有负面的，负面那好的我们不接触，不要接触那一些不好的。不好接触以后我们会不知不觉受到影响，我们呢就是要朝着明面进行，然后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然后也引导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要讲那个细的话，也不要讲那个不好那方面的话，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那个佛要进入涅槃之前那个第三件事说那个弟子背心了怎么来对，不是说莫病嘛，有没有？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接触到那边，所以比较特殊了。然后也把那个精神讲出来，那个莫就是点，人家不好的，你看到不好的，不要说。就是有一点那个隐恶他的恶把它隐藏，他扬善，发扬那个善，所以那个莫病，所以呢那个变心的弟子假如说有戒律修得不好，那佛就讲说莫病，莫就是不要容纳他，他不要讲他的不好，都不要讲，这样让他还有改过的机会。你讲了以后，我们人都会有，都唔好就唔好，大家都拢知愈做愈唔好，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它叫莫，病就是讲你卖吃，所以在佛家的戒律来讲，卖惨那个是最重的惩罚了，因为他已经就是没有个成佛的机会，人不爱插你对，你有成佛的机会吧？都无所以那个莫病就是最重法，病不爱插你，所以我们观尘导师也会用，我们有没有跟人家说我不爱跟你讲话？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是不是也是很严重的法？很严重的才会到这个程度，对不对？有没有夫妻说我不跟你讲话？有没有？还有那个不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明白是达明白是达，使我们呢这个那个光明的这个佛性恢复到真的光明，没有那个成垢没有污垢，所以这个要靠我们自己本身努力自己内心呢自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光明自己会知道。各位知道自己佛性光不光明？这导师还可以啦因为都讲出来的伤过炫耀了
而且有一些呢自己都还不敢很肯定啊，所以这个是努力的方向明白是的，我们要让我们那个光明可以呈现整个宇宙虚空，宇宙虚空呢都是佛性，都是光明，能无知夫啊，就不用我们的那个机智，不用聪明的意思啦，它能到达无知。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文字无知不是说那一种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无知啊，而是它呢不表现那个能守，没有能守了，没有能知啊，没有守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倒是比较深一点因为没有能守，已经是进入了一个绝对体。绝对体以后就没有对待，没有能守。现在我们这边呢知道说可以到达这个绝对体一体的，到达那个绝对体就无所不知呢，无所不觉。那个呢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们先把这边呢先讲一下，让我们呢都可以修到这个程度。那么生知续知这个生知续知呢就是我们凡尘都使它能够生花，它能够呢这个持续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那个习惯性可以使它生花，它可以有那个持续下来生之续之，然后生而不有这个导是比较不好做了，生而不有就是能够生，可是呢我们呢不拥有。然后我们现在一生了孩子以后都会把孩子变成我们财产都想拥有它就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呢要呢知道说生而不有是以后不拥有。各位有没有把自己的后代当成自己的财产？部分都有这个很诚实，有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你看社会上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这个有那个父母亲来想这个走捷路了，一定会带子女一起走，对不对？那个都是把那个子女看成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呢那个佛性是平等的生是生了身体而已，佛性也并不能生生是他的身体而已啦所以我们那个观念就是不确那生而不有，老子就讲生呢不拥有这个是真理中的天地本来就有这个佛性在所以我们了解说它是常的，永远都在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拥有它我们生了以后呢，在现象照顾那个现象使它能够跟这个凡尘这个一起这个生活不会危害到那个众生。然后为而不恃为就是做有所作为不恃呢就是不仗势，不克死不仗势为就是作为，就是要去做努力去做，但是呢不克死。我们大部分都是做以后拢会克死，讲我才有法度做，别人无法度都会有一条那个骄傲的心会呈现老子呢跟我们讲说为而不恃我们去做，可是呢不仗势然后长而不宰，使它生长不当它的主宰这也是很不容易我们呢这个看看教导孩子你得爱读啥，你得爱读啥，拢给主宰，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都会这个给孩子这个出主意那老教我们说长而不宰使它生长，可是呢不当它的主宰，他要自己主他自己家己呢爱发挥家己的兴趣，自己发挥自己的那个兴趣自己的兴趣自己投入，这样呢往后会做得比较顺利
因为拢家己选的，家己有兴趣，那迄个许多人家主张的他大部分都会有埋怨的心虽然也去完成可是那个都是比较过得一生不很如意，所以我们讲说按照老子的意思就是长而不宰，使它生长，可是呢不当它的这个主宰，顺贤的，这样就是贤贤不可穷尽的那个天德，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篇呢这个贤德章跟我们呢这个教导的呢都是蛮理想，要呢承盈迫报依，载着就是我们本身呢要有那个承担，承载着我们的魂魄三轮七魄，经营我们的三轮七魄，就是所有的魄都听命于我们佛性，三轮七听命呢这个佛性，所以要报依，要到达没有离开的时候，没有离开那个道，没有离开那个良知良能，所以在盈迫报依，最要努力的就是追抓在盈迫报依，到达呢这个无理的那个状态。那么专气自柔，专气就是我们要专一，使我们的所有心智都集中，自柔就是到达最柔和的境地，到达很纯真柔和的境地专气自柔，能婴儿乎到达婴儿的状态，那一种没有分别心，能够呢把那个元神经元气都保守住，那种婴儿的状态。彼此贤难，能无痴夫。我们把凡人所学的、所知道的，这一些都把它洗涤干净，到达呢都没有妄，妄都已经尽了，妄尽真就贤，到达没有一点点瑕疵爱国治民，能无为夫。我们呢就是爱我们做一个心民，这个心民对众生都利益。然后治理我们整个家庭的那个生活都很和乐，这样呢都没有那个作为，无为就是从佛性呢发挥出来，爱国治民，然后天门开合能为出乎，就是我们那个一进一出从我们那个玄关的所有一切进出都是仁慈，都是呢能够利益生长这个所有众生的好处，为出就是呢当那个母当母亲的意思，明白四达能无知乎，使我们佛性呢都能够光明能够纯白，到达呢四通八达，整个宇宙虚空呢全部都是光明，我们的佛性到达没有运用我们的那个机智，没有运用聪明无知，那个就很理想的状态，到原始状态，生之具之，我们呢这个生挖所有善念，然后培养呢所有的这一些呢这个善事，生之蓄之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努力去做，然后生而不有，我们生了不想拥有它，生了是我们呢这个应尽的义务，然后拥有就是呢我们不这个自私自利，想到自己，所以呢这个生而不有，这个很从观念上改变不容易。那么为而不恃去做，但是呢不仗势，长而不宰，使它生长，不当它的主宰，可以讲给他参考，说你朝哪个方向努力，或者自己心中呢有自己的打算，也可以提出来呢跟父母亲这个商量，那个长而不宰呢，导致这个我们现代的那个父母亲呢需要努力的方向，是为呢这个贤德，这样呢就是贤不绝的不穷尽的
那个天德，我们今天有讲的两章，那剩下来呢还有28分钟，可以有问题要问吗？有没有？我们开始的时候啊，都要留半个小时这个问问题，结果后来呢，我们都好像这个要出来问题呢，都拍水有一点不那么这个踊跃，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呢又缩小呢，剩下这个15分钟。可是现在好像要再讲一章的话，15分钟好像又不太够了，所以说留着20几个不到半个小时时间给大家发挥。下个礼拜大家只要说到那个金刚经的那个 CD 啊，有45片你就会知道那个北部人的问，那个是踊跃的在讲课之中马上问，在讲课之中马上问，就会听到的让各位知道说他们问的那一种踊跃，跟问的那一种热忱跟深入。好，请说。好。或许想要问你在第1里面有5节，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敬天有5节，何谓5节？5节，那个是阴武经里面的。阴武经是咧讲劫灾难就灾难的劫嘛？哪个字？就是3字，就是阴武经里面的。有，因为对是说观天之道，执天，敬天有5节，见之常5节在心，施行宇宙在无所，万化生无生，继续下去。但他是在讲我们那个节气节的。那个是他写是那个查拉比赛，还有是节，就是小偷那个节呀，5节应该我们要了解到是在讲我们的那个根啊，5根，眼耳鼻舌身。天天有5节。见之者三，这是在阴武经里面的。阴武经因为或许没有看过这一本经，没有，它是不是始于佛教的。是我们佛堂有个是点久了，因为这个或许30几年前就看过。30几年前对啊，它是始于好像。或许以前那个有刚好7000人有过来，他也请问7000人，可是现在就是顶了，就是说还不是演了，所以说请问那个刘讲师。因为或许对那个没有这个看过没有研究过了它大概是始于道教的。它是三圣经里面的。对，三圣经叫始于道教，它是始于道教里面的经典。道教的经典或许在开始接触到修道的是接近道教。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五柳仙宗还有一些那个始于三清方面的那一些祈祷是有看。可是那个时候的都比较始于这个现象方面的事是在有形有相方面的事。因为你讲的或许不了解那个内容，所以不能这个加以回答。就是说，他那个解是小偷那个解。查拉，查拉。那因为我们一般会用到这个贼讲5贼的话那就5个查。那5查拉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一般呢最贴切的就是这5个跟我们最亲切在一起。经是这么说，天有5节，见之者常，5节在心，是宇宙在无所。
假如说有那一本经他或许有看的话或许再找我看看。有，假如说有那个经可以看的话，大概或许就会知道他讲什么。好，下次有机会带过来，比较切实啦。可是或许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呢遇到的这个五觉啊、五察，就是咱的眼耳鼻舌身呐，这五个真的是对你最损害不大，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六道轮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眼耳鼻舌身。那有时候会用五欲五个欲望说了。那平常有时候我们讲，在佛经来讲的话，会讲六尘、六个刹那、六个跟咱的那个加一个意念，那个身意就是六个刹那。拍手，还有吗？好，请说。讲师好，谢谢大家好。或许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张哲悟道体里面的“真心不落入思维”，最后那一句“不向光中常自在”。好，请说。那个真心呢不落思维，真心不落入思维，心呢本无处所。三句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言空，妄言空处即菩提，无相光中常自在。这个是句的全部啦。就是我们的真心它不落入思维，一落入思维就是世心，就是生灭心妄心。所以真心不落入思维。那妄心本无处所，就是我们的妄心它没有地方所在。那因为我们了解说那个妄心没有地方所在或许都会用那个实在的东西来比喻的。说我们这个茶杯很漂亮，很漂亮我会喜欢是不是心？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它会变化，有时候我们摔破了。那摔破的时候我们那个喜欢的心去哪里？就不见了，怎么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妄心没有地方所在，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妄心本无处所，本来就没有地方所在。三际求心心不有，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要求过去心，求现在心，求未来心呢，都求不到了。这个心不有，那心不有处妄言空。既然我们求三际的心都求不到，那我们要攀的那个妄言，它当下都是空所以没有我们也要知道说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空的，没有那我们这个心不有处妄言空，妄言空处即菩提。妄言我们攀不到言的那个全部都空了，那个呢本身呢就是菩提，妄言空处即菩提。然后无相光中常自在。这个无相光就是我们佛性之光。我们佛性我们刚才讲乃四达，那个就是佛性之光。那佛性之光呢，它常常都呈现，都在而且呢它呢不受这个环境时空的影响，时间空间呢都不会影响到它。它呢自由自在。所以那个无相光中形容它的那个片虚空，这虚空全部都是。然后呢那个常自在就形容它的那个本体自由自在。无相光中呢常自在。是这样的。还有吗？之前呢我们导师讲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时常都会有一些记忆啦。所以我们也那个时候也有说过说那个妄心，是不是讲妄？妄心原来本是真，是不是这样？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水利，仔细看来无别人。
哦，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哎，那个时候你就是讲说，那个妄心原来呢本是真，这是妄心啊，生发妄心的那个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啊。所以我们又一直在讲，说我们起心动念啊，谁能够起心动念？哎，就是佛性，佛性本体呀，才能够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的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哎，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心动念的没有去回光返照那个动念的来源，我们都起心动念以后跑到那个念的内容里去了。因为跑到内容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变成行为。行为已经不符合那个真理了，所以才造业这样了解吗？有没有更详细的知道说，我们凡尘怎么样会造业，然后怎么样起心动念？有没有？就是起心动念都是佛性本体啦，没有佛性本体没有那个能力可以起心动念，没有能耐所以起心动念的来源能够起心动念，我们说关照念头就是在关照这个佛性本体这个佛性本体才有办法起心动念。那我们的差别就是在那个起心动念的内容去重，没有回光返照来看这个谁在起心动念。这样听懂吗？知道意思吗？比较细腻的所以我们修呢就是要透彻了解能够透彻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起心动念呢那个没关系，那个是佛性生化的，只要我们不进入那个念的内容就好，进入念的内容就烦恼了，对不对？那个念的内容一定使我们烦恼，然后烦恼了以后造下来一定是业了，净业业起来。还有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我想或者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都处在那个气息当中。那假如你这个一个心情当中，你就是跟着一直跳的话，那你会如果去面对这个眼皮处理的眼皮跳的话怎么处理对，因为我们都是太执着了，就是这种情形一直做。所以我们要这个自己告诉自己不管它是左眼跳还是右眼跳，都是好事。左眼跳右眼跳都是好事，好事来了。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些是那个血液循环的问题不要在意那一些啦，都是好事，就是不要负面的啦。一负面一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假如说在晚上，你一直想象有鬼，那个鬼真的让你出现，让你看见，很奇怪。你自己个想以形象的照来你要想看仙佛一样你自己个想仙佛形象的照出来所以我们那个意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要训练自己不要起心动念，动念都在自己的知觉之中，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吗？好，请说。第一点我们的那个三五七与我们人的灵性有什么关系？357。因为我们现在357破。那第二点，人水重头气都是代表什么？谢谢。这个或许刚开始解说的时候就有讲，说3轮7破那个3魂生魂、结魂跟灵魂那个呢就是我们有身体了以后生魂使我们生长结魂使我们知道痛饿那个觉。然后灵呢那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生的灵就属于4神我们有一个元神就属于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所以那个三轮气魄是我们身体有了以后很注重的。那没有身体以后那个气魄就减。那气魄我们了解说就主宰我们呢这个在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个行为动作。我们在凡尘呢都有一些那个嗜好行为动作那个都属于三魄气魄在主宰。一到我们那个死的时候那个都全部都归到那个我们那个目的为无地去别人为无地去所以只要稍微到就好了，不要去着重。我们去着重它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不必要麻烦会来。所以你的三门就散去你减几撇减几分那个就会很麻烦的。那我们了解说住不生不灭佛性以后这一些有的没的都不见了。好，那光明放下是清净而已吗？还是那个是说喜欢佛性是智慧？那说是说少做事少说话，还是那个多做少说那种也是那种德性吗？是怎样？好，你请坐。你这个问倒是大在问得很大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妄言我们凡尘所接触的所有一切都称为妄言。那放下就是不执了，不固执，不执着了，全部呢都放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做的时候先从自己本身那个身上做起，从身上放下把身上的力道放下，把身上的执着放下，把身上的所有一切放下，然后呢再推广到所有外面一切我们挂碍的所有外面的所有事也把它放下全放到已经全部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叫彼此歇就是呢已经忘尽了忘了全部都被我们忘记的时候真它醒那个忘尽那个时候做到忘尽的时候我们连身体都不见了啦。身体有伫咧啦，可是咱的感觉已经无迄个身躯啦，身躯的知觉性拢无，身体的知觉性已经都不见了，没有，变成没有。那个时候呈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要一段时间，各位先生，那个是教导各位做然后朝这个方向，然后一段时间很努力做，才会达到，不是一下子就会达到，很快。那个少说那个是过程之间的努力啦。你讲较莫甲人黑白讲一寡无路用的话那个是在我们做公务之前的这个努力阶段。那个都还没有进入状况。进入状况以后是所有知觉，身体的知觉都不见了。先了解吗？要努力那个要努力。一定我们要先培养培养自己的心就是能清净，不胡思乱想，然后有这个空间有时间有闲也当多帮助别人，累积那个善，那个善能够生根，这样我们做起来就比较顺利不会再重。那假如说我们这一些善都没累积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障碍那一来我们就做不顺了，就没有功效呈现。所以要了解说，你真正的做到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是身体的知觉性都没有了那个妄才尽，妄尽真显，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生不灭佛性。还有各位看论事不？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慢慢来的，一步登天慢慢走，慢慢走一点高一定可以到达。还有吗？你讲是头胸够有头绪。
那个头七哦，你看哦，我们都是哦，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哦，你看哦，我们都有这个七口，哦，目睭啊、耳汤啊、鼻嘴，是不是刚好七？那我们一个礼拜有几天？为什么都是七？所以这个就有它的那个含义在。然后我们一断气了以后啊，就是走路啊那个中阴身，就是我们这个已经身体不能用了，我们又没有归位，还没有归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所在，那个中间的过程啊，就有七啊。有749天，那么这个7 49天呢，那个死掉的本人呐，他就是归入一个中阴身，中间那个阴，那一个中阴身。那这个中阴身呢，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假如说我们都一直在帮人做好事，那么他这个中阴身的活动就比较灵活。而且可以时间比较久，到达79天。那假如说他在凡尘，他都不行善，也不修道，也不管佛性的事啊，他这个中阴身啊，这个很快，他就没有办法主宰了，就等于不用到7天了，有1天都不到，他就不能主宰了，不能主宰的时候又没有路可以走，他就很可怜。所以或者都鼓励我们就要先了解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把它呢启发了以后，可以自由自在，整个所有天地啊都是我们的那个大马大路都可以走，很通顺的。那假如说不修的话，那个一口气不来，一步都不能走了，没有路了，黑漆漆的，那个走入中阴身了以后黑漆漆的一片。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斗七的时候赶快引导他，所以才会诵经嘛。那个经就是见，就是真理，就入界。引导他说你都要按你行，你都要按你走。你看我们在生的时候都不接近真理呀。然后一死掉一口气不来，那个中阴身的时候做认真伫咧听经那念啦。经就是真理，就是要教伊行，然后教他怎么走，他就按照那个那个经的真理去走，才有路走。所以我要了解说完全我们修很重要。我们以后口气不来，身体还给天地啊，所有红土就还给天地了，佛性呢就可以自由自在。那没有的人不行啊，他呢极限他的那个四神啊极限在他的这个色身，身不能用了，一口气不来了，他变成他的四神啊，就已经走入中阴身。走入中阴身以后他7 49天归位了，到地狱去了。那假如说他有利益众生他呢会呢到那个天道去。也一样经过49天，可是他的19天有利益众生呢比较理想，他的那个中阴身的活动比较灵活，是这个样子的。做七那个7天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最气的时阵那个断气的人他都在，仪容别人他都在。你做17、27一直到77他都在。那因为我们年岁大了不容易去见到中阴身。那假如说那个比较年纪小大概不能超过那个3岁，3岁以前他可以看到中阴身。会看到死的人也回来把死水加倍，那个是一个他的意念讲迄囡仔甲我较皮，伊爱甲皮爱甲拖来甲，那个是他的意念伫咧加倍，你囡仔会看到，
看到，唔是讲真正迄个批咧动啊，这样了解嘛？就是讲伊迄个迄个爱心嘛，已经显出来，迄个囡仔看就看讲，阿公等下咧甲阮教的，这样子啦。好，请说。只是前面，因为或许家里有一个求道的道器，那他会空的时候，或许是没有看到，他听他的家人说换衣服来不及，那或者小时候可能是刚好忘记了，那这样他已经都尽了，我们再帮他求了，这样有没有效？谢谢。好，请坐。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一种情形之下应该他本身只要他本身都没有挂碍，没有执着就好了啦。他本身在生活之中回想看看他执不执着，挂不挂碍。那假如说都不执着不挂碍，你们什么都不用帮他做，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者都讲说没有求道人他不固执的话，也不会当鬼，因为不固执，固执才会当鬼。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不固执很重要。我们固不固执？我们都蛮固执的所以就是要了解说问题都在我们本身啦。本身不固执的话都很灵活。下课了，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人，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天谦大德，以及感谢的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已经把那个《金刚经》已经寄到这边来了，各位可以拿那个 CD 《金刚经》的 CD。我们这边也要讲，可是等到我们《道德经》讲完以后也还要很长的时间那因为这一阵子有北部前贤一直在这个称赞在北部一个佛堂，黄氏佛堂讲的《金刚经》非常适合我们大家来修持所以或许听了以后真的是因为或许本身投入的时间有50年，研究《金刚经》有50年，因为刚开始看那个经的意思那个时候曾经想，怎么这么殊胜的经典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开始看的时候这个完全都不知道里面的含义那一直到大概将近10年以后一看到如是我闻那个性理心法的我们都有拿到嘛从那个时候才投入那个很多的西存去研究也有这个《金刚经》，然后从那个字面的意思一直到性理心法那个我们那个如是我那个性理心法，然后接着到以后又接着这个到研究到他的那个修持的那个心界，新的境界那已经就是已经是最高了那个到佛的程度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才说原来这么殊胜。那么这么殊胜佛法竟然就在我们日常很平常的生活之中所以就很关注的把它阐释那阐释以后那个时候呢在研究去心法如是我闻那个时候曾经有写笔记那写笔记以后那个时候并没有要把它这个写成讲义出来给大家看，只是或许自己要看而已可是写了以后或许也没有把它保留就流入这个到外面去了。那经过大概20几年以后又回到或许这个身边来，那或许一看是我的笔记耶然后很多都那个诗面都黄了那个拢引起又有重注
那个虫吃啊，把它吃了一个洞一个洞。那个时候一看，啊，竟然那么早之前就有写了，然后又，这个重新哦，要把它呢，这个编排，啊，所以也印了，可能各位有的有拿到嘛，有没有？有的没有，有的拿到。那现在呢，或者是鼓励我们把那个 CD 啊拿回去听，已经寄200套到这边来了，或者当初有收300套了。100套直接要寄到屏东去，这边200，所以鼓励大家拿回去听，因为各位听就会了解说，就是或许在北部上课的情形啊，就好像在聊天，跟闲话家常，跟各位浅显这样闲话家常，可是，在那一种闲话家常之中啊，把那个最上师佛法把它讲出来，然后呢，要怎么做交代得很详细非常适合啊。我们现在来这个研究。那我们等到呢这个《道德经》讲完后啊，我们再来讲《金刚经》。那个时候各位已经都有根底了，都很熟悉了，就容易听得懂，所以这个鼓励呢大家拿回去听。然后呢，要看讲义啊，我们这边也有，有印那个讲义，一面看啊一面听，同时进行。或许讲是说要各位了解啊，那个不是这个我们普普通通的啦，就是很书，把里面的经文啊解说得很详细，而且又很这个。很平凡，很平常，很平时，很平淡，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去写，生活之中呢去修持，到达佛的程度。所以各位听了以后一定会觉得说，因为很长的时间都投入在里面，没有觉得它很殊胜很好，是因为跟慧姐来的那个学姐一直跟慧姐讲说。在那个王氏佛堂讲的《金刚经》很深，很好。然后学才拿回去听才请他的先生把它录成那个 MP3， 他从 MP3 又录成 CD，然后后学拿回去听。以前呢，后学自己讲的后学都不敢听啊，一听了以后就起那个鸡皮疙瘩。可是在听这个经的时候啊。竟然或许也很喜欢听，我或许都觉得说，这刚我来讲，自己讲的自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在讲现在都是很平常话。那各位可以听到北部人的问题啊，是多么踊跃啊！问到你听到讲原来这个问，随时都问，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这边都没有人问？北部怎么那么多人都一直这个问题不断一直冒出来，就可以了解说那一种有疑必问，那一种就可以在那个录音带那个 CD 里面听到，所以会鼓励各位拿回去听。前面大概到16，那个都很轻的，因为到17以后夏天有冷气有冷气机的声音凑热，所以就比较有那个杂音，可是听也是很详细的，也是可以听得很详细。里面就在讲那一些修持的过程，怎么修，怎么做，然后或者本身也试验。把那个试验的那个情形都讲给各位做参考，那我们要怎么做都有交代，所以那样听下来对实际的利益很大，真的可以进入无我无法无非法，这些都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很理想的，所以我写说赶快请北部前赶快这个录300套，总共有录500，
200留在北部300寄到南部来，本来300都要寄到这边了，因为那个屏东他们很热烈就100到屏东去我们这边有200，不够的话我们在北部再杀戮再寄下来，这样各位也推广自己听也推广给我们亲朋好友，各位要了解它非常殊胜，听不到的啦，要到外面要去听听不到的，不是有。因为后学进来连听大概有10次了，一次一次反复听，听到那个第10篇，觉得说这很棒呢。可是里面的后学还有批评我们南部说南部的人很单纯，可是很容易受人煽动，有没有啊？这个很诚实在讲的时候都是后学心里面有什么就讲什么，非常诚实的。他也把那个最上乘佛法，就在我们很平常的之中，生活化，都整个讲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做，做到真的就是无我，没有我，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整个呈现的都是我们佛性本体，这就到生活之中呢，就到那个程度，那就绝对不会说不成的绝对成，那个很殊胜，所以鼓励各位拿，有没有想要拿？有，一定要听了那个会反复再听，反复再听，你都会听的交代的很详细里面的所有经文这个12类生，然后呢那个三护之菩萨，三护主之菩萨。然后呢，那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师，然后讲那个我们的般若波罗蜜，都把详细内容说了，我们要怎么做也都交代，要怎么样到达，也讲到大概第5篇都讲到我们虚空是一个，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法辈。